大山家媳妇生了没呀？还没呢，前天下午就开始生了，这都几天了，还没生出来。哎呦，真是造孽呀！这女人呐，生个孩子就跟从鬼门关过一趟似的。嗨，谁说不是呢？那会儿我生头胎孩子也是生了3天3夜。正说话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过，大家都觉得凉爽的多了。村民们朝西北看过去，见那边黑压压的一片，乌云盖顶。哟，这是要下雨了，赶紧回家吧。霎时间，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倾盆大雨从天而降。陈大山这会儿正在家里踱步走来走去，急得满头大汗。媳妇生孩子生了2天了，还没生出来，可急死人了。陈老太在正屋里跪在香炉前，正在祈祷，祈求老天爷保佑母子平安。大山媳妇儿再使把劲儿，快到孩子的头了。陈刘氏早已经精疲力竭了，稳婆再怎么说，她都没有了力气。稳婆拧着她的大腿，用力呀，用力呀！陈刘氏眼前一阵阵发黑，天旋地转的。不行了，支持不住了，要断气了。又一道惊雷劈了下来，像是劈到陈大山家院子里了似的。陈刘氏感觉肚子里被孩子猛然蹬了一脚，肚子一空，响亮的啼哭声传了出来，一股花香也弥漫了整个房间，遮盖住了血腥味儿。生了！婴儿刚生下来，外面的电闪雷鸣霎时间就止住了，乌云也在瞬间散去，天空出现了一道大大的彩虹桥，光彩夺目。快看看，是个小姑娘。陈大山看到那小小的一团，心头软了软，这是他的孩子，他顿时手脚无措。头一回当爹没经验，陈大山拿捏着身子抱着小婴儿，100个小心翼翼，生怕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，又怕太用力了会伤着孩子，扎的那个架子看起来相当难受，但他脸上的笑容又格外的幸福。婴儿到了陈大山的手里，顿时停止了哭泣，睁着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。陈大山接触到小婴儿的眼神，心都软成了一滩水了。好纯净，是不是带把儿的？是个小姑娘。陈老太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，稳婆连忙安慰她：陈嫂子，大山媳妇儿现在总算是开了怀了，能生姑娘就能生小子，这一胎没生小子，下一胎也一准能生。10年了不生孩子，这好不容易生了一胎，还是个不中用的。哎呦，老陈家怕是要绝后喽。他说着又进屋去了，看都没看新生儿一眼。陈大山满腔的喜悦被泼了冷水。媳妇儿没生男娃，娘不高兴了，女娃又怎么了？他又看向怀里的小婴儿，粉粉嫩嫩的，干干净净的，不像隔壁大牛家的孩子，生下来跟个猴子似的，满脸都是毛。他家小姑娘身上香香的，就跟春天漫山遍野都开花时的香味似的，很好闻。他抱着小婴儿，心都化成了一滩水。你哭什么？头一胎生姑娘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嫁给大山已经10年了，10年都没有怀孕，这好不容易怀上一个，还不是个男娃。这要是生的是个男娃，婆婆就不会说老陈家要绝后的话了吧？婶子，桂兰咋样了？我现在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，都收拾好了。桂兰，你看看我们的姑娘，身上香喷喷的，就跟春天的香味似的。陈刘氏伸头看向小婴儿，小婴儿也睁着小眼睛看着他，那小眼睛像是会笑似的，亮晶晶的，像天上的星星。陈刘氏顿时觉得身上好像重新有了力气似的。大山呐，快把孩子给放在他娘身边吧，别抱习惯了，以后不抱他就哭喽。陈刘氏把孩子往身边抱了抱，孩子一接触到娘亲的胳膊，顿时就不哼唧了。你们家这小姑娘可真能啊，能闻见味儿。你看到他娘跟前就不哼唧了。陈大山满脸笑容地看着母女，心里满满当当的。陈刘氏也一言不眨地看着小姑娘，越看心越软，越看越喜欢。大山媳妇儿啊，你没事啊，就让孩子吃奶，吃着吃着奶就来了。你给你媳妇儿弄点红糖水喝喝，能生姑娘就能生小子，这月子可得照顾好了，要是留下了什么病根儿，以后可有的受了。我知道了。送走了稳婆，陈大山回来看了看陈老太太的房间，见她没有要出来的意思，自己到灶房里去了。他烧了红糖水，打了2个荷包蛋给陈刘氏送了过去。我没生男娃，能吃吗？能，这不是娘特意给你准备的吗？陈刘氏垂着脑袋。这是婆婆给我准备的吗？分明是给她的宝贝孙子准备的。现在没有给她生下宝贝孙子，我还有脸吃吗？陈大山宽慰他。你不吃，咱们姑娘就得挨饿了。陈大山还要亲手喂陈刘氏，后者拒绝了。他便坐在床边看着小婴儿。
小婴儿睡着了，两只小手握成小拳拳，举在脑袋两旁，小脑袋也侧向陈留氏那一边，小腿对着弯着，脚对着脚。陈大山看着小婴儿的睡姿，自己也躺到床上测试了一下，他做不到这个姿势。大山，你干啥呢？我试试小姑娘这样睡觉是不是很舒服。这个憨样子。这边两人的心思全都在小婴儿身上，那边陈老太在床上躺了半天，越想越生气。哎呀，这儿媳妇到家10年不生孩子，说是换成旁人早就把她给休了，没休她就不错了，好不容易怀了个孩子，还是个不中用的。哎呀，这自从她怀孕之后，连根稻草我都舍不得让她拿，就恐怕她累着了。我是心疼她嘛，我是心疼我宝贝大孙子好吗？为了不让宝贝大孙子受委屈，我还当了自己的嫁妆，给儿媳妇买鸡蛋、红糖、好米、好面，每天是变着花样的给她做好吃的。可她倒好，到头来却生了个不中用的。哎呀，糟心呐！陈老太越想越生气，甚至怀疑那算命先生算的到底对不对。这算命先生是咋算的？这儿媳妇命里真的有富贵吗？连个儿子都生不出，哪来的富贵？娘，娘，喊啥喊呀？叫魂呢？娘，我烧了红糖茶，你喝点。我不喝，端走。你媳妇生了？生了，生了个小姑娘，可香了。你们快到屋里去看看。那些妇人听说真是个女娃，都不由得皱了皱眉。生了个女娃，还高兴成这样？村里老少媳妇都嫉妒陈刘氏。大山不仅人长得结实，相貌也好看，对媳妇还好。大山娘对儿媳妇也好。陈刘氏怀孕的时候，连根鸡毛英子都不舍得让她拿，恐怕累着了。他们怀孕的时候还得干活嘞。整个合欢阳谁不羡慕陈刘氏好命呢？换成他们，要是10年不生孩子，恐怕早就被休了。这会儿听说陈刘氏生了个女娃，大家心里也就平衡了一些。哟，这屋里是啥东西这么香啊？二大娘，你们过来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你生了个姑娘，大家伙呀就都来看看你。这回可算是开怀了，别难过啊！这一胎是个姑娘，下一胎一准是个小子。哎呦，生姑娘也好，这姑娘呀吃的少。哎，就怕大山娘心里不得劲儿，10年了不生，生一个还是个赔钱货。大家七嘴八舌的说着，看似好话，但句句都戳到了陈刘氏的心上。陈老太正在屋里呢，本来就憋了一肚子的气，没地方撒。这会儿听到这些长舌妇们来戳她的肺管子，能忍？他立刻从床上下来，往陈刘氏房内来。姑娘咋了？你们都要生小子，全天下的人都生小子，以后全都打光棍嘛。我们家生个姑娘咋了？姑娘就不是人了？大山娘，你说的啥话呀？我们哪里说姑娘不是人了？他挤到屋里去，一屁股坐在了陈刘氏的炕沿上，伸手把孩子给抱了起来。刚好小婴儿醒了，他不哭不闹，睁开眼睛看着陈老太。陈老太本来只是护短，听到他们在这里七嘴八舌的说他儿媳妇没生小子，过来给他撑腰来了。这会儿跟小婴儿对上了眼，心里某个地方也塌陷了。小婴儿的眼神太纯净了，他心里也软乎乎的，抱着孩子的动作也轻柔了几分。他抱着小婴儿就夸了起来：哎呦，我家大姑娘咋了？这白白净净的多好看呢！你们看看，你们谁家的姑娘有我家这大姑娘长得好看呀？啊，你们谁家的孩子生下来有我家大姑娘白？谁家的孩子有我家大姑娘干净啊？你们闻闻，我家大姑娘身上香喷喷的，我家大姑娘啊，那就是花仙子下凡。这熊老婆子明明心里很不舒坦，非要嘴硬，把一个赔钱货给夸上天了。不过人家终归是添人口的事儿，是喜事儿，他们也不能太过了。他们在这里看了一会儿热闹就回去了。众人都走了以后，陈刘氏心里慌得不得了。她哪里不知道刚刚婆婆是来给她撑腰来了，现在人都走了，怕是要说她了。她心虚的低下脑袋不敢说话。陈老太一直抱着小婴儿，有些不舍得撒手了。哎呦，这大孙子身上就是香啊，这该不会真是啥花仙子下凡了吧？想起之前的风驰云彻、电闪雷鸣，她心里就不住的犯嘀咕。啊！陈刘氏见婆婆半天没说话，偷偷的瞧了一眼，见她还盯着婴儿看，有些害怕她会不会跟隔壁的老太太一样把婴儿给溺了。村里生下女孩就溺了的不在少数。陈老太看了她一眼，还不躺下歇着呀？折腾了3天了，还有精气神呢。
陈刘氏心头一暖，婆婆还是关心她的，她连忙躺了下来。陈老太抱着孩子仔细端详，孩子的面相随爹，皮肤随娘。哎呦，真会长哎，专挑好的随，嘿嘿。婴儿缩了缩上嘴唇，这个动作彻底的把陈老太给逗乐了，脸上的笑容不由得将四处荡漾开了。小婴儿太小了，没有多少力气，他跟陈老太对视了一会儿之后，慢慢的就开始翻白眼了，翻着翻着眼睛就闭上了。陈老太见小婴儿睡了，小心翼翼的把孩子给放回了陈刘氏的身边。陈大山刚好从外头进来，满脸喜气。娘，给姑娘叫欢欢咋样？你看村里的合欢花开的正热闹呢。陈老太瞥了他一眼。你咋不叫狗妞大花呢？那娘给起个名吧。陈老太又看看小婴儿，只见他白里透红，不由得想起了曾经在西府看到过的花贵妃海棠。哎呀，这大姑娘叫海棠吧，谢谢娘给起名字。娘，咱村里就没有叫这个名字的，海棠听着怪怪的，海棠是啥呀？不爱叫你就自己取。没有，我爱叫，姑娘就叫海棠了。小海棠，你有名字了，小海棠。说着还准备伸手去触碰小婴儿的脸蛋儿，陈老太一巴掌拍在了他的胳膊上。哎，你这大老爷们的手没轻没重的，你摸什么摸？陈大山突然被打了一巴掌，连忙把手给缩了回来，规规矩矩的站在床头前，也不敢动。那小姑娘细皮嫩肉的，你那手能摸吗？陈大山看了看自己的手，手心全部都是茧。好像是不能摸哈。还不上山砍柴去？回头到镇上卖了去，买点细布回来给姑娘做衣裳。哎，陈大山答应了一声，又恋恋不舍地看着陈刘氏母女出去砍柴去了。陈老太到院子里，发现墙角有一坨什么东西，走过去一看，居然是一只鸟，也不知道被雨淋了还是被雷劈了，已经奄奄一息了。陈老太上前踢了踢，那鸟一动不动，她干脆把它给捡了起来，到灶房里把刀放到缸口上，锵锵地比了两下，一手抓住鸟翅膀和鸟脑袋，一手拿刀，嘴里喊了一声阿弥陀佛，手起刀落。陈老太干活麻溜，3下5除2就把鸟毛给揪干净了。那他到了河边开始收拾鸟，内脏能要的全都留下，不能要的就丢到河里喂鱼了。他把鸟给清洗干净，意外的发现一些鱼虾闻着腥味都来了。他用竹鞭朝水里一抄，竟然端上了半竹鞭，有鱼有虾。陈老太大喜，连忙提着鸟端着鱼虾回来了。他眉梢上都带着喜悦，走路都带风，今天运气不错。有几个村民背着筐挎着篮，准备到山上去采蘑菇。半路见陈老太端着半竹鞭的鱼虾，连忙问：大山娘，你这是从哪里捉的呀？嗨，河边上刚刚还有很多呢，你们赶紧去吧。他们连忙转回去，拿竹鞭的拿竹鞭，拿筐子的拿筐子，大家都一窝蜂的到河边去了。鱼虾看到了没呢？看到了，但是没捉住。有人到芦苇丛里把水给弄浑了，才弄掉几条手指头大小的小鱼苗，都不够塞牙缝的。尽管这样，他们也舍不得丢掉。小陈老太这边回到家里，就把鱼和虾都放到木盆里，舀了点水进去，心里盘算着要把那些精神萎靡不振的拿出来煎了吃。他看了半天，感觉盆里的个个都活蹦乱跳的呀。算了，先吃鸟吧。他在灶房里剁鸟肉，又生火做晚饭。这野味就是不一样啊！这才滚了一滚，汤都开始发白了，香味也传了出来。陈大山到后山砍柴，他专挑那些半死不活的树砍，鲜活的树都不砍。一个是不好砍，再一个是太重不好挑。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今儿的力气好像格外大，手臂粗的树挥手一下子就砍倒了。他连砍了3、4棵就不砍了，再砍挑不回去喽。他把柴火给规整规整，用绳子系好了之后准备回家呢，发现脚底下的枯叶鼓了起来。他上前去扒拉了一下，发现了菌子，是可以吃的菌子。他连忙弯腰采了，这个采下来之后又发现了下一个，他又赶紧去采。先不说这些菌菇好不好吃，就单单采菌菇就足以让人很兴奋呢。陈大山挑了能吃的菌子，实在装不下了，心想着回去背着筐再来捡，索性挑着2大捆湿漉漉的柴火，怀里抱着一大堆各种蘑菇下山了。离家不远就闻到了香味儿，他想着莫非娘把下蛋的老母鸡给杀了？娘还是心疼桂兰的。娘，你看我弄到的啥回来了？哟，还不赶紧把担子给卸下来。娘，你看我捡了好多的菌子。陈老太一看，他立刻笑了起来。这些弄回来呀，正好下锅。娘弄了啥这么香？在院里呀捡了一只鸟，娘看着也活不成了，还不如拿来给桂兰下奶呢。真的？
今儿咱们家的运气咋这么好呢？那可不是，我到河边去收拾鸟的时候，还弄了一些虾回来，你去看看去。果然看到木盆里有好多鱼虾。今儿个咱家添了人口，运气也变好了。小海棠还在睡着，陈大山把手给擦了擦，跟陈留士说：“我就用手腕碰碰姑娘的脸，可以不？”陈留士见到这憨样，也忍不住抿嘴笑了。轻轻的啊。啊，轻轻的，别告诉娘。他说着，用手背轻轻的碰了碰小海棠的脸。碰了小海棠的脸之后，还觉得有些不过瘾，又摸了摸她的小手手，小手手已经握成了小拳拳，摆在脑袋旁。他轻轻地掰开小海棠的手，把自己最小的指头放在她的手里，让她攥着。小海棠果然攥住了他的手。陈大山嘿嘿地笑着，傻里傻气的。陈老太见陈大山到屋里半天没出来，把菌菇给淘了淘，下锅煮，就来到了屋里。看到他正在摆弄小海棠，脸一沉：“哼，就知道你会来摆弄小海棠，看都看不住。”陈大山浑身一僵，慢慢的把手给缩了回来，冲着自家老娘嘿嘿的傻笑。陈老太心情好，没再责怪他。这儿刚下过雨，山上菌菇多，你上山再去找找看。哎，他连忙出去背着筐子去捡菌子。这男人手没轻没重的，别让他摸大姑娘。你看看，这大姑娘脸好像都被弄了个印子了。陈留士朝小海棠看了又看，这哪里有印子啊？算了，娘说有就有吧。哦，知道了。老太又回来看火，大火转小火，小火转文火，要说烧火讲究可多了。香味渐渐的就越发的浓了起来。陈老太提鼻子一闻，哎呦，我的个亲娘哎，太香了！他打开锅盖，看到汤变得浓乎乎的，连忙盛了一碗给陈留士端了过去。来，把这个喝了。陈留士早早的就闻到了香味儿，这会儿见婆婆给端了汤过来，顿时诚惶诚恐的。娘，你把下蛋鸡杀了？捡的鸟，你快喝，下奶的。他吹着喝着，出了一身的痛汗，一碗浓汤下肚，顿时就感觉到肚子里不空了，身上好像也有力气了。那陈老太在灶房里舀了半碗白面，和成小面团醒着，这个是要给陈留士擀面叶子的。他跟陈大山另外又和了点杂面贴锅贴。陈大山去采了一大筐的菌菇回来，陈老太面叶子也擀好了，锅贴也贴好了，可以开饭了。他把鸟肉给捞出来大半碗，把所有的面叶子都给装到了大海碗里，让陈大山给陈留士端过去。陈大山端了2大海碗饭过来，这2大碗你全都得吃完呢。陈留士不争气的流泪了。娘对我真好，我没给她生个孙子，她还让我吃这么好。可不行哭啊，月子里一哭就瞎了。陈大山出去跟陈老太一起吃饭，鸟本来就不大，给陈留士端去了大半碗之后，剩下的就没多少了。陈老太尝了一块，剩下的全都给了陈大山。哎呀，太腥了，我不爱吃，你吃吧。行吗？我怎么吃不出腥味来？味道很鲜美啊。吃饭就吃饭，哪儿那么多话？陈老太白了他眼，继续喝肉汤吃锅贴。陈老太只吃了1块锅贴就饱了，剩下的全都让陈大山吃了。睡觉前，陈老太安排陈大山明天起大早去把菌菇拿去卖了，柴火还湿着，晒2天干了再挑去卖，免得一路太辛苦。陈大山都应了下来，他还想回房睡觉，被陈老太给撵了出来。你是会照顾孩子还是咋的呀？啊？陈大山没办法，只好睡堂屋。这边还没睡呢，小海棠就饿了，啊啊的哭了起来。陈留士手脚无措，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。娘，陈老太赶紧把小海棠给抱起来。这大姑娘是饿了，大山去弄点温水来。陈大山立刻去弄茶水，不冷不热，刚刚好。娘，水不热不冷，刚刚好。陈老太接过来尝了尝。你这喝着不热，大姑娘喝着热，她这小嘴巴多娇嫩呢。陈老太拿了勺子盛了茶水，稍微吹了一下送给小海棠。小海棠不急不急地裹着勺子喝，喝得很努力很认真，也很累。勺子不如咪咪好裹呀，她喝得有些辛苦，喝一口撒掉2口的。人家想喝咪咪啊！3个大人都围着她。小海棠喝了一肚子的水，睁着小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，像是在打量她的新家和亲人。3个大人都大气儿不出一下，恐怕惊到了小海棠。越看她越好看，越看越乖。老是喝水也不对啊，我去找大牛媳妇来喂奶。陈老太翻了个白眼儿。得了吧，他们都笑话咱家生了个姑娘，还求他们干什么？等明儿实在下不了奶再说。这小婴儿胎里饱，一天不吃不打紧。得了得了，你去睡吧，明儿还得起早呢。你也睡吧啊，晚上饿了吭一声，我去给你弄红糖面叶子吃。好的妈。
陈老太见他软绵绵这模样，又说：“你别怕打扰我就不吭声啊！你现在正需要伺候的时候，我伺候你，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，你再好好伺候我，给我好好养老就行了。”娘，行了，别娘啊娘的了，赶紧睡吧，矫情。陈老太害怕陈刘氏不会照顾孩子，把小海棠抱到了这头，放在自己的身边。陈刘氏见婆婆居然不嫌弃，铲床晦气躺了上来，感动得快哭了。她想说她不会压着孩子的，但怎么也说不出口。陈老太小心翼翼地点着灯打蚊子，这昨晚上蚊子还到处哼哼呢，今儿晚上就一直都没了。这莫不是大孙女身上的香味儿把蚊子给熏走了？她闭上眼睛睡觉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一会儿摸摸小海棠肚子上搭的布还在不在，一会儿又摸摸她的手脚凉不凉，害怕她的胳膊挨着蚊帐。到了半夜里，才疲惫不堪地睡了过去。半夜里，陈刘氏出气变得粗了起来，陈老太立刻就惊醒了。哎呀，桂兰，你咋的了？陈刘氏有些说不出口，支支吾吾的。是不是胸胀了呀？这不是下奶了，是感觉又胀又疼的。哎呀，就是下奶了。没想到你还是个中用的。人都说大奶哄孩子中看不中用，你这还不错。陈刘氏被说得面上通红，这边灯一点着，小海棠就醒了。她扒拉着小胳膊，两只小腿也乱蹬了起来，哼哼唧唧的。陈刘氏也要坐起来。哎，别动，你侧着身子就行了，不用坐起来。这坐起来喂奶呀，以后到老了容易腰疼。陈刘氏就侧身躺着，陈老太把小海棠给放到了他的跟前儿，他就循着味儿去吃奶了。陈刘氏的奶来得早也很多，有些产妇3、4天来不下奶呢。小海棠吃着这边的，那边就开始往外喷了。陈老太连忙让他给摁住，然后急急忙忙的去拿了碗来，让他把奶水给接住。这可是个好东西呢。不大一会儿，碗底就被遮住了。哎，你换一边让他吃。小海棠就吃另外一边。陈大山这边听到屋里的动静早就醒了，一直支棱着耳朵听着呢。陈老太把奶给端了出去。大山，你把这个喝了。这是啥？还啥呀？你媳妇儿的奶。喝呀，好东西。这是小海棠的狗粮，我怎么能喝呢？那小海棠喝不完，你不喝就馊了。这可是好东西，大补的。陈大山扭扭捏捏的，不过还是接过来了。哎，喝就喝吧，又不是没喝过。不过之前是直接对着喝的，没喝到水儿。他咕咚咕咚的2口喝完了。有些腥，也有些甘甜，味道不错。陈老太回来，小海棠吃着奶已经睡着了还叼着奶，一会儿左2下，一会儿左2下，小鼻子上出了汗。哎呀，我去给你做点面吃去。陈刘氏确实饿了，饿得前肚皮贴着后脊梁，不知道为啥这么饿。要不就喝点红糖水吧。她实在不想折腾婆婆。行，也成。她赶紧去生火，烧了红糖茶，握了2个荷包蛋。陈刘氏没想到她还给喂了荷包蛋，心里又是一阵感动。哥，这些菌菇是来卖吗？那不如卖给我吧，我家老夫人想喝菌菇汤。陈大山实诚，心里想着菌菇汤也用不了多少，就说：我送你几朵，你拿回去给老夫人熬汤喝得了。那小厮没想到陈大山这么实诚。你全部卖给我们吧，你们要多少钱？这些菌菇又要卖到馆子里，至少得50文呢。我给你60，以后你采了就直接送到镇西的顾家来，到了之后你找我，我叫顾宝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陈大山，合欢杨村的人。陈大山接过60文来，跟着小厮往镇西的顾家去。到了顾家，小厮把筐子给他腾了出来，还另外送了他1份米糕。大哥运气好，我刚到院子里就遇到了老夫人，把经过跟老夫人一说，老夫人说你是个实诚的人，另外赏了你米糕。多谢啊！记住，下回有东西直接送到顾府来啊。好啊。陈大山开开心心的背着筐子走了，他把米糕放在筐子里，到布庄去扯布。娘说了，要给小海棠做衣裳的，别人家的孩子不都是大人的旧衣服给改改，做成小衣裳的吗？娘还要扯新布，扯就扯吧，反正是给姑娘做衣裳的。他到了布庄，布庄里的布各种各样的都有，他都看花了眼。粗布便宜，但是娘说要细布。也是啊，小海棠的皮那么娇嫩，是不能穿粗布，要不然身上还不得硌棱条啊。白布不用染色，便宜但是不好看，小姑娘就要穿的花花绿绿的才好看，但是染色的布又太贵了。客官要给什么人做衣裳？家里刚添了个小姑娘，
给小姑娘做小衣裳呢。恭喜恭喜呀！同喜同喜。刚好后院的绣娘裁剪衣裳，这坏了尺寸，拿回去改小衣裳是足够了。那块布料又细又软，给婴儿做衣裳那是最合适不过了。您要是不嫌弃的话，不妨看看，那料子是好料子，也是全新的，裁剪错了。便宜吗？便宜，当然便宜了。这种布料1尺都得50，这一块给你算20好了。20也不贵，而且这料子摸起来确实软，就痛快的给了20。那经过良铺，又听到伙计吆喝着稻谷打折出售。马上新稻谷要下来了，旧的稻谷就不好卖了，不如趁着便宜买一些回去。陈大山上前一问，原先6文1斤的谷稻，现在5文1斤甩卖了。小哥，3文1斤卖不卖？客官，您要多少？我身上只有40文。给你14斤吧，你可算是买着了。我跟你说，没多少了。东家要不是腾仓库，说什么也不会贱卖。小厮说着，手脚麻溜的给他称。稻谷确实没多少了，恰巧他东家从屋里出来，看到2斗里也没多少稻谷了。这些稻谷都搭了吧？小厮连忙把2斗里的稻谷全部都给舀出来。客官，你的运气可真好，搭给你的稻谷比你买的还要多，你可真是赚大了。他把所有的稻谷全都拿起来称了称。你买的稻谷才划1文1斤，这可是捡了大便宜了。早知道我就自己买了，倒卖出去也能赚钱呢。陈大山笑得开心极了，确实够便宜的了。老太这边在陈大山走了之后，也起了个大早做早饭。他想起大孙女昨晚就吃到了奶，心里很高兴。嘿，这女人坐月子呀，还是得吃好一些，见点荤腥。这要不然大人自己都顾不上，哪里还有奶给孩子吃啊？这产妇啊，得多吃好东西才能补过来。我这做啥吃好呢？他把目光转向了木盆，木盆里的虾还在睡觉呢，好多都侧着身子睡。他伸手抓了一把出来，嘴里念叨阿弥陀佛，手里把虾尾给揪了下来，往碗里一挤，把虾线给剔除，抓了2把大米，淘了淘，放到砂锅里煮。煮虾尾粥还要再煮一会儿，他加了2疙瘩木柴进去，就到外头去割草，回来喂鸡。到了鸡窝里，他顿时就愣住了。谁来告诉他，3个老母鸡怎么下了6个蛋？我家鸡咋一天生2蛋呢？莫不是昨儿个忘记收了？不对，我记得早上起来我收了鸡蛋呀。把鸡蛋给捡了起来，往回拿。刚出鸡窝就发现，昨天陈大山挑回来的2担柴火上黑乎乎的。哎呀，难不成是我眼花了？他拿着鸡蛋走过去，一看可了不得了。一夜之间，这些柴火上长满了黑木耳，有大朵大朵的，也有刚长出来小朵小朵的黑木耳呀，新鲜的黑木耳。他连忙把鸡蛋给送回去，拿着竹鞭过来摘黑木耳，一朵一朵的，真喜见人。没想到儿子去打了一捆柴，居然还是能生财的柴。他上去手脚麻利的把大朵的黑木耳给摘下来，又把木柴给挪到晒不到太阳的地方，重新淋上了水。陈大山回来的时候，见陈老太正在对着柴火浇水。娘，你干啥呢？你怎么往柴火上浇水呢？陈老太回头看到他回来了，笑得非常开心。哎呀，这木柴上呀会长黑木耳，我给它浇水呢。长黑木耳？不是吧？你看，这不我早上摘下来这么一堆黑木耳啊，给木柴浇浇水，明儿个估计还能长。娘，咱家真的转运了。我看准了，这几年呀，咱家一直在走下坡路。这大姑娘一来，咱家福气也来了呀。那可不是，我今早到镇上天还不亮呢。他把今天去镇上的经过都说给陈老太听，又把米糕、布料、稻谷都拿出来给他看。陈老太摸着布料，神色恍惚。哎呀，这曾几何时，老婆子我也穿这样的布料呢。这什么布啊？是上好的绸缎。这布真好看，这粉嫩的真好看。这指定是哪家大小姐的衣裳。这么贵重的布料，定是要用好的裁缝才是，怎么会剪坏拿来给小海棠做衣裳？这做3套也用不完呀！20文，值。娘，你看我买的稻谷，人家永兴粮铺的东家为了腾仓库，把剩下的全都搭给我了，搭的比买的还多。这可都是好好的稻谷啊，没有霉，也没有结块，也没有虫子咬。哟，这大山买回来的可全都是好稻谷，这大山竟然用40文买了40斤。哎呀，天哪！不敢想象。娘，你煮了啥呀？这么香啊！陈老太这才想起来，陈大山和陈刘氏都还没吃早饭呢。哟，我煮的粥给忘了，你赶紧去吃糊糊，给你留锅里了。我把粥给桂兰端过去。娘，你忙你的，我去给他送。陈大山就把赶集遇到的好事儿都跟陈刘氏说了。陈刘氏诧异的不得了，又看看小海棠。
你是说咱家转运都是姑娘的缘故？我是猜的，没发现从昨天小海棠生下来到今天，咱们家进了多少东西吗？陈留氏也多少有些相信，他姑娘就是个自带福气的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小海棠醒了，他哼哼唧唧的想喝奶，陈留氏就掀起衣裳来喂奶，依旧是这边喂奶，那边往外滋。哎呀，你去拿碗来。拿碗干什么？直接对着喝就是了。陈大山拿开媳妇的手就凑上去喝，喝一口丢开舔干净，看看滋不滋，还滋还继续喝，不滋了就住了嘴了。陈留氏的脸红到了耳根子上。小海棠吃了这边的奶，又吃那边的，饭量还挺大的，比一般的小子吃的都多。喂饱了小海棠，你吃了没啊？还没呢，锅里留着呢，你先吃。陈留氏没见过虾尾粥，只闻着怪香的，小口小口的喝了起来。陈大山把小海棠给抱了起来，把小脑袋放在他的手心里。小小的一只，软乎乎的，真可爱。小海棠吃饱了奶，正用水汪汪的小眼睛好奇的打量周围。他看到了陈大山的时候，视线就没有再挪开。突然，他无意识的咧了一下嘴，可把陈大山给乐坏了。桂兰，他刚刚冲我笑了。这姑娘这么小，哪里会冲着人笑呀？真是傻里傻气的。喝米粥喝不饱，吃点米糕，这里头还有虾头，煎得焦焦的，你多吃一些。娘，你吃吧，我能吃饱。这是大山运气好，人家大户人家赏的，你尝尝吧，一般人家也吃不到。娘，你尝一块。我不吃，这玩意儿太甜了，我不爱吃。他说着就出去了。娘不爱吃，你全都吃了吧。你呀，娘哪里是不爱吃啊，分明是不舍得吃。你给他送过去一块啊。陈大山挠了挠脑袋。那我送一块去。快去，把虾头也给娘拿过去一些。陈大山就拿起一块米糕和几个虾头出来给陈老太送了去。手臂粗细的树一斧子就能砍断，一棵半抱粗的大树3斧子砍下去树就倒了。陈大山看了看自己的斧子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，从昨天开始他就发现自己的力气变大了，这种感觉真奇妙。他把树给砍成柴，归整好了，没有菌子捡了，先回家去吧，回家抱孩子去。突然窜出来一只什么东西，他没有看清楚就被绊了一下，却见一只火红的狗躺在地上晕过去了。看着又不像狗啊。他过去用脚踢了踢，那家伙嘴巴尖尖的，尾巴蓬松的。这是个什么东西？红色的小狗，长得可真好看呢。陈大山欢喜地看着他，这只小红狗年纪不大，还是个幼崽儿。陈大山心里想着，他娘估计还等着他回家呢，就想要放他一马。哪知道这时候小红狗居然醒了，他对着陈大山叽叽的叫唤，还躺在地上肚皮朝上，跟狗子求主人抚摸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只不过这家伙会笑，咧着嘴笑的叽叽的，看起来像是在讨好陈大山。陈大山看着毛茸茸的小家伙，也不忍心拒绝，就伸手摸了摸他。他摸了他一会儿。你回家去吧，你娘等你呢。大山娘，你快的啥呀？哎呀，这是大山买回来的稻谷，我给冲冲，等晌午啊，给桂兰煮大米饭吃。众人一听说是大米饭，都面面相觑。也不逢年也不过节的，他们家吃大米饭？这年头谁家吃得起大米饭呢？就算是煮米饭，也要拿野菜切成丁儿一起煮，米还没有菜多呢。哎呦，大山娘，你对大山媳妇可真好啊！他连个带把的都生不出来，你还给他弄大米饭吃。嘿嘿，大牛娘，你头一胎不也是生的姑娘吗？你家大姑娘到婆家一连生了3个姑娘了吧？我听说人家那边正要纳小妾呢。嗨，我说大山娘，你咋说这话呢？打人不打脸，吃饭不夺碗，你咋这么损呢你？大牛娘，你嫌我说话难听啊？啊？那你说的好听吗？你要不先说我嘴痒了，我说你呀。我说啥了？我说啥了？我不就说你对大山媳妇好吗？你又是说我生姑娘了，又说我姑娘不生小子，你这个人可真损。我说好话，你反过来说坏话，你就是损。你说的那是好话吗？啊？什么叫大山媳妇生不出来带把的？这头一胎生姑娘不正常吗？你说那话分明就是咒我老陈家绝后，你们还真是活该绝后啊！哼！大牛娘生气了，口不择言。陈老太立刻撸起了袖子，要跟大牛娘打架。其他的媳妇们看着要生事儿，连忙把2人给劝开了。大牛娘骂骂咧咧的被人给拉走了。你跟他计较什么？他的嘴就那样，上个月不是才被大牛爹给送回娘家去了吗？他娘家兄弟才把他送回来，大家都知道他啥人，理他干什么？哎，谁想理他呀？他非要出来找事儿。我给桂兰做大米饭吃咋了？谁规定生姑娘就不能吃大米饭了？就是朝廷也得有好几个公主啊，那娘娘们就不吃饭啦？
其他的媳妇们心里都酸酸的。大山娘对大山媳妇儿就是好的过分呢，生了个赔钱货，还给大米饭吃。咱们生了儿子也没吃上大米饭呢。吃的没吃，奶水也不够，孩子饿得嗷嗷叫。孩子饿得嗷嗷叫，家里的婆婆还嫌他不中用，奶水都没有，不给驴吃草，光让驴干活，这理跟谁摆去啊？瞧瞧人家大山娘，哎，人比人呐，气死人！好几个媳妇都暗暗的后悔，之前也有媒人给说媒，说的就是陈大山。但是他们家的爹娘嫌人家是外来户，又是孤儿寡母的，嫁过去容易受其他人的欺负。这不，家里兄弟们多的，家大业大的有个屁用啊！生了姑娘坐月子坐半个月，生了小子才给坐1个月，生小子还稍微能吃饱一些，生姑娘1个月子就得饿着。陈老太哪里知道他们心里的弯弯绕绕的。娘，这是个啥狗啊？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狗啊？长得还怪好看的。这是火狐，是狐狸，不是狗。啊，狐狸啊，跟狗长得还挺像的。你是从哪儿发现它的？陈大山就把遇到火狐的经过说给陈老太听。陈老太听完之后，看来这只火狐啊，跟咱们家有缘。那就留下来吧。这个小家伙长这么好看，钱来了就别走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咱养不起它，它天天都要吃肉的。陈大山听完之后顿时就闭嘴了，天天吃肉哪里养得起呀？两人正在说话，火狐就跑到屋里去了。他来到屋里，又跟刚刚一样躺在地上，露出肚皮来，想让陈留氏摸他。陈留氏见到火狐也诧异的不得了。陈大山和陈老太害怕这只小火狐会对陈留氏和小海棠不利，赶紧跟了进来，发现他还是那副乖巧又狡猾的模样。哎，这是啥呀？火狐狸。小火狐用小爪子扒拉了一会儿，见实在没有人理他了，就起来摇头晃脑的，在这个腿上蹭蹭，到那个腿上蹭蹭，然后跑到床边，猛然立起身子来，前面2只爪子扒在床沿看着小海棠。3人都惊奇的看着小火狐，小火狐冲着小海棠笑，还慢慢的伸鼻子闻它，那动作就跟狗差不多。小火狐看到小海棠显然很兴奋。陈留氏看着小火狐这么有灵性，也很喜欢，伸手摸了摸他的头，他极力的把头给伸过去让他摸。哎，多有灵性的小畜生啊！要不是点喂肉，留下来也可以。陈留氏一听说小狐狸要吃肉的，眉头顿时就皱了起来。把它给送回去吧。好嘞。他说着就把小火狐给抱起来。我把他给送回家，估计他娘也找他呢。陈大山把小火狐给放到背篓中，背着上山去，到了之前遇到他的地方，把他给放了。你回家去吧，你娘在家里等你呢，等你回家喝奶呢。小火狐却吱吱的叫着，对着他翻肚皮不肯走。陈大山一直催促他走，可是小家伙就是不走。他下山，小家伙跟着他一起下山。他走几步就撵他回去，但是他就是不肯走，还摇头摆尾的朝陈大山示好，并且还讨好的跑到他的脚下，又对着他翻肚皮，还眯着眼睛笑。陈大山实在是无法拒绝这小东西，又蹲下来摸他，好话说尽，劝他回去。奈何小火狐就是不走，他又怕把他自己丢在这里会有危险，只好又把他给装到背篓里，把他给背回来了。陈老太叹了口气，摸了摸小火狐。哎，你到我们家，我们养不起你呀。另外呀，你留下太危险，这村里的人看到你，非扒了你的皮不可。娘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啥好办法？顾家那个小厮顾宝，说我从山里弄到什么东西，就给送到顾府去。咱家养不起小火狐，就给送过去让他们养吧。提前跟他们说，他们要是愿意养的，就给他们；若是想吃它，那可不成。行，也只好这样了。先去问问他们要不要，不要的话再说吧。大山哥，你这是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上山捡了个灵狐，送过来给你们看看。你们要是养的话，我就给你们留下；不养我就带走。大山哥，你跟我进去，我带灵狐去见老夫人，看看老夫人要不要养。老夫人，这回可不愁太后娘娘的寿诞了。礼物这不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吗？方才顾宝说，卖主说要是咱家要养，就给咱们。说是送礼，这个还得再跟卖主商量商量。你去问问他，这灵狐是要往京都送的，他肯不肯给？送礼物给太后娘娘吧。太后娘娘吃斋念佛，会给小火狐吃肉吗？陈大哥，你想什么呢？太后娘娘吃斋念佛，又不是她身旁的宫女吃斋念佛。这小灵狐到了宫里，一准会安排专门的宫女照顾着。对呀。那就给你们吧。陈大哥，等一下，我们顾府绝对不会白白要你的东西，你且等着，我去禀明老夫人。陈大山不忍心要钱，那感觉像是把灵狐给卖了似的。灵狐是送出去让别人花钱养的，于是转身就走。娘，您不用单独给我做饭了，你们吃啥我吃啥就成。那怎么行啊？你现在是一个人吃2个屁眼了。
怎么能跟我们一样？陈老太抱了抱小海棠，逗弄了一会儿，才出去让陈大山不要再劈柴了，赶紧把尿布给收进去。陈大山应了一声，收了尿布到屋里去。小海棠还在睡，他看向小海棠，心里都软成了一滩水。陈刘氏眉头一皱，两只手连忙按住胸部。又惊了吗？来，我帮你。他说着拿开陈刘氏的手，掀开了衣裳。他就是为媳妇排忧解难来的，但又不能太过了，要不然姑娘口粮就不够了。他保证，他吃的都是姑娘吃不完的。陈刘氏红着脸，以后还是拿碗给接着吧。何必呢？费事儿，这样多好啊，碗也不用洗了。不过你可真有用，我也跟着小海棠沾光了。陈大山嘿嘿地笑着，一脸的满足。娘给安排的伙食太好了，我都不想吃那么多好东西了，浪费。你只管吃，剩下的就不用操心了，不是还有我吗？你赶紧吃，吃完了晚上睡觉前还能再吃一顿。陈大山又摸了摸小海棠的脸，这才出去把院子里劈好的柴给码起来。陈老太又去收鸡蛋，这次他确定了他家的鸡就是一天生2个蛋。你千万别说出去啊，要是说出去了，这村里的人一准认为他们家的鸡跑咱家生蛋来了，到时候说不清楚反倒生事儿。陈大山连忙点头，大山哥，我可找着你了。来找我的？呢？快屋里坐。这位是陈老夫人吧？哎呦，我这农家老妇哪里受得起老夫人这个称呼啊？我也不多耽搁了，我是来给大山哥送背篓的。另外，这一些银子是我们家老夫人赠予你的。啊？老夫人本来是想给你们银票的，但又怕你们不识银票，特意让我兑换了银子给你们。你们赶紧验验，我得回去跟老夫人回话呢。他说着把钱袋里的银子全都给倒了出来，这里一共300两银子。陈老太心里暗暗惊讶，这出手如此阔绰，这姑父怕是不简单。陈大山也呆愣住了，他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多银子。大山哥，你放心，我们姑父肯定不会弄虚作假的。不是，我们不能收。怎么就不能收了？这也太贵重了。我们家老夫人已经决定把灵狐给送到京都去，到时候太后娘娘一高兴，我们家大爷的官途不就顺了吗？皇上再赏赐一些东西，那可不止300两银子了。你也不用太内疚了，我们顾府不亏。陈大山彻底的被震惊到了。有钱的人家到底有多有钱呢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谢谢顾老夫人了。这些黑木耳是我们家出的，您捎带回去，当做答谢礼了。那就谢谢了。顾兄弟，留下来吃午饭。不了，我得回去回话呢。我走了啊，你们留步。娘，你不是总是说让我不要贪心吗？我们呀留下了顾家的钱，顾家就不会觉得亏负我们了。我们若是不留下钱，他们总觉得亏负我们，还有可能误认为我们有其他的所图。陈大山似懂非懂，但是从娘亲的话来看，留下钱是对着的。陈老太把钱给收拾了起来。这小海棠办满月宴足够了。陈大山嘿嘿笑了笑，在此之前他并没有想过给小海棠办满月宴，不是不想办，实在是办不起。你同我一起到镇子上去，上次当出去的东西或许还能赎回来。行，我来赎东西。掌柜的认了认自家的当票，当1个月，如今刚过半个月，你就要赎回了。掌柜的还想着这宝贝不会有人来赎了，正准备过了档期就送往京都去。这可是好东西呀！当初给他的时候只给了2两银子，如今就算是翻倍，也不过是4两银子而已。不过做生意讲究诚信，人家来赎了不能不给呀。你如今赎回去得3两银子。这才半个月就涨了1两银子吗？那你们看要不要赎回吧？赎。掌柜的把东西给拿了出来，这是一块质地很好的玉璧，一只桃木簪，加上2套质地非常好的衣裳。玉璧是他男人留给他的，桃木簪是他亲手刻的，其中最值钱的当然属玉璧了。陈老太认了认东西，掏出了1锭银子。掌柜的见他掏出了1锭银子，惊讶的目瞪口呆的，他连忙验了验真伪，确实是银子。你们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得了这么多钱？我们有了发财的路，还要告诉你吗？我不过是问问而已。娘，咱们很久都没有见猩猩了，能割点肉不？割，还要割大块的。于是陈大山到了肉案前，要了1大块肉，他感觉自己能一顿吃下1头猪。我说我们买了你这么多东西，那大骨头就送我们吧。行，没问题。陈大山把东西都放在背篓里。娘，我们再去看看稻谷还有没有打折的。母子2人正朝粮铺那边走，不想遇到了很多人围在一起。人群中有个女人哭着说着：
陈老太听明白了，感情的男人生了病，他不得已把家里养的鸭子全都拿出来卖了。他心肠软，看到女人哭得这么惨，就善心大发，跟陈大山说：“大山呐，不如我们买几只吧。”陈大山也正有此意。婶子，10文钱一只。我们全都要了，你得给算便宜一些。陈老太一阵气结：“哎，这个傻儿子，这腰里才几个子儿啊，就在这儿当大爷了。这位大哥，10文钱已经很便宜了。是，人家肥鸭才10文一只，你家这鸭子都尖嘴猴腮的，也要10文吗？那9文吧，9文就9文吧，数个数。一共26只。陈老太会算，当时装不会，让旁边的人帮忙给算算多少钱。一共234文钱，大家核实核实，看看我算错了没有？没错，没错。怎么啦？这2天奶不多了吗？多，姑娘都喝不完。那你都让躺了吗？怎么没拿碗接？陈刘氏的脸红到了耳根子，支支吾吾的不好意思说。陈老太就害怕奶水那么足贵的东西可别糟蹋了，没想太多。这会儿见儿媳妇的脸红成这样，顿时就明白了怎么回事，她也被羞臊的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转头出去了。陈刘氏的耳根子还是火辣辣的，陈大山就过来问他要不要喝奶了。陈刘氏娇嗔的看了他一眼：“都怪你。”“怎么怪我了？”“方才娘问我这2天怎么不接奶了。”“这样省事儿了，省得洗碗了。”“你正经点儿。”小海棠醒了，他睁开眼睛看到陈大山，陈大山连忙把他给抱了起来，轻轻的拿鼻子去触碰小海棠的小脸蛋儿。“哎呀，痒死了！”小海棠打了个喷嚏，他这么一打喷嚏，可把陈大山他们夫妻俩给吓住了。他们都连忙看向小海棠，却害怕的着凉了。小海棠哼哼唧唧的饿了，陈刘氏连忙把小海棠给抱了过来，让他喝奶，他喝他也喝。小海棠喝着奶还哼哼唧唧的。陈大山喝了2口，起来看正在喝奶的小海棠。小海棠本来是看着娘亲的，但是爹也凑过来了，就慢慢的看着他。陈大山盯着他问陈刘氏：“这刚刚那是什么眼神啊？”“难道是在鄙视你吗？”“不会是嫌我喝了他的口粮吧？”“他又喝不完，你要是不喝，我憋得难受。”奶胀也挺难受的，大山喝了，他胸口也不憋得慌了，所以他也高兴让他喝。陈大山伸手捣了捣小海棠的脸蛋儿：“你别怪爹爹哈，你娘给你准备的口粮太多了，你也喝不完，他也难受。爹爹是在帮你娘排忧解难。”小海棠吃着奶，还是斜眼看着他。陈大山也被他给逗笑了，越看越喜欢。“不好了，大山，鸭子全跑了！”陈老太在院子里叫了起来。陈大山慌慌张张的跑出去，见院子里果然连一只鸭子都没有了。陈老太面色难看的不得了，本来买这么多鸭子，她心里就不满意，进村又被嘲笑。“哎呀，这回可好了吧？这村里人要是知道鸭子全跑了，还不得笑话死我们家呀！”“娘，啥鸭子呀？”小海棠看着陈老太，那黑葡萄似的大眼睛亮晶晶的。陈老太烦躁的心顿时就静下来了不少。“这上午买的几只鸭子跑了，阴沟洞没有堵，全顺着阴沟洞跑了。”“啊，那还能找得回来吗？都是生鸭子呀。估摸着难呐，又不是咱家自个儿养大的鸭子，跑出去了还能认路？这些鸭子都是今儿才买回来的，能认路吗？说不定啊，还跑回原家去了呢。那钱不都是打水漂了吗？”陈老太看着小海棠睡着了，这才去把尿布都收拾起来，到河边去洗尿布。“大山，你干什么？”“我下去撵鸭子。”“这河水1、2丈深，你下去撵，你比鱼游的还快呢。你咋不长膀子飞过去撵呢你？”陈大山挠了挠后脑勺：“娘，鸭子就在河里。”“我眼睛还没瞎，下去吧啊！下去撵鸭子，然后鸭子没了，你也没了。”“娘。”陈大山心里七上八下的，娘怎么净说一些不吉利的话呢？“闲着没事把尿布洗洗。”陈老太把盆子塞给了陈大山，陈大山只好蹲在石头上开始洗尿布。陈老太则是生气地坐在石头上，看着河中间的鸭子，眼睛要是能射箭，那些鸭子估计会被射成筛子。“没事上山砍柴去，别在河边晃。”“鸭子不要了吗？”“你能撵上来吗？”“算了，还是上山多打些柴，争取早点把鸭子的钱给挣回来。”他回家就拿上砍柴刀上山去了。走着走着，突然看到了一只兔子，他想抓着兔子，追着兔子就跑。兔子跑得多快，他能追得上吗？肯定追不上啊！算了，不追了，早些砍柴回去逗姑娘吧。跟一只小畜生较什么劲儿啊？不想他一回头就看到了山中一大片的空地。不是空地，是高岗。天哪，在山里砍柴这么多年，从来都不知道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高岗呢。
其他的地方都长了参天大树，但是这个高岗上却不是树。他连忙爬上高岗，走近了才发现，这些红彤彤的小果子不就是北头半山坡的坟地里长的那种小鬼椒吗？只是这些小鬼椒更大更红。他摘了个尝尝，有些甜，比坟头上长的那些好吃呀，又甜汁水又多，一个一个的长得跟个小拇指肚子差不多大。摘，抓不住兔子，摘点小鬼椒回去，给娘和媳妇儿解解馋也好啊。但是这里太多了，根本就摘不完。剩下的明天再来，这玩意儿弄到顾家，不知道能不能换成钱呢。就兜着一大兜的小鬼椒下了岗子。他下山到凸起的大石头那边的时候，刚好遇到采药下山的何大夫。何大夫，你上山采药了？你兜里兜了什么呀？小鬼椒，尝尝，这是枸杞。什么枸杞？这不就是小鬼椒吗？你从哪里摘的？山上啊，你直接往上头上，上头有个大岗子，其他的地方都有树，但是那个大岗子上没有树，上面全都是小鬼椒。这可是好药材呀，这是药材呀！村里的人都说这东西是鬼菜，长在坟地里就是供鬼吃的。何大夫有些好笑，你吃了这鬼菜，不怕鬼来找你麻烦吗？以前我饿的时候，就到北头半山腰里去摘这个吃，鬼大概知道我们娘俩快饿死了，也没来找我们的麻烦。这东西甜丝丝的，还挺好吃的，你尝尝。何大夫拿了个尝尝，确实不错。你要给你倒走一些？不了，今天天色已晚，明天我自己上去采。可以的，剩的好多呢，你得拿2个背了，2个也不一定能摘得完。何大夫对着他道谢，就下山往东走了。陈大山回家去了，还没到家，就听到鸭子呱呱的叫声。鸭子回来了。只见一只鸭子领着其他的鸭子，试探着往他们家的方向走，走2步，呱呱几声。再仔细一看，鸭肚子都鼓鼓的，很显然在河里吃得很饱。鸭子看到他进去，也都跟着进去了。到了院子里，他们很自觉地到东南角卧了下来。陈老太听到鸭子叫唤出来一看，也愣住了。他连忙数点了一番，所有的鸭子都回来了。他很吃惊，就算是自家养大的鸭子，到了河里有水的地方，有吃有喝的，他们也未必愿意上岸回家呀。哟喂，这么神奇的吗？咱们家的鸭子是有灵性的。行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出去打点鸡食回来。陈老太晚上在陈留氏的屋里已经睡了几晚了，他确定陈留氏会照顾孩子。今晚我回自己屋里去睡，让大山睡这屋。不过大山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得睡在板凳上，这月子里可不能同房，要不然会得月子病的。陈留氏脸红得不得了，大山的脸也红得厉害。见娘那边没啥动静，就拱上床了。还是床上睡着舒坦呢。他躺到里面，让小海棠躺在他们2人的中间，他用胳膊环住他，另外一只手搭在陈留氏的身上，他心里美滋滋的。娘可真会为我们考虑，娘肯定是不想晚上再折腾了，所以让我们睡在一屋，晚上奶精了也不用下去拿碗，我们可以自行解决。你真是不害臊。这有啥害臊的？你知我知，出去不说就对了。陈大山也害怕被旁人给知道了。陈留氏心里想着，哎呀，羞死人了，谁会往外说啊？第2天天才蒙蒙亮，鸭子就在院子里嘎嘎起来。他去开大门，鸭子连飞带跑的都往外跑，他们个个都伸着脑袋往外跑。还没到河边，有的鸭子就扇展翅膀飞到了河水里。他们在水上玩了一会儿，就往芦苇丛里去了，那里有很多鱼虾。他们跟大部队似的冲到了芦苇丛中。老太在门口看鸭子游到了芦苇荡里，脸上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。他关上门回来，看到鸭子卧过的地方很多鸭蛋。鸭蛋呢？他连忙到厨房里拿着竹篮子过去捡鸭蛋，白白大大的鸭蛋。这不是做梦啊，是真的。没想到这些鸭子还都是能干的呀，这么瘦的鸭子竟然能生出这么大个蛋来，这鸭蛋至少能卖1文钱一个。数了数20个，那几个没下蛋的大概都是公鸭。现在他们家的鸡蛋都吃不完了。陈老太现在不缺钱了，也没想着卖。这下个月大姑娘就要满月了，这办满月宴，鸭蛋说不定能用得上呢。何大夫，快屋里坐。何大夫看到陈大山正在拌鸡食，也有些意外。经常干这事吗？他指了指他手里的鸡食。这又不难，搅一搅拌一拌就成了。那你在家还干什么？我啥都干，刷锅挠灶，劈柴挑水，尿布我也会洗。你娘让你干啊？我娘说家务是一家人的事务，全家人都得分担，男人和女人都一样，共同撑起一片天嘛。何大夫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就是来问问大山那个高岗在哪里。那个高岗就是我给你指的那条路，一直往前走啊，走着走着就到了。你确定有路？有啊，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。那就有劳了。2人上了山，到了那块凸起的大石头跟前儿，他习惯性的在这里逗留，伸手摸这块大石头。这块石头有什么异常吗？不是啊，我每次在这上头磨砍柴刀，砍柴就特别快，3下就能砍断这么粗的一棵树，这是心理暗示。
什么是心理暗示？就是你不断的告诉你自己很厉害，然后你就真的很厉害了。哦，那我就不断的告诉自己我很有钱，以后我们家就会有很多钱。好像没啥毛病啊，但是不容易实现。两人上了山，陈大山就顺着昨天兔子领路的地方去。走了一段，他就指着树跟何大夫说：“看，这是我留下的痕迹。”但是他们走了一会儿，始终找不到昨天摘小鬼椒的地方。大山左右看了看，没道理啊，就在这里啊！你看这里还有我踩过的痕迹呢，怎么没了？那么大的一片呢，奇了怪了。何大夫看看地上，确实有痕迹，但就是没有他说的那一大片高岗。你说的高岗子什么样？大概有这么高，上头一棵树都没有。你看这周围都是密林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天，他又上去砍柴，想起昨天去找那个高岗没找到，有些不信邪，又去昨天去过的地方，那个高岗子就在眼前呢。他爬上去一看，还是有很多小鬼鲛。他有些迷糊了，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何昨天带着何大夫来就没有看到呢？他今天又留了个心眼儿，走一路撒小鬼鲛撒了一路，下山后就去找何大夫，让他再跟他上山一次。何大夫跟他一起上来了。你看路上都是我撒的小鬼鲛，这回一定不会错的。可是等到他们走到小鬼鲛的尽头，还是一片密林，正是他们昨天来过的地方。陈大山要哭了。我不会真的撞邪了吧？难道是因为我吃多了小鬼鲛然后撞鬼了？真的撞鬼了你就出不来了。我怀疑这里有奇门遁甲，你一个人来刚好就能进去，我一来因为磁场不合所以就进不去。奇门遁甲？你说啥磁场不合？这个跟你解释不清楚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那个地方你能去，但是我去不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可我有些害怕呀。不用怕，这大概是你的机缘。既然你2次进去都能够完好无损的回来，证明这里对你是开放的，没有任何影响。陈大山想想觉得也对，身上并没有什么不舒服。不如我到半山腰去挖药材，你看看你还能不能找到那个高岗，这样就能印证我的猜测，对不对了？果然又到了高岗的这里，跟何大夫说的一样，他连忙呼喊何大夫，但是没有回应。其他的暂时不说了，先摘吧。他摘了满满的一筐小鬼鲛，下山去了。何大夫在山下等他，见他背着一篓子枸杞下来。果然是奇门遁甲。看来你说的是对的，我并没有任何不适。这样，你要多少我给你摘。你有空摘了就给我，我给你钱。一连过了好几天，陈大山都采了枸杞给何大夫。上次买了不少粮回去，这就吃完了。心里下来了没有？还没有下来呢，田里的稻谷还都在收割呢。过几天我们家要办满月宴了，所以要买新粮。这个不难，你啥时候要用啊？ 6、7天吧，出趴满月宴，先生给批的好日子。没问题，5天，我们5天就能打新粮下来。你哪个村的？要多少？到时候我们给你们送过去。合欢阳的，我叫陈大山。那你们有多少宾客呢？我们要请合欢阳的乡亲们吃席，你们就尽量的多送一些，剩下的我们以后还能吃，要是不够就丢人了。那山愉快地付了他500文，这些算是定钱。买肉吗？我们今儿不割肉，8月初8要办满月宴，这提前来跟你打个招呼，等初7的时候提前帮我们买头猪杀了。王家宝一听，这一刻就爽快地应下来了。是先给你钱，还是到时候一起算？还不知道生猪卖啥价呢，到时候一起算吧，反正我们东西2寸，又跑不了。行，那你一定得给我们买到猪，这事儿就包您身上了。一定，这个骨头你拿回去给你媳妇熬汤喝吧，大补。这不好吧？没啥不好的，送给你了。我这家里的鸭子呀下了几个蛋，我给你们送几个过来尝尝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不瞒婶子你说，我家大姑娘要满月了，我们准备办满月宴，这人手啊还得杨叔帮忙安排呀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人手你就不用操心了，不过去帮忙的人可都得管饭呢，这是合欢阳的规矩。那是自然的，我们家又没什么亲戚，这所有的亲戚啊都是合欢阳的人，这办满月宴招待的也都是咱村里的人。王屠夫赶着猪慢悠悠地往陈大山家这边走。那猪水烧好了吗？正烧着呢。帮忙的人呢？我们2个人不可以吗？这畜生劲儿很大，我们摁得住吗？我力气大。我可提前说好了啊，要是你摁不住，猪血可就要洒了。没事，能按得住。王屠夫听他这么说，还能说什么？王屠夫把杀猪的家伙事儿全部都给拿了出来，猪似乎也感受到了危险，想要跑。陈大山上去骑在了猪身上，双手抓住猪前脚，低吼一声往2旁一掰，只听到猪腿骨咔嚓一声，猪顿时就惨叫了起来，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王屠夫看着目瞪口呆的，刀也放进磨了。陈大山徒手把猪腿给掰折了。
乖乖嘞，这货咋那么猛啊？把猪腿给掰折了之后，陈大山自己也愣住了。他不过是想阻止猪逃跑而已，没想到咔的一声折了。猪惨叫着，陈大山就嘿嘿一笑。王大哥，猪跑不了了。王屠夫这才回过神来。王屠夫手脚麻利，刮干净了猪毛之后，让陈大山赶紧回去把猪案给腾一下，他得把猪给分割喽。我们得把猪给抬回去。放着，我来。他说着就一塌腰，卯了一口气儿，伸手去拽猪后腿。王屠夫见状，连忙跟着搭把手。只见这一头300来斤的猪一下子就被陈大山给背在了背上，他背着猪就往家走，底盘稳得很，健步如飞。王屠夫惊讶的目瞪口呆的站在原地没动。贝兰啊，你瞅你都吃胖了。就是胖了还白了。我娘净给我吃好的。这是你有福，遇着个这么好的婆婆。哦，你家这大姑娘也是吃胖了呀。就是才1个月没见，瞧她长得这个个头，身上肉乎乎的。这个媳妇说着，还伸手去捣了捣小海棠的脸。哎呦，瞧这大姑娘的脸哦，那肉乎的跟气儿吹的似的，真可人爱。白白胖胖的小孩大家都喜欢，他们都围着小海棠，有人对着他弹舌，小海棠顺着声音看向弹舌的人。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。另外一个媳妇也弹舌，小海棠又朝他看过去。哎，他也看我了。于是这几个媳妇轮换着弹舌，弹过来弹过去的，小海棠找来找去的，好累呀。大人哄孩子，孩子哄大人。人家还只是个宝宝，为了配合你们，真的好累。这陈家大姑娘可真好看呀！来，让我抱抱呗。这还香喷喷的。其他的媳妇凑过来闻，果然很香。给我抱抱。还给我也抱抱。诸位媳妇都忙着抱小海棠，小海棠被人抱着，一会儿转一下手，一会儿又落入一个陌生人的怀抱。本来他们是存着别样的心思来抱小海棠的，但是抱到了手里，不知道为啥心里就真的喜欢了，那是打心眼里的喜欢，喜欢的不舍得撒手了。哦，真是好漂亮的姑娘，白生生的，香喷喷的。你们看，她还会笑。呀，这不是才满月吗？就会笑了。你看看。正说着，小海棠又笑了笑。众人看到小海棠笑了，都忍不住跟着咧开了嘴，他们都更想让她再多笑笑。我姑娘才7、8天就会笑了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哎呀，你家姑娘太聪明啊！你进去照看姑娘吧，我来忙。你还能比我干活快啊？陈留是一噎。说实话，她干活不咋地，做饭也是磨磨唧唧的。她也不知道为啥，同样是做一顿饭，婆婆进到灶房里，手踢脚爬的，不一会儿就踢通利索了。她也是一样的做饭呢，可就不知道为何没有婆婆那么利索。做饭说话，她觉得自己都不如婆婆，就连吃饭也没有婆婆快。婆婆1碗饭吃完了，她有半碗呢，她也不知道这是为啥。你要是想出来透透气呀，你就去把姑娘给抱上，姑娘身边可不能离了人儿。哦，陈留是哦了一声，回去抱小海棠去了。陈大山家这个时候非常热闹，外面的桌子上已经坐满了人，每家每户都来人了，一家至少来了2口人，有的一家来了3口，还有来4口的。顾宝拿着礼物进院子，来到了礼桌前。这是顾府的礼物。他把细棉布和长命锁以及2两银子都给放在了礼桌上。李正惊讶的不得了，其实让他惊讶的是，陈大山什么时候认识顾府的人了？办满月宴，人家顾府还来给送礼来了，这一出手就是2两银子1个长命锁，长命锁都是纯银的呢，值不少钱。那1匹布也值不少钱呢。哎呦，好大的手笔呀！经牛镇西边的顾府吗？正是。何大夫连忙把礼物给记了下来。顾宝兄弟，你来了。陈大哥，你怎么偷偷摸摸的办事啊？幸好我消息灵通，这不，老夫人让兄弟我给您送礼物来了呢。山呐，你这位朋友给你家大姑娘送了个长命锁呢。他说着，先把长命锁给大山。大山辨别不出来什么好坏了，但是他相信顾宝肯定不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他。兄弟，你来就好了，怎么还带礼物来了呢？这是老夫人让送过来的。哟，这可是纯银的呢。娘，这个现在就要给小海棠戴上吗？先收着吧，大姑娘现在太小，等到白天之后再戴吧。大家走的时候嘴巴都塞满了肉，两腮都鼓鼓的。这边人都走了，那些帮忙的才开始吃饭，酒肉都是充足的，他们也都敞开肚皮吃，馒头米饭一点都没缺少，还剩下了不少。邓厨子也觉得有些奇怪，因为他给煮米饭的时候是让徒弟出去大致清点过人数的，他按照清点的人数煮的米饭外加馒头，应该是剩不了这么多饭的，可就是剩下了，而且还剩下不少。菜也有剩下来的，都倒在了大木盆里。陈老太按照他们村里37户人家把菜给分成了36份，让陈大山挨家挨户的去送。
把你们留下吃就好了，怎么还往外送呢？剩下的多，我们吃不完，不分了恐怕馊了。对方赶紧把碗给腾出来，总不能让人家空着碗回去吧。主人家就拿抹布把碗里擦了擦，去把新收下来的谷子给装了一碗给陈大山。陈大山口里说着不要，但是经不住对方的热情啊，他只好抱着碗先回家去了。不管是抠门的还是大方的，收到这么一大碗饭菜的时候，多多少少都会随一些东西回来，不让大山空着碗回来。至于是个什么道理，谁也说不出来，大概叫做礼尚往来吧。大山跑了好多趟，终于快送完了，给李正家和何大夫送一些就齐了。陈老太又另外割了2块肉，一块送给李正，另外一块送给何大夫。小海棠啊，这是鸭呀。鸭子嘎嘎的，小海棠就盯着鸭子看，不哭也不闹，乖巧极了。陈大山回来了，放下背篓就来抱小海棠。还不去盛饭去？陈大山摸了摸鼻子，先去净手盛饭了。我来抱他，您先去吃吧。不用，你赶紧先吃你的。陈老太说着，就抱着小海棠坐在了桌子的上手，见他双脚盘在椅子上，把小海棠放在腿上，单手抱着他，另外一只手使唤筷子，动作娴熟得很，根本就不耽误他吃饭。小海棠盯着陈老太的嘴巴，见他吃饭也急得眨巴嘴。大姑娘啊，你现在还不能吃这些啊，要等你长大了才能吃啊。小海棠却还是盯着他的嘴，小眼睛一眨不眨的。陈老太被他这个萌样子给逗笑了，他拿着筷子蘸了蘸汤汁儿，递给小海棠。小海棠扑叽扑叽的就缩了起来，一脸的享受。陈老太开心的笑着：“哎呦，这大姑娘也是个贪嘴的呀。”她能吃饭吗？不能，要5、6个月才能呢。桂兰，你要多吃饭啊，多吃饭才能多下奶，这大姑娘才不会饿着。陈刘氏心里想着，这现在也饿不着大姑娘啊，不仅饿不着大姑娘，连同大姑娘的爹也快喂饱了。陈老太早早的就吃了饭，抱着小海棠坐到一边去了。大山风卷残云一般的干掉5碗大米饭，他把肉给扒拉到陈刘氏的碗里，又盛了半碗饭，把盘子给抹了抹，拌着汤汁儿，吃的一粒都不剩。咱们还剩下那么多粮食，要送回去吗？不用送回去了，留着我们自己吃，回头还得再买点谷子回来。娘，我们还要买粮食吗？当然了，这都8月份了，再过几个月就要天寒了，出去运粮都不方便。可是咱家现在就4口人，姑娘还不会吃饭，买那么多粮干什么？你一个人扛人家5、6个壮汉吃饭，你说要这么多粮干什么？我其实不用吃这么多的，之前我不是也吃的很少吗？这以前啊，咱没条件就不说了，以后咱们有条件了，这饭一定得吃饱吃好。这人呢，过一辈子图什么呀？这饭都吃不饱，还有什么乐趣可言？娘说的对，回头我再上镇上，我就再买一些粮食回来。今年咱们要过个大肥年。来，你抱着大姑娘，我去刷锅洗碗。剩下的那些猪肉啊，我们还得给处理一下，要不然馊了就不好了。陈刘氏却还在吃饭，小口小口的，看着都快把人给急死了。也幸亏陈老太跟大山母子俩已经习惯了，要是不习惯的话，恨不得替他把饭给吃了。陈老太弄好了肉，跟陈大山说：“大山，你去王村把王屠夫的钱给了，再去把邓厨子的钱也给了。”天都快黑了，还去吗？去吧，那明天人家邓厨子又出去做活去了，不好找到他。我就不进去做了，我娘让我来问问，得给你多少钱呢？猪是郭队买的，一共算1、2万银子吧。王大哥，你说好了钱？咱们谁跟谁还用得着数钱吗？咱们东西2个村子知根知底的，还怕你糊弄我不成？还得王大哥陪我去邓厨子家一趟。好说好说，我娘让我来给你算钱来了。你娘还说其他的了没有？哦，说了，我娘说你的手艺不错，没有给我们家半丢人，还让我务必要今天晚上把钱给你送过来，隔夜都不行。他拿到了钱，拉着王屠夫和大山到屋里去坐。我不能常坐，我还得回家呢，回去晚了我娘会挂念的。就小坐一会儿。他们刚坐下来不一会儿，王屠夫的媳妇儿就端着一盘花生米出来，还有一盘凉拌猪耳朵。邓厨子又拿上了酒。邓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明天没活，难得清闲，我正愁喝酒没人陪呢。既然你们刚好来了，那就陪我喝几盅。他说着就满上了酒，3人就坐在一起喝酒了。说话间，他们就把话题给转移到了陈大山家。大山家现在跟以前的变化挺大的，先前他们割肉的时候就割一点点儿，跟鸡蛋似的，压根就上不了秤。要不是知道大山媳妇怀孕了，大山买这么点肉回去是给媳妇吃的，他都不愿意卖。但是大山媳妇生了孩子之后，他们家就突然有钱了，弄的钱都好像是大山家姑娘带来似的。他就跟大山打听他家怎么突然有钱了，
大山虽然喝了几盅酒，但是人没有糊涂呀。娘交代他不能说的话可千万不能说。也没啥，平时我就是去砍些柴卖。柴能值几个钱？兄弟，你有了发财的门路，可不能不带哥哥们呐。我说的是真的，不过运气好一些，这2回下雨我都捡了不少的菌菇。我寻思着也吃不完，就拿到青牛镇上去卖。这不，凑巧遇到了顾宝，他要买菌菇，给的价格还高，我就卖给他了。采菌菇就那么2回，你还能卖多少钱呢？菌菇确实就那么2回，上次我们家买的那些瘦鸭子，回家也都下蛋了。我们吃不完的鸭蛋都给顾家送过去了。而且我们砍回来来不及晒干的木材，遇到下雨天又长出了黑木耳来了。你们去我家也看到了吧？就在墙角下，上头还盖上了草。兄弟啊，就没有别的了？哪里还有别的？我们东西2个村子，谁家吃了几个馍，你能不知道吗？至于火狐狸跟一只鸡下2个蛋的事儿，他坚决不说。王屠夫听他说这些话，觉得有道理。他们是东西2村的人，村庄离得还很近，谁家发生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儿，马上能传得沸沸扬扬的。他们家要是真的有什么奇遇，哪里能瞒得住呢？你可别怪老哥爱多管闲事，问得多啊。老哥纯属是关心你们。那我知道，大家都是好意。他为人是很实诚，但不是傻子，他心里有谱呢。要不是这一次办事儿，他家展示出来雄厚的财力，他们这些人会请他喝酒？以往那么长时间，怎么没见过人请他喝酒啊？不过他娘也说过，人性就这样，不要去埋怨谁。又说他们是外来的，在这里生活，一定要尽量的跟村里的人搞好关系，只要大家都能过得去，毕竟大家的日子过得都挺艰难的。那你们家跟顾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搞了半天是这种关系？对呀，那顾宝是顾家的一个小厮，是个很实在的人，每次我去了他都不亏待我。那顾家是干什么的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他们家的大门很高很气派，院子很大，上次我进去都迷路了。那你就没有跟顾宝打听打听？这有什么好打听的？我卖给他东西，他给我钱，也就算是2清了。他说这话倒是把王屠夫和邓厨子都给弄得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感觉他好像是在怪罪他们打听那么多事儿一样。不过大山这么实在，应该不是故意的。嘿，人家陈大山就是故意的。老实人就不会了？会呀，跟娘学的。喝酒，不是我说，你得往长远的打算打算。请王大哥直说。你看，你家以前没有孩子也就不说了，现在你媳妇儿开了怀，生了姑娘，那就得往长远去打算。等姑娘养个2、3岁，你们再生个儿子，那你可得给儿子挣一份家产出来。我只会砍柴，也没啥手艺，在块田种着，解决你们吃饭的问题。再慢慢的囤积，把你家以前卖出去的田再一点一点的置办回来。家里有了田才有底气。虽然你能上山砍柴，可这种地才是头等大事儿。你看我每天去卖肉，可是这家里的田还种着。这个得跟我娘商量，我拿不定主意。不过我们家暂时估计买不了田，买1亩地就得好几两银子。这家伙也没说实话，他牢记娘的话，钱财不外露。这个倒也不急，我不过是给你指条路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赶紧回吧。两人顺着小道爬上了大岗子，坡上岗的风更大，大山越发的觉得脑袋嗡嗡的，头重脚轻，一脚高一脚低的。王屠夫知道他不胜酒力，有些担心他会醉倒在路上。累不累啊？要不要歇歇？啊！大山嗯了一声，两人就找了棵大树，靠着树干坐在了地上。刚坐下来，王屠夫就感觉到了不对劲儿，他屏住了呼吸，果然听到了除了他跟陈大山之外，还有第3个人的呼吸，而且非常急促。他打落到陈大山。你听到什么了吗？陈大山支棱起耳朵来，好像有人。谁在这里装神弄鬼的？给老子滚出来！只听到呼吸声越发沉重，却没有人说话。王屠夫顺着声音把灯笼往前一举，突然嗷了一声，连连后退。大山本来昏昏欲睡，但是听到王屠夫嗷这么一嗓子，给吓得瞌睡顿时就跑了，眼睛也睁大了。王屠夫指着前方，惊恐的说不出话来。陈大山朝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靠近一看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好家伙，眼前一条大蟒正勒着一个人，这个大蟒跟水桶差不多粗，脑袋跟盆似的。那个人已经被勒得额头上的青筋突出，面色发紫，浑身都在发抖，不难看出他还活着。要是放在平时，大山肯定会害怕，但是这会儿酒劲儿正上头，胆子也就大了起来。畜生！那大蟒立刻掉过头来，对着陈大山发出了呲呲的声音，似乎是在警告他不要靠近。大山顾不上多想，他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，仗着酒劲大吼一声，就朝大蟒的脑袋砸了过去。大蟒虽然很大，但是他却很灵活，轻巧的就避了过去。大山一击未中，又转过来继续砸他，而大蟒躲过他之后，就想要来咬他，却没想到大山直接手握石块，朝大蟒的嘴巴里砸了过去。大山卯足了全力，一拳竟然把大蟒的脑袋给打穿了。
被勒着的那个人手脚无力，只能原地大口大口的呼吸。而陈大山打穿了大蟒的脑袋之后还不放心，抽回手来一拳一拳的往他的脑袋上砸。不一会儿，大蟒的脑袋就被砸了个稀巴烂，而他的身上也都被溅满了鲜血。大蟒再也不动了，陈大山才丢下石头。他愣了片刻，想起他在救神，这才回头去看刚刚那个人。你咋样了？还好吧？那人已经恢复了呼吸，也被大山给惊住了。他呆愣愣地看着陈大山打大蟒。好厉害呀！这会儿听到大山问他的话，连忙阿巴阿巴。大山听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是个哑巴。你家在哪儿？我送你回家。过了一会儿，哑巴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连忙爬起来四处看了看，连滚带爬的朝旁边跑了过去。这才发现地上放了一个孩子，孩子还在睡觉。哑巴把孩子给抱了起来，回来对着大山就跪了下来。阿爸。那哑巴阿巴阿巴的比划，可是怎么比划，陈大山也看不懂他的意思。大山看不懂他的意思，也听不懂，连忙把他给扶了起来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走夜路不安全，不如到我们家去住上一夜，明天再走。晚上走黑路太危险了，路上会有很多野兽的。他说着转身来到王屠夫这里。王屠夫已经吓晕了过去，大山掐了他的人中，拍了拍他的脸，把他给叫醒了。王屠夫睁开眼睛，就想起了大蟒蛇。大山，大蟒吃人，已经打死了。你把大蟒打死了？打死了。那个人呢？没事儿。这只畜生！大山现在胆子大得很，上前抓着大蟒的尾巴。走，回家。拖着大蟒走着走着，容易刮着树枝，他嫌碍事儿，干脆把大蟒给盘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扛着回去。桂兰，陈老太担心儿子这么晚还没回来，一直在香案前祈祷。这会儿听到他叫门，连忙出来开门。大山呐，你咋了？是摔了吗？刚说完话，他就看到大山身上扛着东西，也没多问，连忙让了让。大山进了门，对身后的哑巴说：你赶紧进来。陈老太见后面也跟着个人，手里还抱着孩子，看得不是很真切。大山把身上的大蟒往地上一丢。娘，你收拾个客房给客人住。陈老太应了一声，这才回去端着蜡烛去收拾客房。大山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好多血，好多！陈老太连忙往堂屋跑，见陈六氏捂着嘴，眼泪就跟不要钱似的往下掉。大山浑身是血，站在门口反应有些迟钝。陈老太看到大山那一身的血，也被吓得腿发软。不过听到大山说话中气十足，不像是受了伤的模样，倒像是喝醉了，就上前拦住了他。你这一身的血怎么进屋去啊？不怕熏着大姑娘？赶紧去洗洗。大山一听说会熏着大姑娘，赶紧转身出去了。他跑到河里去洗澡去了。你哭什么呀？大山他好好的，你没听他说话都没虚弱吗？真的吗，娘？真的，你赶紧回去看看大姑娘。大姑娘这身边离不了人。刘氏这才回去了。娘说的话他信。你们可吃过晚饭了？不。陈老太愣了一下，原来是个哑巴。他还想跟哑巴打听打听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呢。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，赶紧带孩子吃饭吧，看着孩子饿的。有事儿明天再说。陈老太让他带着孩子去睡觉，哑巴就带着孩子到屋里去了。陈老太这才想起来去看看大山刚刚扛回来了什么东西。我的个娘啊，好大一条蛇！我来家了。陈老太连忙给自己叫魂儿，魂儿都被吓跑了，双腿直发软。大山这会儿已经洗了个澡回来了，身上的血腥味没那么重了，倒是酒味更明显了。大山啊，那条大蛇是咋回事？大山脑袋有些转不过来。啥？哎，得了，你先睡觉去，有事明儿再说。跟个醉汉掰扯啥呀？大山惦记着姑娘跟媳妇儿，就踉踉跄跄的往屋里走。他感觉自己是清醒的，并没有喝醉，但是陈老太和陈刘氏看他就是喝醉了。哭什么？大山伸手去抹他的眼泪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胆子可真小，我们去睡觉。他拉着他就要上床去。刘氏见他浑身湿漉漉的，帮他先把衣服给脱下来。他赤着身子，显出精壮的身体。他伸手摸了摸刘氏，他现在已经满月了，是不是可以了？刘氏跟他夫妻10年，能不知道他这些动作是啥意思吗？若不是他喝了酒，应该是可以的了。可他喝了酒，弄不好会马上疯，所以他打个哈欠。好困啊，我们早些睡吧，有话明天再说。不过他确实疲惫了，沾上枕头就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鸭子就在院子里嘎嘎了起来。他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，起来去开大门，准备把鸭子都给放出去。一开门，目光触及到院子里的那一条大蟒，他被吓了一大跳，顿时就不瞌睡了。随即想起来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，他昨晚是喝高了，不是失忆了，所以他是知道昨晚干了什么事儿的。他挠了挠脑袋，心里有些清醒。昨晚怎么就不知道怕呢？
要是搁现在，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去打这么大的蟒蛇，果然呢就能给人壮胆。娘，大山，这是咋回事？大山把昨晚的事儿说给他听。儿啊，你这回可是替天行道了，这畜生还想吃人，打死他就对了。大山还以为娘要训斥他，没想到就夸奖了他。他嘿嘿地笑着，这么大个东西，也不知道有没有毒。我也不知道。大山呐，你快去把何大夫给找过来。找何大夫干什么？娘，你哪里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把何大夫给找过来，让他给看看这大蟒有没有毒啊。没有毒的话，咱就可以吃肉了。娘，咱家的客人呢？不在屋里头吗？不在，床上的被褥都叠得整整齐齐的，被子上还放了这个。他说着把手串给拿了出来。陈老太一眼就看出了那只手串不是一般的物件，像是红珊瑚的珠子，而且穿珠子的红色线里面有金丝，这不是一般人家能拿得出来的东西。他连忙把手串给接了过来，仔细打量。这是客人落下的？是放在叠好的被褥上头的。很明显是对方故意留下来的。他大概是有什么急事儿吧，所以是不辞而别了。一个男人带着一个孩子真不容易。陈老太就知道这孩子想问题很简单，这能拿出这么贵重东西的人一定不简单呐。走了也好，免得惹出什么祸事来，以后对谁都别说这件事儿，弄不好呀是躲避仇家追杀的。咱们要是不小心说出口去，搞不好会给咱们惹来杀身之祸。你可记住了啊，大掉牙咽到肚子里去。何大夫拿着菜刀去给大蟒开膛破肚，大山给他当帮手，两人手脚麻利的把大蟒的肚子给剖开了。快拿东西来，我们把蛇油给扒出来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能治冻疮，也能治烫伤的，还能滋润皮肤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没想到这玩意儿还这么有用呢。那是呀，这个蛇胆可真够大的，一大海碗都装不下了，真是厉害呀。肠子肝脏你们还要不要啊？不要了，我们只要好肉。那我就拿回去了，以后研究研究看看能不能入药。成，你就拿回去吧。不一会儿筐子就放满了。这么多的肉怎么吃得完呢？上次你不是说顾宝说的，说咱家弄到了什么好东西都给他送过去吗？他一准会要的，你给他送过去。他们会吃这玩意儿吗？怎么不吃啊？这玩意儿可是大补啊！你过来，我跟你说。大山就凑近了何大夫。这玩意儿就跟虎鞭似的，吃了之后能让人倍有精神。大山半信半疑。真的？真的。所以你去卖肉的时候，价格可不能要太低了。那我先背着去金牛镇，那我先把肚货弄回去制药。成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中午你得过来吃大蟒肉啊。成啊。大山哥，你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我今天给你们送了好东西过来，你看看见过没？这是什么？大山左右看了看没有人，就附在他耳旁说：这是蟒蛇肉，大夫说吃了这个可以。蟒蛇啊？这得多大？要成精了吧？那玩意儿能吃？当然能吃了。说实话，我们自己吃不完，怕馊了，要不然我还不舍得呢。那我进去问问，你跟我进来。他让大山在凉亭那里等着，自己飞快的去禀报老夫人了。大山哥，快见过我们大爷！大山连忙对着顾远征施了一礼。这是大蟒？是。在哪里打的？坡上岗。你们几个人打的？我一个人。你确定？大山应了一声，把昨晚的事给轻描淡写的说了一遍。顾远征不可思议的看着他。他徒手打死这么大的大蟒？顾宝，取100两银子过来。是。顾远征问陈大山家住哪里，家里有几口人，大山都一一如实的回答。看到那棵树了吗？你若能徒手把它给打断，我就花100两把你的大蟒肉全部买下来。若是你打不断，我只肯出50两。怎么样？敢不敢试试？顾远征指着不远处的树，那是一棵枣树，大概有碗口那么粗。枣树木质非常坚硬，用砍柴刀都不容易砍断，更别说是徒手了。但是大山一想到只要打断它就能多得50两，50两银子够他们家买10来亩的良田了，就心动了。此话当真？当真。不许反悔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好，那我这就去打。到了那棵枣树前，先丈量了一下枣树的粗细。你确定要把这棵枣树给打断吗？确定。能给我1碗酒吗？大山端着大海碗就一口闷了，喝酒跟喝水似的。大山本来酒量就小，一大碗酒下肚，胃里顿时就热乎了起来。这股暖流很快就进入到肠道里，从肠胃向四肢蔓延开来。不一会儿，身上热了起来，脑袋也开始晕乎乎的，走路像是踩在了棉花上一样。这种感觉很美妙，他感觉自己要成仙了。
他朝手心里吐了2口唾沫，双手放在一起搓了2下，卯足了力气，举拳就朝枣树打了过去。喝了酒，感觉不到手疼，只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，枣树随着他的拳儿颤抖着，树上的枣也纷纷掉落。大山感觉自己现在力大无穷，似乎可以移山倒海。这边的动静很大，很快就被人禀报给了老夫人。老夫人闻讯连忙赶了过来。顾远征南征北战的，看得出陈大山出拳的力道很大。练武的人天生神力，那可是相当难得的呀。只不过他的姿势还有很多待纠正的地方，可见他没有经过训练，也未经过人的点拨，所以他的可塑性非常强。人才啊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大山不知道顾远征心里想什么，他打一下，心里就念叨一声：1两、2两、3两、4两。念到20两的时候，枣树还纹丝不动，但他却没有放弃。反正顾大爷没限定时间。他心里不断的为自己打气，越打越有劲儿，越打越过瘾。渐渐的，枣树的树皮开始松动，有木屑飞了出去。大山更兴奋了。老夫人他们都已经看花了眼了，总觉得大山好像有100只手轮流不断的出拳。顾远征也是越看越兴奋。这样的人要是弄到军营里，一准能混出个名堂来。暂且不说智谋如何，单单让他拼个蛮力当个先锋官，也一准能让敌人闻风丧胆。不错，是个好苗子。枣树树干的一半都已经被打丢了，大山也累得胳膊发酸了，手也麻了，但是他却依旧不肯收手，马上就要成功了。50两银子很快就要到手了，这不比砍2年的柴来钱来得快，马上就能买地了，马上就能给小海棠挣家产了。想到这里，他怒吼一声：嗨！他双拳一齐出去，身子也朝前倾，只听到枣树咔嚓一声就倒了下去，发出哗啦的声响。众人都忍不住拍手叫好，顾远征也鼓掌。壮士乃真英雄也。大山累得满头大汗，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。我做到了，你要说话算数啊。我顾某说话算数，这筐大蟒肉我留下了，100两银子。顾远征给他银子的时候，看到他的手也受了伤，出血了，他却没有很疼。他说着还跟他示意了一下，手指头伸直了，然后又抓空气，这是在验证一下他的骨头有没有受伤。陈大山照着他的模样，伸手抓空气，他的骨头没有受伤，但是有些皮外伤。去把我的金疮药给拿过来。不用，小伤而已，小伤而已。很快顾宝把药给送了过来，顾远征准备亲自动手帮大山上药，大山连忙拒绝：舍不得，我自己来。你跟大山较什么劲儿啊？你瞧瞧你伤着他了。他说他独自打死400斤的大蟒，儿子不得试验他一番，怎知真假？没有400斤吧，也就300来斤。你为何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天生的吗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以前饭都吃不饱，天天饿得心里发慌呢，没有什么力气，就是后来吃饱了饭，突然力气就大了。你可有心参军，报效国家，建功立业？像你这样天生神力的人，到了军营当中，自然有你的一席之地，而且也定能混出个名堂来。大山一听说参军，连忙说：这事还得听我娘的安排。以前他是想参军建功立业的，但是他们家就他一个，没有留后，他娘死活不愿意让他去参军。那你回去跟你的家里人商量一下，回头给我一个准信儿。好。你这手是怎么了？受了点小伤，娘你看。这是卖大蟒肉的钱。大山就把过程说给他听。那位顾大爷还问我愿不愿意去参军呢，还让我先跟家里的人商量好了，给他个信儿。你说的那位顾大爷是个怎样的人呢？看起来就像个武官，又壮又凶悍，说话声音很大，待人很亲和。其他的我也说不上来，反正看起来比青天大老爷还威风。陈老太想了又想，这位顾大爷随手就能拿出100两银子，这少说也得是个将军。那你是怎么回答他的？我说这件事情得回家跟我娘商量。不用商量，你还没有儿子呢，我不允许你去。娘不允许我去，我就不去。建功立业很重要，但娘更重要。嘿，这孩子什么时候学得油嘴滑舌的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回头我就去回了顾大爷。小海棠伸个懒腰，慢悠悠地睁开了眼睛，跟大山对视，然后他突然笑了。娘，小海棠对着我笑了。那还啥稀罕的嘛，再过1个月他就会认人了呢。他知道我是他爹吗？知道。那他认得你是他奶奶吗？知道，到时候家里人都得认的。大山看着手里捧着的小东西，咧嘴笑得格外灿烂，有些傻里傻气的。对于参军不参军，他没有多纠结。以前他想去闯荡，搞一番事业，但是现在他不想了。现在他有媳妇有孩子，他才不想离开家呢。大山哥，你来的可真不巧，
顾大爷今天不在家。今天不在家，你可是想好了要跟着大爷一起去军营？不是，我是来跟顾大爷回个话，我不能去三军，我是家中的独子，我爹又不在了，而我也是膝下无子，所以我暂时不能去三军，唯恐家中后继无人嘛，我娘也无人奉养。那太可惜了，我们大爷一般很少主动收人，我想我们大爷定是真的看出你力大无穷了，要不是你家中情况不许，你跟着我们大爷一定能够建功立业的。那等以后有机会了吧，既然大爷不在，那就请兄弟帮我传个话吧。行，等大爷回来了我就跟他说。大山正睡得香，突然感觉一只小手在他胸口挠啊挠，熟睡中他也没有忘记姑娘，眯着眼睛摸了摸小海棠的小爪爪，然后轻轻地拍着他。小海棠却一直对着大山啊噗啊噗的，小嘴巴努力地鼓起来，然后扑出去，小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大山听到姑娘啊噗啊噗的，也睁开了眼睛。外面的月亮很亮，能看得见姑娘也盯着他。大山笑了，他家姑娘半夜里醒了也不哭，自己跟自己玩得开心呢。他伸手摸了摸小海棠的脸蛋儿，又亲了她一下，却见她手也不动，脚也不动了，也不啊噗啊噗了。他侧着身子看她，见她眼睛朝窗户那边看，竖起耳朵，像是在听什么动静一样。他也不由自主地竖起了耳朵。突然，外面的鸭子扑上了翅膀，其他的鸭子也嘎嘎地叫了，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。外头有动静，大山一阵机灵，悄悄地起了床，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窗户前，顺着窗户朝外看，外头有人影晃动，他立刻就警觉了起来。有小偷！他在暗处数了数来的人，进院子的有6个人，外头肯定还有接应的。他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门后有根木棒，这木棒本来就是他们为了防贼放在门后的。不过以前他们穷得叮当响，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今天可终于派上用场了。大山提起木棍，等着那些人来开门。他心里想得挺明白的，这些人不是来偷银子，就是来偷粮食，有可能2样都偷，要不然他们来了这么多人干什么？果然很快就有人来别门栓了，拿一把短刀从门缝里插进来，倒在门栓上，一点一点的把门栓给挪开。果然很快就有人来别门栓了，拿一把短刀从门缝里插进来，倒在门栓上，一点一点的把门栓给挪开。有一个人慢慢的开了门，伸着脑袋往屋里看。陈大山一棒子给抡了过去，他知道打的是人，所以也不敢下死手。虽然他控制了力道，可是那个人还是猝不及防的被打，一头倒在了地上。他身后的人也被吓了一跳，立刻转头就跑。陈大山快速的开门追了出去，看到人就抡。外头的人一开始是被吓的了，这回反应过来了之后，见大山只是一个人，他们就又转回来了，5个人打1个。大山的木棒抡得很快，就跟雨点一样密密麻麻的朝他们身上砸了过去。他也不管谁不谁的，反正除了他自己之外，所有的人都是小偷。快到屋里，他媳妇儿在屋里。刘氏早就醒了，被吓得瑟瑟发抖，抱着小海棠就爬到了床底下。他咬着下唇，不敢发出任何的声音，又害怕孩子哭，被人发现他们藏在床底下，就让他吃奶，但他却不肯吃奶，依旧是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陈大山这边看人往屋里跑，顿时就着急了，下手越发狠了，抡木棍力度也加大了。他先前害怕使用的力气太大，把他们给打死了，现在他们居然敢去动他的媳妇和孩子，那他还能忍？打死他们这些坏蛋！他一下抡到这个人的胳膊上，这人嗷的一嗓子，胳膊折了。这个人刚被打完，另外那个人趁机来踢大山，大山顾着用木棒去敲他，单手一拳捶在了他的大腿骨上。人的大腿骨是多么的坚硬啊，但却没有经得起大山的一拳。他一拳砸下来，那个人也嗷的一嗓子，直接躺在了地上。我腿断了。最终院子里的6个人，断腿的断腿，断了胳膊的断胳膊，晕死过去的晕死过去，他们都坐在地上痛苦的叫唤起来。院子里的鸭子们都歪着脑袋看他们，像是在嘲讽他们。院子里这么大的动静，陈老太也早就被惊醒了，他也被吓得不轻。他知道他出去一点都不能给大山帮忙，反正有可能成为他的拖累，所以就一直躲在屋里不出去，顺着门缝朝外看。见他儿子把那些人都给打倒了，这才敢开门出来。大山提着木棒站在院子里，心中怒火难平。大山，快去看看桂兰去，他向来胆子小。大山这才赶紧到屋里去，一看床上没人，脑袋里顿时就蒙圈了。刘氏吓得浑身都发抖，他一直闭着眼睛不敢睁眼，听到了脚步声，也不知道屋里来的究竟是陈大山还是那些坏人，所以他也不敢吱声。小海棠可就着急了，哼哼唧唧了起来。刘氏吓得赶紧让他吃奶，想要堵住他的嘴，但是他就不。大山听到小海棠的哼唧声，心里一喜，连忙跪下来趴到床底下。桂兰，是我。刘桂兰哇的一声就哭了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坏人都被我打跑了，来，先把姑娘给我，你出来吧。那没事了，坏人都被我打跑了。太可怕了。不怕了，不怕了，有我在，我能保护你们。你快别哭了，求你哭得跟个大花脸包似的，别吓着姑娘了。
你在屋里看着姑娘，我出去看看。她没事，就是受了一些惊吓。这在陈老太的预料内，他点点头。先处理眼前的事儿。大山完全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处理，却见陈老太到了院子里，嗷的一嗓子就吼了起来：“抓小偷啊！抓小偷！”他们家的动静很大，何欢阳的狗都在乱叫，只不过没有人起来而已。这会儿有人大声喊着让抓小偷，他们就都起来了，还声泪俱下的控诉了这些人来偷东西。陈大山把他们全都给打倒了，村里的人都不敢相信。大山1打4，堂屋还有2个。大家赶紧朝堂屋看过去，见门口果然躺着2个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李正赶了过来。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陈老太又把刚才的说法给说了一遍。你快去请何大夫。然后又吩咐狗娃和大壮，你们赶紧到镇上去报官。李正这么一安排，现场的人才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样，其他的人都在这里耐心的等着。何大夫，那个人他怎么样了？他问的是那个脑袋开花的，他们伤势看起来最严重，实际上他的伤是最轻的。死不了，反正也活不好。不多会儿，官府的人到了，有老保长亲自来带人办案了。谁让县太爷信任咱呢？我的治下出了盗贼，我身为一方保长，当然要亲自过问了。哎呀，真是尽职尽责呀！哎呀，真是好官呐！这是怎么回事？陈老太连忙把情况给说了一遍。刘保长听完也大概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，还能是什么事儿？树大招风呗。陈家前几天刚买了那么多的粮食，惹人眼红，他假装不知道他们家买了很多粮食。他们来你们家偷什么？先前我们家买了一些粮食，他们一准是来偷粮食的。对，刚才我们来的时候，外头还有马车接应呢，那马夫还赶着马车来压我们呢。那你带我去看看你们家的粮食可有减少？大山就带着保长去看他们家的粮食。牛保长一看他们家所有的粮食都还在，并没有运到别的地方去，心里也就放心了。看来他们家的粮食买回来就是自己吃的，并不是要养活一些叛贼的。你们家的钱可有减少？这家中所剩银两无几，全都拿来买粮了，没有可少的了。村民们一听，心里终于平衡了，没钱了呀。大山家没有地，多买点粮也是在情理之中。刘保长也没有什么好问的了，就吩咐差人把这些人都送到官府去，并且嘱咐陈大山母子明早到官府去一趟。报告大人，从草丛里找到了车夫，把他一起带走。大人请稍等，让他们先把治疗的费用给我算一下。可是何大夫确实是给他们进行救治，钱必须得给呀，可是钱谁出呢？众人都看向牛保长，他倒是把这事给忘了，就跟那些贼人说：你们赶紧把诊金给了。我没钱。我也没钱，我也没有。大家都说没有，他们是来偷东西的，身上根本就没有钱。他们正在说没钱的时候，外边传来一阵嘶鸣，众人都朝外转身看，见先前那匹受惊的马回来了，马车已经不知所踪了，他自己回来的。这是他们的马吗？对，就是这匹，我还朝马脸上戳了一下，你看这里还有印子。既然他们没有钱，就拿这匹马来顶账吧。那就这样吧。那些小偷们顿时就不干了，其中有一个人一边哭一边说：那怎么能行呢？我这匹马可是一匹千里马，价值1000金呐。所以这匹马也是你们偷来的吗？不是，绝对不是这匹马，是我们在山上抓回来的，训它的时候还花费了很大的功。既然你们不愿意把马抵给他，那你们把诊金给他吧。这个给不起。给不起诊金，就用马来顶账。保长大手一挥，就这么决定了。保长已经挥手让差人把人给带走了。何大夫也要回家去，他去牵马，马却不跟着他走，就固执地站在陈家的院子里。何大夫牵了2回没有牵走，只好跟陈老太说：一看这匹马他不愿意跟着我走，那就放在你们家养吧。哎，那怎么行呢？这是你家的东西。可他不跟我走啊，看看大山有没有办法把他牵走。大山上前去试了试，那马儿果然跟着他走了。你们看这马儿是认主人的，既然跟你们家有缘，你们就留下来吧，说不定是哪辈子什么人欠了你们的，这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们的恩情来了，你们可得给人家一个报答你们的机会呀。陈老太愣了一下，这是真的吗？好像是有这么个说。他又看向那匹马，那匹马居然神奇地对着他们跪了下来。陈老太心中大惊，哎呦，
难不成真的是来做牛做马报恩的？他也没有办法的拒绝了，只好把马儿给留了下来。反正这东西是吃草的，又不吃粮食，回头多给他割些草囤起来就好了。现在可以把他牵到外头，让他自己随便吃。何大夫心里也很吃惊，没想到马儿也会贵人呐，难不成真的是来报恩的？做牛做马可没有那么好做的，救命之恩当场就要报了，可不能来世做牛做马呀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何大夫请留步，你再给桂兰把把脉，她今天晚上又被吓着了。他就害怕刘氏有个什么闪失。这大姑娘还这么小，正是需要娘的时候，她可不能有事儿啊。何大夫给他号了脉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吃点安神丸就好了。大马看到陈大山抱着小海棠来了，脑袋往他们这一边伸了伸，又把他鼻孔里的气息熏到了小海棠，又把脸扭到了旁边去，留给小海棠的就是马脖子。小海棠能看到的也只是马脖，他盯着马脖子看了半天，才辨认出那乌黑发亮的都是马的鬃毛，真顺呐，跟黑绸缎似的。他兴奋的四肢都开始舞动了起来，他想摸摸大马呀，奈何四肢有些不协调，各忙各的，大脑还指挥不住他们。他努力的想去摸摸，可就是摸不到。他鼓起小嘴对着马儿阿噗阿噗。大山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就是小海棠阿噗阿噗的把他给弄醒的，心里又惊又喜。他连忙转过去跟陈老太说昨晚小海棠叫醒他的事儿。陈老太也意外，尤其是听到大山说他还拿手去挠他的胸口，更是不可置信。哎呀，这大孙女儿莫不真的是天上哪路神仙下凡来了？这是来拯救苍生的，还是来渡劫的呀？我的个乖乖呀！不一会儿他们就到了官府，大山就把昨晚的事给说了一遍。牛保长又问那些嫌疑犯，陈大山所说的可是事实？他们这些人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。你们说是不说？若是还敢不从实招来，可就要吃皮肉之苦了。行不过刑，县太爷也不会怪罪于我，你们可要想清楚了。那些人都吓得哆嗦，他们身上本来就有伤，天快亮的时候还发热了，这会儿还浑身无力，就剩下一口气吊着了。如果再被打一下，那这最后的一口气可就保不住了。于是他们只好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。不过他们都异口同声表示，他们并没有偷盗陈大山家的东西。牛保长还逼问他们，可还有其他的同伙？他们本来是不想说的，但是沙威棒放在地上倒一倒，他们就吓得尿了一裤子，只好把同伙都给交代了出来。牛保长连忙让师爷按照他们所说的，把同伙的画像给画出来，画了好几张，终于画出一张有6成相似的画像来了。牛保长干完这件事儿，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一件很大的事儿，就让人先把这些人先给押回大牢里。其实陈大山他们去了并没有什么用处，很快就从官府出来了。下午何大夫过来了，他站在大门口跟陈大山说话，问了问去官府的情况，大山就把经过跟他说了。你们为什么要买这么多粮食放在家里啊？大山就把他们的顾虑说给他听。弄了半天你们多买粮食是为了喂鸭子啊？是啊，我娘说万一大雪封山了，这么多张嘴要怎么办呢？这还不好办，你们把鸭子给杀了吃啊？这可不行，他们为我们家下了这么多的蛋，我们怎么忍心把他们给杀了？何大夫顿时无语，养这些东西不就是为了吃吗？他们竟然还不忍心呢。其实这些东西未必全部要靠吃粮食的，要吃粮食的话，这么多鸭子，你们得多少粮食才够吃啊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们去磨面的时候不是有麦麸吗？舂米的时候不是有米糠吗？你现在去多搁一点草，野黄豆，你认得吗？把野黄豆割回来晒干了捣碎，跟麦麸米糠掺到一起去，再稍微掺一些豆粉玉米就可以了。这能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就算是找不到野黄豆，稻草也可以呀，玉米秸秆也行，而且鸭子也不是冬天就找不到东西吃了。冬天河里都结了冰，去哪儿找东西吃啊？河面上结冰是真的，但是芦苇丛不会全部都冻住啊，芦苇的根部始终都是有空隙的。大山顿时觉得有道理，那我得赶紧去割草，是要多割草，妈一个冬天要吃掉不少的草料呢。我过2天就上山去割草，这几天不行，我娘和我媳妇儿都吓坏了，我也不可能放他们在家里，只顾着说闲话了，差点把正事都给忘了。东山脚下那个猎户今天在山上猎了一只野狗，我看那野狗品相不错，你们要是弄回来养着，养几天熟了就能帮你们看家护院了。那是他的猎物，他会给我吗？你们可以买下来呀，他卖给谁不是卖？陈大山一听觉得有道理，他就去跟陈老太说。陈老太听说养条狗觉得可行，就让他去买了。大山跟着何大夫一起来到了猎户家。大山想要抓你的那只狗，他家昨晚遭贼了，想弄只狗看家护院。我准备自己留下。你要狗干什么？你不是有一条猎狗吗？
你不是已经有一只狗了吗？你不会是有了新狗就想把旧狗给杀了吃肉吧？那个什么走狗烹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对，就是这句话。野狗不通人性。通不通人性，让他驯服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卖给谁不是卖呀？你卖给狗肉馆，他们不就杀了吃肉吗？你要是卖给陈大山，他还能给他们看家护院呢。猎户沉思了一下，最终点点头。狗啥样的？我能看看吗？猎户起来带着他们到后院去看。后院里有个笼子，笼子关了一条大黑狗。那大黑狗看起来甚是凶猛。大黑狗见有人来了，立刻呲着牙，呜呜地发出警告，露出长长的獠牙，眼神尽都是凶狠。只是他腿上有伤，看得出是被猎户射中了腿。你害怕吗？是有些吓人。你说这么威风的东西弄回家，谁还敢去你家偷东西？对呀，可这玩意儿要怎么喂？先抬回去多喂喂它，喂着喂着，他看你的目光就会渐渐的温柔了。大山还是有些不确定。这玩意儿是野生的，又不是家养的，能喂得熟吗？那也好，家养的也好，不都是狗吗？又不是白眼狼，为什么喂不熟？大山想想也是，不就是一条狗吗？你这只狗要多少钱？猎户见他是真心想要，伸了5个指头，这是要50文。行，我先把狗给抬回去，一会儿再给你送钱。陈老太看这么大一只狗，也有些怕怕的，不敢往前去。这么凶，能行吗？他跟我们还不熟，以为我们要伤害他，所以才会对我们充满了敌意。这狗威风啊，以后养熟了能看家。看家是肯定行，就怕他连自个儿家人都咬，这也忒吓人了。以后这大姑娘会走路了，跑到他跟前了，可怎么办？到时候就喂熟了，不会伤害我们的。要是养不熟，我们就杀了他吃肉。行，我看也行，先喂几天看看，不听话就宰了他。大山发现这狗养不熟，吃了他的东西还对他凶。别人家的狗都对着主人摇尾巴的，大山有些着急，想要尽快的跟狗子熟悉起来。狗本来很凶的，但他远远的看到了陈老太抱着小海棠站在门口，就抬起头来目不转睛的看着他们，眼神不再凶狠，而是充满了疑惑。大山见狗专注的朝这边看，也顺着他的视线看了过来。娘，你过来。狗子没有叫唤，陈大山接过小海棠来，小心翼翼地走向狗子，狗子也没叫。小海棠在远处的时候，他全神贯注地看。这会儿他到跟前来了，他却不敢正面对着他，他把头扭到一边，像是有些害怕，但又想看他，眼睛总是往这边斜，偷偷地看小海棠。他们看到狗子这模样，谁也无法把他跟之前那只凶狠的狗联系到一块儿去。大山觉得稀奇，他认得小海棠吗？陈老太没有说话，心里也暗暗惊奇。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一次送出去的那只小火狐。小火狐到他们家，不也是2个爪子扒拉到床沿上，竖起身子来看他们家的大姑娘吗？而且院子里的那匹马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马，他为什么会跑他们家来呢？为什么不跟何大夫走？种种的迹象表明，他们都是冲着小海棠来的。想到这里，他心里越发的害怕了。哎呦，这大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哎呦，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呀？呸！这自从大姑娘生下来之后，我们家就没有挨饿过，怎么可能是祸呀？对，大姑娘是福。大山这边不知道陈老太心里在想什么，他抱着小海棠蹲了下来。狗扭过头来看了小海棠一眼，眼神里的激动是清晰可见，嘴巴都微微张着，尾巴也不停地摇动。大山壮了壮胆子，伸手过去要摸狗。狗子警惕地看了看他的手，又看看小海棠，最终把耳朵往后面一耷了，这是臣服的标志。陈老太也过来把手伸进去抚摸狗头，狗也一动不动，还抬起后腿要翻肚皮的节奏。狗子小心翼翼地看着他们，还时不时地蹭个鼻子过来闻闻小海棠。小海棠也看着狗，对着狗咯咯笑。大山亲眼目睹了狗子的变化，看他们的眼神渐渐地变得温柔，他知道是因为小海棠的缘故。娘，你说咱家大姑娘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你看昨天晚上是她把我给叫醒的，我这才发现有人，才去打那些小偷的。今天那匹马他偏就要赖到咱们家，这狗也是因为见了大姑娘才会变得慢慢的温柔了起来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这些跟咱家大姑娘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会没关系呢？以前怎么没有一样的东西往咱们家来？就是老鼠从咱们家经过的时候都嫌弃咱家穷。你看自从有了大姑娘之后，什么好运气都被咱们家给赶上了。我要说跟大姑娘没关系，你相信吗？陈老太心里当然是清楚明白着呢，可是有些话不能说呀。你看啊，这狗子是有灵性的，这腿上还有伤呢，先前可能是因为太害怕了，所以才对着我们叫唤。你上一次弄的药还有没有？给他上点。
大山赶快跑到屋里去，把药给拿了出来。他尝试去抚摸狗子，狗子看到他拿东西过来，又想呲牙，但是看到旁边的小海棠，立刻就不再呲牙了。大山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去，把药落在他的爪子上，狗子被烧得立刻叫唤了起来。不过他又看到了小海棠，惨叫就变成了呜咽。这是在给你上药呢，你别害怕。咱家的大姑娘一定是大有来头，从她出生之后，咱家的日子就越来越好过了，什么好东西就往咱们家里来，什么便宜都让咱们家里赚了。以前的那只小火狐狸，那也是竖着身子来看大姑娘。你看这只狗这么凶，它看到大姑娘之后眼神就变了，以后说不定咱家还能恢复以前的辉煌呢。没事，别胡乱说话。我说的不都是真的吗？我仔细想了想，我的力气突然变大了，就是自打姑娘出生了以后才这样的。而且从她出生的那天晚上开始，我们就再也没有挨过饿了。难道这不是真的吗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这大姑娘的事儿啊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就好，千万不要往外说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咱家买了3000斤粮食还招人惦记呢。倘若是被人知道咱家大姑娘不是一般的人，既能给人带来福气又能招财，那还不得被人惦记吗？你们想一想，这一次他们来偷东西，只是来了6、7个人，我们并没有什么损失。倘若他们要是来抢人，来个300、500人，这大山就是有3头6臂，也打不过那么多人呢。咱们能护得住他吗？谁都别想抢走我姑娘。大山也连忙点头。大姑娘就是一般的孩子，比一般的孩子长得好看一些，聪明一些，其他跟一般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两样。以后大家都统一口径，千万不要说漏了，知道吗？你们要是说漏了嘴，以后姑娘你都守不住。大山看到狗的精神好多了，心想这药的效果真好，也不知道何大夫配出来了没有，配出来再弄一些，我放你出来，你可别跑了哦。他说着就把狗笼子给打开了，狗见门开了，踏着腰试探的把爪子给出来，然后看着大山又摇了摇尾巴，这是在试探大山，看他让不让出来呢。大山见狗子这么有灵性，立刻又摸了摸他脑袋，出来吧，你别咬我们自家的鸭子和鸡，知道了吗？他说着去把鸭子给放了出去，然后开始捡鸭蛋。狗子则是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，他一会儿闻闻这里，到了柴火堆旁，他想抬腿尿，正巧陈老太出来，他看到狗抬腿立刻训斥，上一边去。狗被吓得连忙夹着尾巴朝大山跑了去。呀，怎么了？他要尿柴火上。要尿得到门外去，知道了吗？狗子也不吭声，他干脆起来领着狗往外走，拉完尿完就回来了。大山见狗知道回来，知道他是准备在他们家安家。狗子回来之后，就到堂屋的门口，站在门口朝里望了2眼，然后在门口卧了下来。现在有机会就多开垦一些，过2年小海棠长大了，再添上几个弟弟，咱家都是张着嘴等着吃饭的，可不能没有一点家底。说得对，那就尽量多开垦，量力而为。我心里都有谱呢，再有2天，我就能把这里所有的地都给腾出来了。昨天割的草也就晒干了，我先把草给背回来。我们得先把地给整出来，把庄稼给种上，然后再去砍树，回来再给马搭个棚子，也得给狗弄个狗窝。咱们家的事还多着。那你下午去割草，我也去帮忙去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。你得在家里看家，桂兰一个人在家，我怕她照顾不好孩子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，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。家里安宁了，我出去干活才能安生啊。桂兰，咱们给狗起个名字。啊，这狗不就是狗吗？还起个什么名字？猫狗一口嘛，是咱们家的成员了，总不能跟别人家的狗一样，天天狗来狗去的。哦，那你给它起个啥名字啊？要是给它起名字，不得给大马也起个名字吗？要不马叫大黑，狗叫小黑。大黑小黑的，得起个霸气的名字。那起什么名字好呢？这黑狗啊，叫黑将军。呀，你起的这个名字霸气，他可不威风凛凛的，就像一个大将军一样。那咱家的马给起个什么名字呢？陈老太想了很多马的名字，追风、竹月、踏雪、无痕等。本来想叫个踏雪的，但也不知道脑子怎么想的，张嘴就说：“这马这么大，皮毛这么黑，就叫小白吧。”说完之后，他自己也愣住了。不是，我这起的都是什么跟什么呀？嗨！大山跟刘氏2人也都面面相觑。小白，娘不是开玩笑的吧？这叫大黑也好一点啊，为什么要叫人家小白啊？就小白就叫小白吧，反正不就是个名字吗？不闭口，好叫就行。小白鼻子呼哧呼哧的，脚下也刨了刨地，明显有一些不乐意。为什么一只狗被叫成将军，而他一匹马却被叫成小白？这明显不合理呀！主人就是欺负他不会说人话。大山吃完饭之后又去割草了，他出门狗也不跟着去。别人家的狗都喜欢跟着主人出门去，但是他就守在家里守着小海棠。
刘氏把小海棠放在小窝窝里，黑将军就站在一旁看他，还把嘴巴给搁在小窝窝上。小海棠看着黑将军非常开心，拿手去摸他的头。虽然想要准确的摸到狗头还有些困难，但是黑将军很聪明呀，他直接把自己的脑袋送到小海棠的手里。小海棠开心的对着他啊噗啊噗的，还自己啊的说起话来了。陈老太跟刘氏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里又惊又喜。大山呐，你们确定要开垦这片荒地吗？开垦了荒地以后，年年都得向朝廷纳粮，这万一……要不你让我先种个2年，看能不能收。进入过到第3年上还能收的话，我就把以前的该纳的都给补上，你看怎么样？这个我不敢私自做决定，我去跟保长说说去，兴许可行。那就有劳当爷爷了。刘氏进来看到陈大山醒了。大山，娘生气了，你自己小心一些。他怎么就生气了？为啥呀？就是因为你昨晚不睡觉去割草，娘说活再重要也不及人重要，所以要训斥你。你呀，得好好跟娘多说一些好听的，然后娘才会少生气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娘莫要生气啊！桂兰刚刚都跟我说了，我也知道自己错了，娘莫要生气了，下次我不敢了。我是因为家里有田了，所以太开心了。我想着反正躺着也睡不着，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，还不如到田里去干活呢。昨晚的月色又好，到处都亮堂堂的。你看我干了1夜的活，回来睡了2个时辰，依旧是精神抖擞的。我知道娘是关心我，爱护我。这孩子最近是跟谁学的？怎么满嘴的油嘴滑舌呀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再怎么能，也只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你又不是神，能不睡觉吗？你不好好爱护自己的身体，不好好的保护自己，你将来怎么给我养老啊？啊？怎么保护桂兰跟姑娘？这次是我太兴奋了，下次不敢了。再睡会儿去。我已经睡好了，浑身都是充满了力量。不信我现在去劈柴给你看。嘿，你就睡2个时辰，能睡好，还做了个美梦呢。我梦见我们一家4口站在金黄的麦田里，咱家的麦子好得不得了啊，是整个合欢阳最好的麦子了。保长都到咱们家里来看咱们家的麦子呢。行了，别说了，那就赶紧吃饭吧。这一次是我们大爷让我来请你的。啥意思？大山有些意外。我们大爷说，大哥你的力气大，稍微再教上你几招，你就可以留在顾府当护卫了。留在顾府当护卫是不用上战场的，只要按着排班，每天值自己的班就行了。啥排班？就是一个人固定4个时辰，大家轮着值班，有时候上午班，有时候是下午班，也有晚上班。不过咱们青牛镇比较太平，几乎没啥事儿，1个月到头了，还有1两银子拿。1两银子对庄稼人来说当然是一笔大钱了，但大山现在有些看不上这1两银子了。但是人家顾大爷也是一番好意，他也不好直接拒绝。那还挺不错的。那可不，大爷确实看上你的天生神力，不用去战场，这回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？那我去跟我娘商量一下。成，我等你回话。你心里是怎么想的？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去，我去给他们当护卫，咱们家谁来护卫？之前就来过小偷了，万一再来一次，你们怎么办？陈老太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本来他觉得去不去都无所谓，去的话家里有活钱儿，不去的话又怕将来那些地不出粮。如今听大山自己不想去，那干脆就不去了。那你就这样回了顾宝。大山出去就跟顾宝说：顾宝兄弟啊，我是没有这个福了。我娘说了，顾家里的护卫很多，有我没我都一样，但我们家不行啊，我们家只有我能保护他们了。前不久我家还招了贼了，不知你可听说了？我听说了这事儿，不知道是你家呀。哎呀，真是惭愧啊。那我这就回了我们大爷去了。那还请兄弟给多多美言呢，免得大爷脸上挂不住。也没事儿，兄弟我心里有数呢，大爷也不是那种小气的人，陈大哥就放心吧。他把豆子放在太阳下晒，黄黄的豆子一个个的堆在一起。他把豆子给晒干之后，明天我去问问小油匠能不能压豆油。再筛一些瘤种吧，何大夫不是说这豆子可以种吗？行，我再筛一些种子出来。大姑娘已经100日了，把长命锁给她戴上。陈老太给小海棠做了顶帽子，帽子上绣了花。陈大哥在家没？我是顾宝。大山听出顾宝的声音来，立刻就迎了出来。他出来才发现顾宝不是一个人来的，顾大爷也来了，而且他们还提了一些礼物。大山诧异的不得了，连忙上前去给顾远征抱拳行礼。今天我来的冒冒失失的，你不要见怪才好。怎么会呢？快到屋里去。他赶紧把人往屋里请，其实心里却七上八下的，他有些拿不准，不知道顾大爷今天来干什么。顾宝，赶紧把礼物给提上。你们来还拿什么礼物啊？礼物不必了。陈大哥，你不要拦着我，这是顾大爷的一番心意，顾大爷亲自来给你送礼来了。你要是不要，
把顾大爷的面子往哪儿放？顾大爷好端端的给他送这么多礼物做什么？他心里害怕呀，但是不能说出来。他总不可能因为想要请他去给他看家护院，所以才选择在过小年夜的这一天来给他送礼吧？这么想他也想不通。你别拦着他了，他若是不能完成我的吩咐，就要挨罚了。对呀，陈大哥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挨罚吧？没办法，为了不让顾宝挨罚，他也就随他去了。顾宝就把车上的礼物给拿下来，他们背的礼物还真不少，有布匹、红糖、茶果，还有一只宰好了的羊。大山看到这么多礼物，心里更害怕了。不知道这位顾大爷这回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？被这人盯上了可真可怕。顾某今日突然到访，实在是冒犯。顾大爷到来，令蓬荜生辉，是我们陈家三生有幸。顾远征一听他说话，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老太太，淡定从容，沉着冷静。他又想起顾宝说，大山家以前是这一带的大地主，想必这位陈老太以前也是一个大家闺秀吧。没有经过你们的同意，顾某便登门拜访，实在有些太过于仓促。不过我实在是事务繁忙，好不容易有了空，怕失去这次机会，还要再等1年，所以才贸然前来。那不知顾大爷此番前来，所谓何事？是这样的，我是来认干女儿的。干女儿？他这话一出，陈老太和大山他们全都愣住了，跟他们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他们都以为他打的是大山的主意，没想到却打着大姑娘的主意。陈老太疑惑，大山也疑惑。我家那几个小子天天嚷嚷着要一个妹妹，刚巧三姨娘怀了孕，我告诉他们这一胎一定是个妹妹，却不想又生了个男娃。几个小子都说我说话不算数。陈老太听完之后更加的疑惑了。这他们家生不出来姑娘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总不能他们顾家生不出来姑娘，就要到我们家把小海棠给认成他们家的干闺女啊？这完全没有道理啊！顾远征一看陈老太的面色不对，就知道他不同意。看来软的是不行的，必须得来硬的。家里的几个哥哥正在哭闹，这不，顾宝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来认个干女儿回去，这样他们也不至于说我说话不算数了。大爷这是拿我当箭牌呢？我说的就我说的吧，没说也是我说的，说了还是我说的，横竖都是我说的。顾老太顿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了，他这理由听起来十分的牵强又荒唐。他儿子想要妹妹，他就出来给他认个妹妹吗？这可能吗？可是人家办的礼物却又办得这么齐，看着不像是说着玩的，这可把陈老太他们都为难住了。拒绝吧，又不好直接拒绝。眼前这位是个位高权重的人，得罪不得，更不能落了他的面子。同意吧，他们门不当户不对的，怎么做干亲戚呢？被旁人知道了，还当他们是去巴结人家呢。实际上他恨不得离这些当官的远远的，一辈子都不要跟他们打交道才好。顾远征也不客气，我干闺女呢，抱出来让我看看。顾远征一看到小海棠，眼前一亮，连忙拍手要抱他。小海棠看着顾远征，感觉他身上有杀气，就不肯让他抱。他连忙转过头来抱住大山的脑袋，不肯多看他一眼。顾远征愣住了，没想到他主动去抱一个小女娃，还被人家给嫌弃了。我很凶吗？那还用说？行的不说，就那张脸看着也能把孩子给吓哭。顾宝心里想着，小孩认生很正常啊，熟了就好了。哎呀，大爷有所不知啊，我们家姑娘向来都不闹人，也不认生。这跟他有缘的人，他第一次见面就会让对方抱；这没有缘的人，他就拒绝抱。哎呀，看来大爷跟我家大姑娘的缘分着实有些浅薄呀，是我家大姑娘福薄。陈老太这话的意思太明显了，就是不想跟他认这门干亲戚。不管做什么事儿都得讲究个缘分，没有缘分那就是强求。顾远征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们家并不同意他认小海棠当干姑娘，但是他想做的事儿岂是能随随便便轻易更改的。他又看向小海棠，小海棠也正回过头来偷偷的打量他。他们在外头说的话他全都听到了，奶奶和爹爹都不喜欢这个人，所以他要离他远一些。他这么一回头，顾远征就看到了他脖子上挂的长命锁。哟，这不是我家的长命锁吗？那可不是，小海棠满月宴的时候送过来的。哦，看来还真是有缘呢。你戴上了我们的长命锁，就应该是我的干女儿。来，让干爹抱抱，干爹给你好东西。他说着就随身摸出来一块银子，这块银子至少有2两。小海棠看到他拿的银子，就伸手接过银子来，左手放右手，右手放左手，放来放去，然后又拉自己的衣领，把银子给藏在自己胸口。
陈老太和大山他们都被他这动作给弄得有些哭笑不得。顾远征一看他要把银子给往领口里藏，顿时就被他给逗乐了，又拍了拍手：“来，让干爹抱抱，干爹还给你好东西。”他说着又拿出来一只玉镯子，这只玉镯子晶莹剔透的，一眼就看出来不是一般的东西。小海棠一眼就看上了，伸手把玉镯子拿过来，左手拿右手，右手拿左手。他看完之后，突然对着顾远征嘿嘿笑了起来。顾远征又对着他拍了拍手，这才让他抱。陈老夫人，我同你们家大姑娘缘分很深啊，这是冥冥中自有天意。满月的时候，谁能想到我要认她当干闺女呢？这长命锁早早的就送了过来，这难道不是天意吗？我们要顺应天命才是啊。他抱着小海棠，脸上的笑容不断的在扩散。陈老太被他给堵得实在是没什么话说。她就是我干女儿了。今天是小年夜，灶王爷得清点人口，姑娘得跟我回家去。这哪行呢？姑娘年纪小，晚上还得吃奶，不宜远行。我家里有奶娘。这我家姑娘呀，生下来就跟着她娘亲，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恐怕一离开就要哭。小海棠听到陈老太的话，立刻转过头去找刘氏，让她抱抱。刘氏连忙要过来抱她，顾远征却退后一步不给她。这还不简单呢？你们一家几口人都过去不就得了？我家呀也不缺这一口饭。他这么一说，倒是把大山他们一家人都给说蒙圈了。还能这么干吗？哎，你们都别磨叽了，赶紧的收拾一下，跟我去。这可是我们家也要祭灶啊。我们早些吃饭，吃完饭你们再回来祭灶不就得了？要是什么事情都赶到一起，那灶王爷还能忙得过来吗？嗨，你们呐，别磨磨唧唧的了，赶紧收拾一下，跟我一起走。这番话让陈老太他们顿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你们怎么磨磨唧唧的？快点，赶紧的！你们呐，赶紧的，该换衣服的换衣服，该梳妆的梳妆。他说着，先抱着小海棠出去了。老夫人一看到小海棠，小海棠立刻冲着他笑了起来，那笑容甜的都快甜到人的心里头去了。老夫人看到他对自己笑，也不由自主的跟着笑了起来。坊间有个传闻，说小孩要看到哪个老人哭，这个老人就活不长了。小孩子只要对着哪个老人笑，那个老人就能长命100岁。哈哈哈，我都这把年纪了，活得也值了。小海棠专心致志的看着老夫人，目光太专一，让老夫人的心头啊软乎乎的。她也对着小海棠弹了弹舌，小海棠笑得咯咯响。你看这姑娘长得还真好看，确实好看，就跟那年画上的小仙童似的。这娃娃是好看。他说着拉了拉小海棠的手，小手肉乎乎的软软的，就跟没长骨头似的。小海棠立刻对着他笑，并且主动伸出胳膊让他抱抱。顾廷威一阵欣喜，伸手接过他来，小海棠就到了他的怀里。顾廷芳看着小海棠奶白奶白的脸，伸手捏了捏。小海棠吃得胖乎乎的，脸上自然也是肉乎乎的，被他这么一捏，脸上的肉挤在了一起，把小嘴巴和小鼻子挤在肉肉的中间都快看不到了。手感还不错，嫩乎乎的，滑滑的，软软的，一时没忍住又捏了捏。小海棠看着这位大哥哥，他怎么喜欢捏人家的小脸蛋？他冲着他眨巴眨巴眼睛。顾廷峰看到他对他眨眼睛，觉得非常有趣儿。几个弟弟小时候可没这么可爱，于是他就没忍住又捏了捏。小海棠故意把嘴巴给绷着撅起来，他一捏嘴巴就开了，一松手嘴巴就合上了，像是个机关一样，可把他们都给笑坏了。三郎顾廷温、四郎顾廷玄、五郎顾廷安也都围了过来。大哥二哥，让我看看，这就叫做粉雕玉琢。行了，别转你的知乎者也了，俺们家可是武将世家。武将世家就不能从文了吗？有外敌入侵的时候，武将披甲上阵，等到太平的时候就卸甲归田。想要保住我们顾家的荣华富贵，就必须得另谋出路。你甭说这么多大道理，你就是害怕习文吃不了这苦。兄弟俩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辩论了起来。小海棠一会儿看看这个，一会儿看看那个，两兄弟正吵架呢，突然都看向小海棠。小海棠突然被他们同时盯着，有些不好意思呀。能不能不要这样看着人家呀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还是抠抠小手手吧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小手手，随即又抬起头来，对着他们嘿嘿地笑了起来。天哪，这谁能吃得消呀？这两兄弟都没忍住，同时咧嘴笑了起来。是个聪明的姑娘。那还用说？二哥，让我抱抱。兄弟几个人在一起，这个让抱抱，那个让抱抱，小海棠都让他们抱。老夫人看着兄弟五个都抢着抱小海棠，笑得眼睛都眯在了一起。这姑娘就是喜见人呐！远征，你是从哪儿弄的这个姑娘？这就是陈大山家的姑娘，今晚过来吃个小年饭，一会儿还得送回去的。
陈大山是不是那个经常给我们送野味的那个？正是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他姑娘居然长得这么好看。不过那陈大山也倒是一表人才呢，而且还力大无穷。爸爸！大山惊喜地看向顾远征。大爷，他喊爹爹了，他喊爹爹了。顾远征一脸问号。爹爹是这样喊的吗？大山沉浸在小海棠喊爹爹的喜悦里。这几位是犬子，给姑娘送礼物来了。陈叔，怎么能让你们破费呢？这是应当的。今天日子特别，我们也就不多耽搁了，得先回去了。那我也就不挽留了。犬子的礼物还请你带上。大山盛情难却，就接过了那个箱子。大山他们回家去，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似的。顾家虽然华丽，但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家实在，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。尽管饭食非常简单，但是他们一家人在一起吃的有滋有味的，这不比在顾家满桌子的山珍海味香吗？吃完饭后，大山开箱，看到里面有战戟、有弓箭还有匕首，立刻拿出来仔细的看。这些礼物他很喜欢呐，就是太小了一些，要是有大的多好呀。这里的东西跟小海棠几乎不沾边，唯一沾点边的就是小木马、拨浪鼓，这才是小海棠能玩的东西。陈老太看到这些东西，哪里能不明白？这位顾大爷就是武将出身呢，一般的人家哪里有这些武器？刘氏则是看到了铜镜，他拿起铜镜来看自己，看得清清楚楚的，比水照的清楚多了。镜子中的他面若桃花，白嫩且光滑，他甚至不敢相信，总觉得自己跟村里的那些媳妇一样，没想到他也长得这么好看。小海棠的怀里还揣了很多东西呢。陈老太立刻看向小海棠。好，给奶奶看看。小海棠嗯了一声，他这才去掏他胸口的东西，银镯子、佛珠、金镯子、耳环、银子、金子，他把这些东西一件件的掏出来，全都摆在被子上，看傻了眼了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刘氏看到了金子。是金子，金子，那不是比银子还值钱啊？哼，那可不。陈老太面色凝重，刘氏也不敢多问了。他们送了这么多礼物，看来顾远征真不是说着玩的，这是真的要认大姑娘当干女儿。刘氏有些害怕。娘，这些东西我们能收吗？这收不收也不是我们说了算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我们走一步讲一步吧。那他们会不会强行把小海棠给抢走？应该不会。不过我们也不应该把凡事都往不好的方向去想，应该往好的方向去想。说不定小海棠认了干亲戚，以后就多了很多人保护她。说的也对，顾家5个儿子呢，个个都人高马大的，以后保护小海棠是可以的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那模样看着不像是对着他笑。大山纳闷的看着他，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个动作，没看出个所以然来。你咋了？小海棠还是仰着脑袋对着他咧嘴，大山还是不能理解。陈老太就往他的嘴巴里看，发现他的门牙那里白白的，伸手上去一摸，居然长牙了。哟，大姑娘长牙了！长牙了？哎呦，大姑娘牙齿都长出来喽，以后就能吃更多好吃的了。小海棠一听到他说好吃的，立刻就啊呜啊呜了起来，像一只小老虎一样，把他们都给逗乐了。娘，咱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了，为什么还要去赶集呢？这大姑娘认了干亲戚，大年初3得到顾府去走亲戚呀，得去给干爹拜年呐。拜年又怎么能空着手去呢？大山觉得也有道理，就跟他一起去了。买什么东西好呢？顾家什么东西都有，买什么他们也不稀罕。除了给小海棠买了绒花之外，也没买其他的。不如叫上苏护上山去转转，看看能不能猎到什么好东西。他们家就喜欢吃野味儿。行，这样也行。他们到了山上，山上的树木都已经落了叶子，也没看到什么动物。两人在山上晃悠了一圈。今天估计是运气不好，回头我抓到了，给你们送过去。行，不过该多少钱我得给你啊。再说吧。于是他们只好又下了山。苏护回家去了，大山顺着地转了转，到了之前他们挖陷阱的地方，他意外地发现土壁上怎么长出了这么多枯树枝，而且这些枯树枝怎么都一样，半截白的半截灰的。不对，这不是枯树枝。发现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枯树枝，他就去弄了根棍儿，一点点的刨，刨着刨着就刨出一些黑不溜秋的东西，个个都跟小鸡蛋似的，闻一闻好像是某种菌菇的香味儿。他好奇地看着这东西，又看了看里头还有，就又继续挖，挖出来了一大堆。只是别的菇都长在外头，这个怎么倒是长在土里头了？先不管了，拿回去问问何大夫能不能吃。他这么想着，刚好遇到何大夫从山上下来。何大夫，你看看我挖的这是什么东西？他连忙伸头过来看，立刻拿起来一个闻了闻。不知道能不能吃啊？
吃了之后会不会看到小人？这个是巫灵参呢，你可以呀，从哪里弄的？就在之前捉到野猪的那个陷阱里挖到的。何大夫有些服气，随随便便挖个陷阱都能长出巫灵参来了，能吃吗？能，这个比人参更值钱呢。你确定要吃吗？比人参值钱？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，这个叫做巫灵参，是不可多得的宝贝。那怎么宝贝了？可以安神、止血、降血压，还能给产妇催乳，很多种用处呢。那我就留给小海棠做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大山就把认干亲戚的事儿跟何大夫说了。那肯定行，绝对没有问题。不过你得好好的包装一下，才能显得它很珍贵。怎么包装？去定制一个木盒子，然后里面放一截绸缎，再把这宝贝一个一个的放进去，这样就显得高档了。大山听了有道理，就按照他说的去办了。第二天，大山他们带着小海棠和礼物去顾府。顾远征和他的几个儿子一大早都在前院等着，尤其是小武。顾廷安是个平常喜欢睡懒觉的，谁叫就跟谁急。但是他知道今天小海棠要来，所以早早的就起来了，也不用人去叫。你也争争气，争取生个姑娘，这要看缘分的。那可不得看缘分，顾家就是人丁兴旺，但是好几辈都没出过姑娘喽。是送给你们的礼物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。你到我家来还带什么礼物呢？我们也没啥什么好东西送你们，这些从山里面打回来的野味送给你们尝尝。顾远征就让顾宝把东西给提到厨房去。顾廷安看到了小兔子，我也要这个，就让顾宝把2只兔子留下来，给他当小玩意养着玩。小海棠在后院里正如鱼得水的，她张着自己萌萌的人见人爱的小脸蛋儿，到处骗吃骗喝骗抱抱，还顺带骗取高高。捏他脸蛋儿的捏他脸蛋儿，摸那小爪子的摸那小爪子，肉乎乎的跟猫爪子肉垫似的。老夫人和大娘子他们坐在那里看着这些孩子逗他，也都跟着乐。大山跟顾远征2人吃饭喝酒，喝得有些晕乎乎的，但是他没有忘记小海棠。顾大爷，我姑娘呢？她得回家吃奶睡觉了。她在后院玩得开心呢，你到客房休息一下再走。不行，我姑娘要找她娘亲呢，我得带她回家。顾远征只好让人去把小海棠给抱了过来。顾远征见他喝得晕晕乎乎的，哪里放心的自己带着小海棠回去啊？万一他喝醉了，半路上把孩子给弄丢了，那可怎么办？于是让顾宝送他回去。母亲，坐。顾远征把木盒子打开，这是陈大山送过来的东西，我瞅着像是好东西。老夫人一看，立刻拿起来一个闻了闻，居然是乌灵参。哟，我说怎么看着有些眼熟。陈大山真是实诚人呐，有什么好东西都给咱们送了过来。你说他怎么就没说一声呢？人家对咱们掏心掏肺的，咱们可不要亏负了人家呀，免得旁人以为咱们将军府欺负人。是。之后有什么事儿多照应一些。第二天，顾远征备好了礼物，准备去大山家。顾家的兄弟几个到了陈大山家，黑将军第一个出来迎接，他对着他们就狂吠了起来。大山出来训斥了一声，黑将军这才站在主人的身边，警惕地看着陌生人。顾廷尉和顾廷温看到黑将军，对他比较感兴趣。他们见过很多狗子，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帅气的狗子。奈何黑将军对他们敌意有些大，不肯亲近他们。2人的眼睛都粘在了黑将军的身上，还试图去摸摸他。黑将军的脾气有些大，虽然在陈家人面前很温顺，现在顾家的这2位公子哥，他一点都不感冒。天大地大，他家的主人最大，主人让他咬谁，他就去咬谁。天王老子来了，他都不带怕的。顾廷峰和顾廷玄都被小白给吸引了，2人看到小白2眼直放光。没想到小海棠家竟然还有这么好的一匹马，比他们家练兵场里的那些马看着更加强健有力呀。他也想上前摸摸。小白也是个有脾气的，2人还没到他跟前呢，他鼻孔里就开始秃噜秃噜的。刘氏就到灶房里去跟陈老太一起做饭，他们提前就开始准备了。今天来的是贵客，不管人家会不会留下来吃饭，预备总归是要预备的。大山请顾远征到堂屋里去喝茶说话，顾家的兄弟们就抱着小海棠在院子里玩。这可把黑将军给紧张坏了，他就害怕他们把小主人给抱走了，所以一直提防的看着他们。他们逗小海棠玩了一会儿，顾廷尉看到了黑将军，一直跟在一旁看着他们。这只黑狗真有灵性啊，他是怕我们把妹妹给抱走了吗？还真有可能。他们说着就试探的往外走，黑将军果然上前去拦住了门口，并且嗡嗡的发出了预警。他们把小海棠给抱回来，他就不叫唤了。再抱过去，他又开始拦着他们的路，开始叫唤了起来。这么看来，他确实是在保护自己的小主人。如此优秀的狗子，就应该给他找一只漂亮的小母狗，这样以后就能生出更多优秀的小狗来。言之有理。黑将军听他们说要给他找个漂亮的小母狗，鼻子里哼了哼。啊，
我看起来像一只缺小母狗的狗吗？村里的母狗多的是，村头有只母狗小花，黄白相间的毛，娇小玲珑，可漂亮了。村南头有个大黄，高大威武，大长腿，一身的腱子肉，竖起尾巴直冲云霄。还有村中有个肉乎乎的小母狗，黑白相间，耳朵毛色长得极其对称，人家还温柔贤惠。全村那么多小母狗呢，谁稀罕他们说的什么漂亮的小母狗？它就不是缺母狗的狗。哼，只要我愿意，全村的狗崽子都会是我的孩子，谁稀罕他们说的什么漂亮的小母狗了？而另外的两兄弟则是在想着他们家的哪一匹马能跟小白相匹配，将来能生出强健有力的马。他们正在为黑将军小白谋幸福的时候，大山家的那群野鸡回来了。顾廷文立刻就被这些鸡给吸引了，这绝对不是普通的野鸡，更不是他们平常所看的鸡，长得不一样啊！这鸡的尾巴很长，都在地上耷拉着，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长尾巴的鸡。这到底是不是鸡啊？看着身体像鸡，但是看着尾巴不像啊，难不成是凤凰啊？越看越像啊！只要是凤凰那还了得，陈大山家竟然养了这么多凤凰！不对，这一定是某种鸡。他在打量那些鸡，兄弟几个各有关注，但是顾廷安就不一样了，他一直都很专一，不管哥哥们对什么感兴趣，他一直都对着小海棠感兴趣。小海棠在哪里，他就在哪里。顾远征跟大山在屋里说话，也说得很热闹。顾宝把礼物全都拿了出来，当面送给大山。大山眼珠子都直了。顾远征也太直爽了吧，直接送银子。箱子打开，里面都是白花花的银锭子。这怎么好呢？哎，有什么不好啊？送什么东西都没有送钱来的实惠啊！啊！大山真是被幸福砸得晕乎乎的。顾大爷又大手笔的给他们家送钱来了。以前他天天愁着家里没钱花，现在愁着家里的钱花不出去，这么多钱，这一辈子都花不完。大爷，你稍等一下，我去把何大夫跟苏老弟给请过来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喝酒。他以为大山会自己起身去请人，却没料到他直接伸手招呼黑将军。你去把何大夫跟苏护都请过来。黑将军摇了摇尾巴，朝门外跑了去。他能听懂你说话吗？那一会儿他就把人给叫回来了。顾远征也在等着黑将军能不能把人给叫回来。院子里的几位公子也听到大山的话，看到狗子跑了出去，也都十分惊讶。狗真的能听懂人说话吗？他们都没有多说话，而是都在静静的等着黑将军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把人给请回来。黑将军跑路多快呀！他去叫了何大夫，又去叫了苏护。两人来到的时候，就看到满院子的少年都目瞪口呆的看着他们。顾远征也不可思议：大山兄弟，这只狗成精了。他没有成精，他还是一只狗，不过他比较通人性而已。你是我们家的黑将军通人性，就是我们家小白也通人性。你跟他说了什么他都知道，就是不会说话。顾远征明白他说的小白就是那匹大黑马，不过这么好的马怎么起了个小白这样俗气的名字？他详细的询问了黑将军到底是怎么叫他们的。苏护不善言辞，何大夫就把详细经过告诉了他。顾远征的眼珠子都是亮的。上次来我也没有顾得看这匹马，今天这么一看，你这匹马呀，千金难得。很值钱吗？值钱，你卖不卖？不卖，我们家小白是我们家的一份子，绝对不卖，给多少钱都不卖。顾远征没有感到意外，换成他家里又不缺钱，为什么要卖了？苏护不善言辞，何大夫倒是话套得多，对着这匹马评头论足的，还说什么千里马常有，伯乐不常有之类的。他的一些论点让顾远征觉得非常新颖，也觉得稀奇。他看看苏护，又看看何大夫，这个时候他才感觉到围绕在陈家的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人。苏护虽然不多说话，但是他的身上有一股跟他同类的气息，绝对不是一般人。本来他今天来也带了别样的目的来，他就跟大山提出让他到他们家当护卫的事儿来了。大山上次就想说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开口，现在顾大爷主动开口了，他这一次没有拒绝了。我除了一身的马力之外，一点长处都没有，怎么能到你们家去当护院呢？到我们家当护院是需要进行训练的，会有武士教习棍棒功夫，那就要看看你能不能吃得了这个苦了。只要你能咬牙坚持，就完全没有问题。虽然比不上自幼习武之人，但是你这一身的蛮力也是上天的赏赐。那些花拳绣腿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什么都算不上。我可以白天去，晚上回来吗？你可以等到正月15之后去，我敢保证，你只要能熬过7天，就能坚持下去了。那行，不过等到收庄稼的时候，你得给我放假，我得回来收庄稼。这个完全没问题。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下来。顾远征又把视线转移到了苏护的身上。不知道这位姓苏的小兄弟可有兴趣一起去？苏老弟，你跟我一起去吧，
咱俩还有个伴儿。你常年打猎，虽然说收获还不错，但也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而且打猎还极其凶险，万一遇到猛兽毒蛇，你一个人连个外援都没有，还不如一起投奔顾大爷，谋个前程呢。以后你安定下来了，赚个钱，托媒婆给收个媳妇儿，人生就有着落了。苏护这才点点头，表示同意了。顾远征心里高兴啊，本来他是打陈大山的主意的，没想到今天竟然是买一个送一个，他是赚大发了。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。等客人全都走了之后，陈老太才问大山：之前我想着能留在你们的身边保护你们，纵使我有一身的蛮力，却没有招式，有什么用啊？随随便便出来几个人就能把我给难为住，所以我去顾家先干上1年，学些本事，然后再报答他们2年，3年后我们就可以自己过自己的日子了。陈老太现在意志如此坚定。你只是去当护院的，没有要去打仗吧？没有，娘，你在想啥呢？没啥。到了正月15，大山就跟苏护一起去顾府报道。顾远征把他们给放到了另外20几个人当中，这20几个人是他最近新招募过来的，有一个专门的武师姓杜，叫杜奎，专门负责训练他们的。府上的一个人将他们给领到了练兵场去拜见武师。大山这才知道顾府有一个很大的练兵场，大山还以为要教他们拳脚功夫了，没想到杜武师并没有让他们接触任何的兵器，而是让他们学习扎马步。扎马步看起来简单极了，但是做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不，晚上回去的时候，大山的腿已经有些不听使唤了。你不累吗？累。他们也不让我们学招式，反倒是这样半蹲着。这是在练基本功。其实我不想练基本功，我只是想赶紧练一些手脚的功夫，能跟人对战。这些东西必须要练的。不练不行吗？不行。大山还能说什么呢？坚持呗。他回家累得不想动了。陈老太跟刘氏都问他情况如何。还可以。小海棠看到他就要让他抱抱，大山勉强打起精神来，把小海棠给抱了过来。小海棠贴着他的脑袋，把肉嘟嘟的小脸贴在他的脸上。大山顿时就闻到了他身上的那股花香，沁人心脾，让他精神为之一振，身上的疲惫顿时一扫而光。大腿本来是发软无力的，这会儿疲惫的感觉竟然没了。他意识到这一点，连忙伸手按在小海棠的脑袋上，让他贴着自己的脸，并且深深地吸了2口，就像是吸氧一样，整个人又好了。小海棠开始叽里咕噜的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。大山看着他真是意外呀，没想到他竟然还有氧的作用。第2天他像是没事一样的起来，苏护来找他一起去顾府。你等一下。他说着匆匆忙忙的跑回屋里去，并且闻了闻他身上的花香味儿，顿时觉得自己现在元气满满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苏护瞟了他一眼，见他精神抖擞的，像是刚回去喝了鸡血一样。昨天一起练习的那20几个人都龇牙咧嘴的，双腿发沉，走路都疼，别说是跑步了。但是大家都看在1个月1两银子的份上，都在咬牙坚持。杜奎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的了，他已经提前跟他们打了招呼，只熬个7天就好了。只不过他看到大山像是没事的人一样，跟昨天刚来的时候一样有精神，心里暗暗的想着这是一个人才。看到苏护的时候，也明显感觉到他好像也影响不大，他心里非常满意。所以别人跑步就跑步了，但是这2人得负重跑。大山他们都没有拒绝，负重就负重。别的那些人就觉得杜武师是有意在为难他们，一定是他们之前得罪了他，所以现在是受到报复了。2人却都默不作声。这一天训练结束之前，顾远征来了，他问大家都还能不能坚持。本来有2个想打退堂鼓的，这会儿见到了顾远征，立刻就打起了精神，咬牙说能坚持。顾远征看到大山跟苏护2人也非常满意。大山虽然已经过了学武的年龄，但是他身上却有着别人没有的优势，就是天生神力。而且杜奎发现了，他似乎力气恢复的也比平常人快，难怪将军愿意对这2人另眼相待。别人都得住在顾府，但是他们可以回家。2人跟着去吃饭，吃完饭回家的时候，顾家的几位公子追了出来。大叔，你等一会儿，明天你来的时候，能不能把小海棠给带过来？那怎么能行呢？我得训练。明天我们全部都休沐，不用上课，你把他带过来，我们带他玩。对，这样也可以让婶婶在家里能多干些活。是，我们家有奶娘，饿不着的。有妹妹。等我回去商量商量，能商量得通，明天我就带她来。那我们等你的好消息。这他要是哭了，要找我怎么办？他们家有奶娘。刘氏还是不放心，姑娘在他跟前怎么着都行，离开他的视线他就不放心。你要去顾府找哥哥们吗？小海棠一听说是去顾府，立刻就伸出胳膊让大山抱。大山把他抱起来，他就指着外头要去找哥哥们。你看看，大姑娘愿意去呢，肯定没有危险，有危险她就不会去呢。刘氏竟然无言以对。我们乖乖睡觉，明天早上爹带你去啊。刘氏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他希望姑娘离不开他。
咱不去。小海棠立刻对着空气抓了一把，然后拿到嘴边啊呜啊呜，好像是吃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样。大山和刘氏顿时就明白，他这是想去混吃混喝去了。刘氏无语至极，他不知道小海棠才这么一点点大，怎么这么贪吃呢？大山心里也不舒坦了。姑娘，你要去顾家就是为了混吃混喝吗？小海棠撅着小嘴巴，歪着脑袋，眨巴眨巴大眼睛。上次去，哥哥他们给了好多好吃的好喝的，还给了宝贝。他想到宝贝，立刻转身看向他的百宝箱，嘴里的扑到百宝箱上，动作笨拙地拍着他的百宝箱。大山和刘氏哪里也不知道，他不仅想去混吃混喝，还想混银子。夫妻俩都十分无语。这次去不许再要银子了，知道吗？小海棠不解地看着他。银子是别人辛苦得来的，咱们不能总是白白的要别人的东西啊。就是贪小便宜早晚吃大亏，咱们可不能总想着要别人的东西哦。小海棠似懂非懂。我也好辛苦呀，人家去了又不是白白得别人的宝贝的，人家也很卖力的逗他们开心啊，笑得累了叹一口气继续接着笑啊，他们高兴了就给我了呀，人家也好辛苦的呀。大山他们当然不知道小海棠心里在想什么了，早早的就熄灯睡觉了。第二天苏护来的时候身后跟了一个人，大山仔细一看，这不是刘承嗣这个呆霸王吗？他怎么这么早来了？陈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跟着我师傅来的，我来2天了都没有找到我师傅，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去了顾府，我也跟着去顾府。你是拜师礼我都送到你院子里去了，我没收。那在你院子里就是你收了。嘿嘿，师傅，我保证不给你添乱。你去顾府，我也去。你要是干活，我有的是力气。苏护甩不掉他，只能随他了。大山把小海棠给抱了出来，他还在睡觉，用披风给裹结实了，就朝顾府去了。哈哈哈，大山兄弟啊，你可真够意思呀，又给我领了一个人过来。好，去，你们啊，直接去找杜武士就好了。嘿，大姑娘也来了，直接给我吧，回头让那群小子们来我这里接人。大山就把小海棠给了他，呆霸王也稀里糊涂的就进了顾府。杜武士让他跟着大山他们一起练，他们就带着他在院子里玩，这个抱一会儿，那个抱一会儿，又是骑马又是坐轿的，小海棠都配合他们一起玩，玩得很开心。骑马坐轿之后，顾廷璇他们说要带他捉迷藏。你想不想捉迷藏？小海棠立刻点头了一声。于是顾廷峰抱着小海棠，让其他的去藏起来，他们就在院子里藏。你要把哥哥们全部找出来哦。小海棠了一声，就伸手指路。最先被找出来的是把脑袋藏于被子里，身子都在外头的小五顾廷安。小海棠看着他藏得跟鸵鸟似的，咯咯的就笑出声来了。然后又找其他的哥哥，他给顾廷峰指路，不一会儿把人全都给找了出来。大家都觉得小海棠一定是偷看了，所以要求重新藏。这回大家到府里各处去藏，不要在这个院子里了。于是大家都到各处去藏了。小海棠再一次的把他们一个个的全都找了出来，他们都非常稀奇。他们藏在将军府的各处，他是怎么知道他们藏在哪儿？小海棠跟着哥哥们疯了一上午，疯饿了，他伸出热乎乎的小手，朝桌子那边抓了一把，然后送到嘴边，开始啊呜啊呜。你在干什么？他是不是饿了呀？小海棠连忙看向顾廷问，了一声，兄弟几个哈哈大笑了起来，太好玩了。他饿了就开始啊呜啊呜。顾廷轩连忙拿起来一个往他嘴里塞。你是不是傻？我怎么傻了？他这么小，这糕点比他嘴都大，他能吃得下去吗？得掰碎了一点点喂。顾廷尉说着就掰了一些，放在手心送到小海棠的嘴边。小海棠脑袋一低，就着他的手心去吃糕点，像一只小狗狗一样。顾廷尉心花怒放，有喂糕点的，又喂茶水的，他们看着他吃东西，越看越有成就感。小海棠努力的配合，可是先前玩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上眼皮和下眼皮要打架了。他努力的睁开眼睛，可是眼珠子却不停的往上翻，不停使唤了呀。然后他吃着吃着眼睛就关门了。前一刻他还在吃东西，后一刻他就靠在顾廷尉的胸口睡着了，睡得太快了。兄弟几个看着他瞬间睡着了，都大眼瞪小眼的，你看我我看你。不行，得把他嘴里的糕点给抠出来，恐怕他呛着了。顾廷尉就去捏他的脸颊，准备把他的小嘴给掰开。小海棠不愣了脑袋，小嘴撅得高高的，似乎又发现嘴里有吃的，他又把嘴里的糕点给咽下去，又继续睡了。大家都愣住了，然后都憋着笑。这小妹妹睡着了还贪吃呢。顾廷尉就抱着她睡，不舍得给放到床上去。顾廷峰也要抱，顾廷温和顾廷玄也想抱抱，顾廷安也来凑热闹。最后他们兄弟5个一商量，还是把她给放在床上睡吧。
小海棠被放到了床上睡觉，兄弟几个都守在床边。顾廷安干脆脱了鞋子也爬到了床上。他早上因为要等小海棠，所以早早就起来了。这会儿看到小海棠睡觉了，他也感觉自己有些精神不济。作者看他睡觉，看着看着自己也睡着了。顾廷轩给他盖上被子。他们打量小海棠，发现他睡着了也十分好看，肉嘟嘟的小脸蛋儿看着就想摸摸捏捏。兄弟几个你摸一下我摸一下，他们正摸得开心呢。顾廷安睁开了眼睛，他生气地爬起来，护着小海棠不许他们摸，气得眼圈红红的要哭了。不过兄弟几个也就不再摸小海棠了。顾廷安也躺下睡觉了。小海棠一觉睡到午饭后，他醒来的时候左看看右看看，想起来他在顾府了，也不哭不闹，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房顶，闲得无聊还蹬了被子，自己抓自己的小脚脚玩。他这么一动，顾廷安就醒了，他连忙爬起来看着小海棠。在外头的哥哥们听到了，都争先恐后的跑了进来。小海棠转头看到哥哥们进来了，一个劲儿的对他们笑，笑得甜蜜蜜的。不过很快小海棠的眉头就皱了起来，他想尿尿，眼前都是哥哥们怎么办？他也不会说。小海棠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饿了？我们吃饭吧好不好？小海棠摇摇头。是不是渴了？四哥哥给你倒水喝。小海棠继续摇头。那你是不是想要银子了？三哥哥给你银子。小海棠这次没摇头。娘亲说不能白白要人家的东西，人家没有白白要，哄他们开心了。只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一样拿到银子就开心，他想尿尿，他瘪着嘴巴，瘪着瘪着就想哭了。兄弟几个一看他要哭了，顿时都慌了。老三，他怎么了？这难不成他是想他娘亲了？好妹妹，不哭不哭啊，哥哥带你去找爹爹。小海棠真憋不住了，哇的一声就哭了出来。奶娘一听到孩子哭了，连忙过来。大公子，小姐这是怎么了？他刚睡醒，醒来的时候还冲着我们笑，笑着笑着就瘪着嘴哭了。给他吃的也不要，给他喝的也不喝，给银子还是不开心。他是不是要尿嘞？小海棠听到奶娘说是不是要尿了，立刻伸出胳膊让奶娘抱抱。奶娘把他抱到了一旁去，给他把尿。小海棠这才出了一口气，心情也好了起来。到天快黑的时候，小海棠就想找娘亲了。他抓心挠肺的想要找娘亲，就瘪了瘪嘴，给吃的也不吃，喝的也不喝，给银子也不开心了，也没有想尿尿，他就是想找娘亲了。他总是伸手指向门口，嘴里咿咿呀呀的，明眼的人都能看得出他是想家了。本来还想着等你吃饱了饭再回家的，怎么就不愿意多待一会儿了呢？小海棠瘪着嘴看向老夫人，老夫人看到他委屈的小模样，小嘴巴委屈的撅起来了，就跟包的小饺子似的，他的心顿时就软了下来。快送他回家去吧。刘氏正烦躁的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的，跟丢了魂似的。陈老太知道孩子离开他有些焦虑，就劝他不要着急，大山一准儿把他给带回来的。其实他心里也在埋怨大山，怎么一声不吭就把大姑娘给抱走了。不一会儿，门外传来了说话声，黑将军嗖的一下就窜了出去，并没有叫唤。大山这边回来就被陈老太好好的问候了一遍，他也感觉自己十分无辜。是大姑娘自己想去的，我都跟桂兰都问了她了。这以后可再不能这样了，大姑娘离开娘亲，对她娘也是一种折磨。你是没见你媳妇儿，上午还好好的，这下午就不对劲了，哪儿都不对劲。这快到天黑的时候都坐立不安了。你以后可不能再这样，什么都随着大姑娘的意了，好歹也得考虑考虑你媳妇儿受不受得了。大山挠着后脑勺，有人帮他抱孩子了，他好不容易偷闲了，不累了，怎么受不了了？陈老太无语的白了他一眼。哼，可见是生孩子的不是男人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母女连心吗？大山见娘要发火了。下次不会了，下次不会了。不过他还是无法理解媳妇儿为什么受不了了，孩子都好好的，吃得好好的，玩得好好的，睡得好好的，也不用他操劳受累了，怎么就受不了了？不过后来他倒是没有再答应顾家兄弟几个的请求了，他不再把小海棠给带到顾府去。但是顾府的那几位公子哥一到休沐，就主动到小海棠家里来了，并且还带了礼物来的。陈老太都热情的招待他们，他们也倒是不挑食，并没有那些富家子弟身上那么多的毛病。陈老太对顾府的印象也越来越好了。转眼间到了田间小麦返青的时候了，陈老太闲着没什么事儿，他就到田里去拔草，回来喂鸡。自从上次顾家的那些公子们来了之后，他们就觉得自家的这些鸡不是什么凡品，不能总放到外头了，而且放到外头去也有些不放心，万一被人给踩住尾巴，就得把鸡给抓走了。所以这些鸡都被关在院子里不让出去了。这些鸡也倒是聪明，都飞到马棚上头去，把尾巴给耷拉下来，一条条的尾巴弄得跟帘子似的，看起来十分好看。陈老太天天到田里去拔草，还把小白给牵出去溜达溜达，黑将军跟在后头。
小白到了田里，他看到田里长出了这么多杂草，很是兴奋呐。不过，要么怎么说他聪明呢？他到田里吃草，专挑杂草吃。陈老太见他走路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，恐怕踩到了麦苗，心里十分的惊讶。哎呀，真是造孽呀！好端端的庄稼，怎么就这样毁了呢？这要是被官府知道了，这是要掉脑袋的。大山娘，你毁庄稼，被朝廷知道了要掉脑袋的。这事儿做的的确不好，这么好的庄稼毁了可惜了，这都是咱们嘴里的食物呀。真是家里有钱了烧的。我说杨叔，你是因为我家小白到麦地里来质问我的吗？这件事儿你做的确实不对，现在麦苗还小，吃掉的就算了，以后啊不要再这样做就好了。谁说我家小白到地里来吃麦苗了啊？你自己看看行吗？我家小白到地里来给我除草来了。在场的人都扑哧笑了出来，他们都觉得陈老太真是把他们全都当成傻子耍了吗？马还能认得什么是庄稼，什么是杂草？马要是能除草，他们家家户户都养马得了，还辛辛苦苦的去除田干什么？大家显然不信。田就在旁边，你们自己看啊。李正倒是有些疑惑，朝田里去看了。这匹马确实没有毁庄稼，不过走垄沟的时候偶尔会踩到几颗麦苗。只要我这块地不淹不旱，将来你们能打庄稼，我也能打庄稼就好了。你们管我是给马弄到地里，还是把驴给弄到地里呢？难道不是结果最重要吗？哼！他这么一说，倒是把这些人都被说得哑口无言了。陈老太看到他们家的地里的麦苗有些旱了，回来就跟刘氏说。刘氏听说庄稼旱了，也非常担心。要是这样，会影响收成吗？会，没有苗哪里能长庄稼呀？现在就等着老天下雨呢。唉。要是有人能有办法控制云雨，该下雨的时候下雨，不该下雨的时候天晴，那该多好呀。陈老太突然转头看向小海棠，小海棠本来拿着小木马在玩，看到陈老太盯着他看，一脸蒙圈的看着他。姑娘，今晚能下雨吗？小海棠一听说下雨，立刻朝天上看了看，嗯了一声。陈老太心中一喜。你说今晚能下雨？陈老太看着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的样子，根本就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。不过小海棠表示要下雨，她心里还是有些期待的。直到晚上吃了晚饭，天上还是星星点点的，根本就不像是要下雨的样子。陈老太只能调整好自己的心态，不管下不下，都不是她能管的。大山很快就回来了，刘氏出来给他开门，黑将军也在跟前摇头晃脑的。大山摸了摸他，快去你狗窝里睡吧，这毛毛雨下得有些紧呢。陈老太一听说下毛毛雨了，也连忙起来了，发现外头果然是下雨了，天上正在飘毛毛雨呢。鸡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你嘴里说着鸡，还问我？我这不是看他们长得不像鸡吗？也不能说长得不像鸡，看着模样是鸡的模样，但是那尾巴长得也太长了吧。他记得当初拿回来的时候，明明就是野鸡蛋，就孵出来这种东西。小的时候看着跟小鸡仔一样，长着长着就古怪了起来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养了一窝凤凰呢。可人都说凤凰的模样漂亮的很，还会喷火，这个应该不是凤凰吧？啊，我看顾家那几个哥都对咱家的鸡感兴趣，不如送几只过去吧。他们每次来都给带东西来，不送一些东西过去，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？有道理，有钱的公子哥就喜欢养些稀奇古怪的东西。明天就让大山给捉2只送过去。第二天，大山就带了2只去了顾府。这2只鸡是站在大山的肩膀上被带去的，陈老太亲自挑选的。2只鸡站在大山的肩膀上，也不到处乱跑。苏护和刘承嗣看着都十分的惊奇，而且他们也看上了这种鸡，真漂亮。大山哥，你家这种鸡卖不卖？我也想养一只在院子里，是个玩意儿。那你回头去我家挑一只就好了。这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？是陈大叔送过来的，是个小玩意儿。是陈大山吗？回祖母，是。哎呦呦，他们家还真有不少稀罕的东西。那可不，他们家稀罕的东西可多了。他们家有一只狗，长得是威风凛凛的，特别好看。更重要的是，它特别聪明，能听懂人说话。啊，是吗？那可不是，陈大叔让他出去请客人来，他都知道是去谁家请。而且我们过去一趟，那狗就认得我们了，也不咬我们，但他会看着我们，不让我们把他的小主人给抱走。哦，是真的，我们还特意的试探过他。我们抱着小海棠的时候，他就看着我们，不往外面走，什么事都没有。一旦往门口走，他就会去拦着我们的路。是吗？这么聪明？那可不是嘛，他们家还有马，也是十分的通人性的。兄弟几个都跟老夫人说起大山家的东西来了，老夫人有些稀奇，所以我们想着你院子里的雪球也到了要下崽的年龄了，
送过去让他们家的黑将军给配种，将来咱们家不是也会有很多聪明的狗崽子了吗？你们为何都在这里？不用训练了吗？老夫人连忙帮他们解释了一番，又说了要把雪球送到大山家去配种。这样也好，那只狗确实聪明，倘若有这样的狗，将来在战场上也能有用处。明儿个你们给牵过去吧。过了2天，他们兄弟几个就牵着雪球去了大山家。陈老太看到他们带来的这只通体雪白的狗，有些诧异。这狗长得甚是好看。黑将军闻到了同类的气息，上前去闻雪球的鼻子。雪球像个大家闺秀一样站在主人的旁边。你们家这狗也很特别。那可不是，我爹从前从罗荒野带回来的。罗荒野是在哪儿？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。顾廷尉他们接过小海棠来，把雪球给叫了过来。雪球来到小海棠的身边，小海棠伸手去摸它，它很乖巧地坐在了跟前儿，让它随便摸。陈老太他们都以为他们只是带雪球过来玩的，哪知道中午吃了饭之后，他们跟陈老太说：“陈奶奶家，我们把雪球放你家养着吧，这是她的饭钱。”不要，你们愿意把狗放在这儿就放在这儿，银子我是万万不会要的。这有啥呢？它很能吃的，银子您就收下吧。我们并非无缘无故把雪球放到这里来，其实是想让它跟黑将军在一起，以后就能够生出优秀的狗崽子了。陈老太听到这话才算是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们是冲着这儿来的，实在推辞不过，只好收下了银子。反正不过是多养一条狗，又不是养不起，他就把雪球跟黑将军养在了一起。黑将军很喜欢雪球，但是雪球很明显不太喜欢黑将军。黑将军时不时的在他跟前展示着自己强健的身体，浑身黑亮黑亮的毛发。雪球像是闲得烦一样，不怎么理会，倒是很喜欢粘人。他喜欢跟在陈老太的身边，陈老太也觉得有些稀罕。这狗难不成也是谁投胎过来报答我们家的？有钱了就要花出去。咱们横竖都是要修建房子的，要不然以后庄稼打下来了往哪儿放啊？这样那我们就得修造房子，可是我还得去顾府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包给人家就好啦，我们给钱也不用咱们操什么心。明天我去找李正给画个宅子去。咱们无前无后都没人，不如就这屋后画，弄个3进呢。行。第2天，陈老太就去找李正给画宅子，要盖房子。问清楚了他们要盖的样式之后，就给办了下来。牛保长还热心的给他们推荐了造房子的工匠头。我们想要宽敞一些，包工包料。工头一听包工包料，十分诧异，包工包料要花更多的钱。那这样一来，你们的花费就更多了。嘿，这想少花一些也不成啊！我们家大山现在在顾府当差，实在是走不开呀。我跟儿媳妇都是妇道人家，所以只能包工包料。这我得回去好好算算，算好了回头再来。得嘞，你可得仔细算清楚了。几乎每天都要下一场阵雨，地里的庄稼都争先恐后的往上冒。陈老太这边还是采取之前的做法，让小白到田里去吃草去。小白确实聪明，到了田里只吃草不吃庄稼苗，但是这里的草长得实在是太旺盛了，他就干脆把鸭子和鸡都给赶到地里去了。他们不仅能吃草，还能捉虫子。老母鸡也带着一窝窝的小鸡崽到田里去吃虫子。陈老太还觉得草除不干净，又去镇上买了40只鹅回来，把鹅也放到地里去吃草。鹅果然也很听话，到了地里只吃草不吃庄稼。陈老太则是每天去看看工人们造房子进度就好了。这一天大山晚上回来，小海棠张开胳膊让他抱抱。爹爹先去洗个澡，回来再抱我啊。小海棠着急了起来，鼻子里的抓住他的衣服不让走。大山哪里受得了啊，只好把他给抱了起来。这边才抱起来，小海棠就指着门口要出去。大山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去，就跟着他一起出去了。黑将军跟着雪球看到大山抱着小海棠出来了，都摇头晃尾的跟了出来。他抱着他往河边走。到河边来干什么呀？小海棠没有说话，而是伸长了脑袋往河里看。你想去玩水啊？可不能去玩水啊！你知道你爷爷吧？你爷爷就是被水给冲走的。小海棠指着河，对着大山又是一阵叽里咕噜的，也听不懂说的什么。他只好双手抱着他的脑袋，让他往河里看。大山朝河里看了过去，因为天黑了，所以他看过去只能看到发白的河水，并看不到其他的东西。没啥呀，你要看啥呀？说着后脊梁还有点发麻。他该不会是看到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吧？黑将军突然对着河中心狂吠了起来，小海棠也激动了起来，不断的拍着大山的脖子，另外一只手指着河里，嘴里叽里咕噜的。他又凝眸看过去，还是没看到什么东西啊？你看到什么了？小海棠也对着黑将军咿咿呀呀的说话。黑将军汪呜了一声就跳进了河里，雪球也跟着跳了下去。大山不由自主的把小海棠给抱紧了。不会是有水猴子了吧？不一会儿，黑将军上了岸，
他隐隐约约的看到他拖上来了一个东西，好像是个孩子，10来岁。他心下一惊，连忙伸手把这孩子从水里拽了上来。孩子被拽上来，浑身已经软得跟面条一样了。你别动啊，我去救人。他说着就赶紧给孩子控水，又摸了摸他的鼻息，已经没气儿了。他连忙给他渡气儿，一边给他渡气儿，还一边按照何大夫救人的手法给他按压胸腔。小海棠坐在一旁，紧张地看着大山救人。小海棠看着看着，突然对着那孩子吹起了气，啊呜啊呜的。他吹了好几口气，那孩子突然咳嗽了2声。大山悬着的心终于松了下来，孩子虚弱地睁开了眼睛，想动已经动不了了。孩子别怕，你没事了，我先带你回家。他说着，一把把小海棠给抱了起来，另外一只胳膊把那个孩子给夹了起来，快速的回家去了。这是怎么了？从河里捞上来的。大山对黑将军说：“快去叫何大夫。”这是谁家的孩子呀？怎么会掉到水里呢？我去给他弄点吃的去。应该是又累又饿，又受到了惊吓。先给这点蜂蜜水给他喝。孩子喝了蜂蜜水，精神稍微好了一些。不用害怕了，你已经没事了。孩子，快点吃些吧。那孩子茫然的抬起头来，似乎有些不知所措。小海棠嗯了一声，他抬头看看小海棠，又看看陈老太，又周围看了一遭。何大夫又观察了少年一会儿，确定他没什么事儿了，这才搬了半颗安神丸给他吃下了。少年不一会儿就睡了。小公子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，救命之恩无以回报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万金宝。家住哪里？万家村。万家村？那万员外是你什么人？我爹。哎呀，你是万员外家的公子啊，那你怎么掉河里去了？少年没忍住，捂着脸痛哭了起来，哭得极其伤心。小海棠就伸手摸他，少年一时竟然忘记了悲伤。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？这儿离你家不远，回头我托人送你回家去。少年连忙摇头，眼泪直往下流。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我爹不在了。什么？你爹不是才过了60大寿吗？过大寿的时候，他的身体还好好的，没灾没病。可是自从梅姨娘进府之后，我爹的身体就每况愈下了。这才2、3个月，我爹就一命呜呼了。那你爹不在了，你不应该在家里守孝吗？你怎么掉河里去了？我爹刚落气，灵堂都还没搭建，我兄长就把我叫到河边。我以为他有事要交代我去办，却没想到他竟然要把我给推到河里。你家离这儿这么远，你兄长把你扔到河里，等你冲到这儿，把我给扔到河里，我就知道他要害我的命。我多少还是会一些水，但是我假装溺水，挣扎了一会儿潜入水底。我兄长见我不露头就走了，我重新浮出水面。此时我已经被水冲了很远，我努力地往岸上游，可是被水冲着往下来。幸好我遇到了一根枯木，我抱着枯木顺着水一路往下。原本以为可以有机会游上岸，但是我又害怕又累，没了力气。我也希望能遇到贵人救我一命。我从早晨等到了天黑，最后坚持不住了，再醒来就已经在岸上了。大叔救了我。既然这样，你回家也有性命之忧，有什么打算没？他以为少年会留在他们家，没想到他说：“我一会儿就回去。”你爹已经不在了，你家里能说得上话的就是你的兄长，他既然要害你，你回去能好得了吗？我必须得回去。老太见他这么坚持，以为他是想回去给他爹送殡，也就没有拦着他，给了他一些钱。你呀，回去给你爹送殡，凡事留点心，别再被你兄长找着机会害了。这吃饭时候也要小心，更不要单独跟他出去，找一个信得过的家人跟着你。如果你家里实在待不住了，你就回来到我们家来，我们家有田地有房屋，你可以住到我们家来。不管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活着才有逆风翻盘的希望，知道吗？少年含泪点点头，接过钱来，对着陈老太磕头，然后离开了。陈老太叹了口气：“哎呀，这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呀。不过万员外才过60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这人呐，真是没法说呀。今天脱了鞋，明儿个还能不能穿上，谁也不敢说。”宝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实诚呢？来的时候拿了那么多礼物，就说是救命之恩，现在怎么还说是救命之恩啊？你大叔救的你的命，不是为了让你感念一辈子，只要你呀能好好的过日子，好好的生活就够了。万金宝眼睛湿漉漉的。金宝，如果你真的要感谢的话，你还应该多感谢小海棠一些，你的命啊，还有他一份功劳呢。还真得感谢姑娘呢。那天晚上她莫名其妙的闹得要到河边去，以前从来就没闹过，这不我才带着她到河边去，河边什么都没看到，
准备哄他回来，谁知道我们家的黑将军却突然扑到了水里，雪球也跟着跳了下去了。说起来呀，你还得感谢黑将军呢，是黑将军把你从水里边捞上来的。没想到除了有救命恩人，还有救命恩狗。早知道啃骨头的时候也啃得那么干净，给他们多留一些肉了。这虽然是黑将军给他们捞上来的，你要是不给他肚气呀，他怕是活不过来的。他一说到肚气，小海棠就立刻对着万金宝阿噗阿噗的吹了起来。万金宝意会到他的意思，你们都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还有2只救命恩狗。大家都乐呵了起来。你们救了我，给我再生为人的机会，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就把我给认下了吧。他说着又对大山跪了下来。大山当即就明白了他说的是什么意思，这是要认干亲戚呢。你果真有此意？诚心诚意。大山激动的眼中闪烁着泪花，以后不管他们能不能生出儿子来，他都不会再担心有人欺负小海棠了。如果你真的有这份心的话，那我们2家就结成这个缘分吧。于是大山和刘氏2人坐在上堂，万金宝跪下给2人磕了3个响头。爹娘。大山心里很感动的，一般认个干亲戚，人家都直接喊干爹的，这孩子直接喊爹，这是白捡了个儿子，而且还是个家产万贯的儿子。一家人都欢欢喜喜的，小海棠就更开心了，自己又多了一个哥哥。他们又坐在一起说话，最终夜深了，大山得给万金宝他们安排住宿。万金宝这边带来的还有3、4个人家呢。后院的新房子已经盖得差不多了，你们如果不嫌弃的话，不如到新房子里去睡吧。我们都是自己人，住在哪里都无所谓。万金宝和万长贵都顿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了。他们是万万没想到，大山他们家居然用糯米汤来做地坪，想必这墙面也是的。这陈家财力非凡呢。这房子得花不少钱吧？比土房子要花钱一些。爹，你盖这么好的房子，恐怕会树大招风啊。手头里有钱儿，不盖房子早晚也会被村里的人给借光光的。这个借了钱，那个借，人都说帮急不帮穷，他们借了钱又还不上，你说我们能怎么办？想来想去还是盖成房子算了，这样谁也不惦记了。他说，我认得一个工匠，他善于做机关，你如果用得着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引荐。那感情好啊。他之前就一直想做个藏宝贝的地方。爹，我们今晚能睡在这上头吗？凉快，也没有蚊子。可以啊。第2天一早，他们就辞别了大山，要回家去了。大山非得留他们吃早饭。万金宝表示他们路远，耽误时辰，恐怕正午前到不了家。陈老太只好把馍给他们拿上，鸭蛋烧上，让他们走在路上吃。不知道从哪儿传出了一阵虚弱的猫叫声。小海棠一听到猫咪的叫声，就支棱起耳朵去听，随即伸手指向山脚那里。大山立刻抱着他过去了。离得不远，他就看到有一个像是老鼠夹子一样的东西夹住了一只猫。大山一看就知道这是猎户下的夹子，于是他把小海棠给放下来，心里想着自己拿着衣服一下子上去把它给蒙住，这样就可以使自己不会被抓到。但小海棠一被他放下来之后，就朝着那只猫跑了过去。他长这么大还头一次见猫，一下子就被他那漂亮的外貌给吸引住了。他伸手就去摸猫咪的头，大山吓得赶快把他给抱到一旁。这东西不能摸，会抓人的。疼，呼呼。猫咪又喵呜叫了一声，显然十分痛苦。小海棠心疼的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他拉着大山的手，让他赶紧把夹子给拿掉。大山看到小海棠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心疼的不得了，他往猫咪跟前走了走。我们是来救你的，你不要抓我呀。说完之后，他尝试着去摸这只猫，意外的发现这猫并没有攻击他，反倒十分的乖巧。大山胆子就大了起来，立刻上手去把那个木夹子给掰开。猫咪得到了自由，立刻朝前爬了去，后腿也离开了那个夹子。小海棠没有忍住，上前来去摸猫咪的头，猫咪嘴里喵呜着，似乎是在跟他说它很疼。小海棠就想抱它，但是这只猫太大了，太胖了，小海棠根本就抱不动它，累得哼哧哼哧的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猫咪也被他抱着跌在他身上，小海棠就给他呼呼。大山把夹子给支起来放在原地，过来看这只猫。山上的野猫都长这么大了，还别说，这狸花猫就是好看，长得跟老虎似的。要把它带回家吗？要。大山听懂了，这是让他把猫咪给带回家去，给它上药呢。行，那我们就回家。你们这是从哪儿抓了这么大一只猫啊？是苏家的夹子。哎呦，那不知道这腿断了没啊？要不然我们赶紧去叫何大夫过来给他看看吧。那行，我现在就去叫他去。猫啊，整个合欢阳都没有几只猫，你们家怎么这么好运气，捡了一只猫回来？何大夫看到他精神不济的样子，就仔细观察他。猫的左腿始终不舒服。何大夫又摸了摸猫的脑袋，这猫并不排斥人。这不是野猫，如果是野猫，它会排斥人的。你看这猫，它压根儿就不排斥人，所以它根本就不是野猫。应该是谁家饲养的家猫不小心走丢了，不是野猫，那是谁家的猫啊？这不是我们合欢阳的猫，合欢阳一只猫都没有呀，那它的主人肯定担心死了。
于是他又摸了摸右后腿的腿骨，想着两条腿应该是对称的，就稍稍一用力，猫的腿就复原了。喵咪啊呜一声，想要逃跑，突然感觉腿不疼了，他停顿了下来，动了动后腿，抬头看看何大夫。小海棠连忙对着他呼呼，又伸手安抚他。猫咪把脑袋给顶在了小海棠的胸口上，小海棠双手抱着猫，笑得咯咯响。他的腿脱臼了，我给他拉了回去。大山觉得何大夫太了不起了，这猫的腿脱臼了他都会看。小海棠爱不释手地摸着猫，一会儿摸摸脑袋，一会儿捏捏耳朵，一会儿又摸摸尾巴。猫的腿不疼了，精神也就好多了，动不动还甩甩尾巴。我到河里去给他捞2条鱼回来。瞅这一只猫把他给足鬼的，他不饿，刚吃了鸭蛋，还只吃鸭蛋黄，你没看到吗？说不定他是吃不习惯呢，咱们家的鸭蛋跟人家的不一样。实际上这个家伙不太饿，他只是口渴了，喝了很多水。大山拿了小鱼回来，他还是毫不客气地接了过来。小黎在这里倒是开心了，每天都有鸭蛋吃，偶尔还会有肉吃，主人家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。才来2天，他就感觉自己长胖了，爬树的时候都有些吃力了。他是开心了，有些乐不思蜀了，但是他主人周元正就不开心了。小黎已经出去了2、3天了都没回来，不知道是迷了路还是出了什么意外被野兽给吃了。一想到他可能被野兽给吃了，他的心里就难受的要命。这2、3天他已经在周边找了好几趟了，估计的夜里他瞪大眼睛，心里还是挂念他的猫。外面突然传来了喵呜一声，小黎就从几根木棍拦起来的窗户里挤了过来，他喵呜一声就跳到了周元正的床上。周元正连忙把他给抱了起来，把脑袋给埋在他的身上。小黎立刻就呼噜了起来，周元正心里顿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感。很快他就闻到了小黎身上带的花香味儿，他摸着小黎的脑袋。这几天你去了哪里？小黎喵呜的什么他自然是听不懂的，但他跟他说一句话他就喵呜一声，好像他能听得懂他说话似的。以后不许再贪玩不回家了，知道吗？不管他说什么，小黎都始终一副乖巧的样子，确实让人发不起脾气来。他以为小黎只是偶尔走迷了路，一直努力才找了回来，所以心里还是有些感动的。只是他身上这股百花香是怎么回事？在哪里染上的呢？这个季节并非是百花盛开的季节啊，这到底是去了哪里呢？总觉得这香味似曾相识。想到这里，他又凑近小黎闻了闻，越闻越觉得这香味好像在哪里闻到过，只是他怎么想都记不起来了。他心里还有很多疑问，奈何小黎不会说话呀，他想问都没地方问去。不过好在小黎平安回来了，他也能睡个安稳觉了。第2天一早，周元正起来发现小黎居然又不见了，他连忙起来四处找他，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找着小黎的踪影。难道昨天晚上是在做梦？他回到自己房里看看床上，小黎躺卧过的地方还有痕迹。他又看窗户前，看到窗户上小黎爬过的地方还粘着他的毛。他确实回来过，只是又去哪里了呢？之前这猫是从来不离开我左右的，现在换了个地方，怎么倒是喜欢到处乱跑了？本来在大山家里好吃好喝的，还被一家人宠着，是有些乐不思蜀的。但是时间久了，他还是会想主人呢。他想见主人，所以在陪着小海棠睡到夜深之后，他就一股劲儿跑回坡上岗，回去看看他主人。就这样，这只猫就混成了2家的猫，白天在陈家，晚上抽空回坡上岗一趟。周元正算是知道了，小黎是真的找到吃饭的地方了。这会儿老大怎么说要买镰刀了？这是要准备去偷人家的庄稼了吗？不是去扰乱人，也不是去偷人家的庄稼，这次是去给人家帮忙的。是给你朋友帮忙吗？我朋友家有110亩地，庄稼都收了，一个人得干到什么时候啊？第2天一大早，钟离他们就起来了，他们留下一个人照看周元正，其他人都跟他一起来到了大山家的地里。大山还没起来，钟离他们也废话没多说，直接撸起袖子开干了。豆子这东西确实趁着天不亮的时候割会好得多，免得太阳一出来豆荚稍微一碰豆米就掉了出来，那样的话会糟蹋很多豆子的。他起来拿上镰刀就出发了，他才出大门，就听到地里有动静，呲啦呲啦的。他快步跑上前去，在月光下隐隐约约能看到有人在他们地里割豆子，他立刻就想到了偷粮食的贼。你们是谁啊？为什么来偷我家的庄稼？大山哥，是我们们现在闲着也没事儿，上次听说你这块地都是你们家的，想着你家的庄稼快熟了，家里就你一个劳动力，怕收不回来，就过来帮你收庄稼了。你放心，等会儿天亮了我们就走，到晚上再过来，绝对不会让人发现我们。来吧，这会儿离天亮也不远了，我们抓紧时间收割吧，这东西见了太阳恐怕被糟蹋的多了。大山看到他们已经割了那么大一大片了，知道他们来有一会儿了，也弯下腰来收割。钟离看到天色微微亮了，就跟大山说：大山兄，我们兄弟几个得回去了，
你们干了半天活了，哪能不吃饭就走呢？大家都必须得留下来吃饭呢，这不方便。有什么不方便的？万一被其他人看到了，怕有麻烦呢。村里的人不会经过这里，再说了，就算是经过，他们也不认得你们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加把劲儿吧。大山就回家去跟陈老太说，让他多做4个人的早饭。钟离他们留在大山家吃了饭就回去了。我说大山啊，钟离他们为什么会给我们家割豆子啊？我也不清楚啊，我早上去的时候他们就在了，他们说是来帮忙的。他们会不会是想要我们家的粮食啊？我就是瞎说的，极有可能。那怎么办？明天你问问他，看他到底什么想法。第二天，钟离他们还是早早的就来了。从燕子山到这里来这么远的路，他们怎么就这么早来了？我们已经离开燕子山了，现在暂居在坡上岗。离开燕子山？对，离开燕子山了。那你们现在住在哪里？暂居坡上岗，你们完全可以投奔一个村子，开垦荒地。你看我开垦的这片荒地，随随便便收收，我们的粮食都吃不完呢。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身上背着人命，不能跟你一样开垦荒地种地养生，所以我希望你能给我们提供粮食。不过你放心，粮铺里卖什么价，我们就按什么价给你钱。说实话，他不想跟土匪有什么牵扯，但是钟离他们又实在不像什么十恶不赦之人。如果真的十恶不赦的话，哪里用得着来跟他商量买粮呢？恐怕直接就抢了去了。我们是绝对不会出卖你的。再说了，我们每次买粮也不会买很多，不仅要从你这里买，也会从粮铺里买的，绝对不会被官府察觉。以后再说吧。钟离知道他还在犹豫，也没好再多说什么。就这样，钟离他们一连给大山家割了2天的豆子。卖是卖吗？卖，你要多少？你能卖多少？你想买多少？我们现在的地方小，暂时买3000斤吧。那你们怎么弄走啊？我们晚上带着布袋过来。行，晚上我等你。一撇一捺要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。人一撇一捺要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。第二天，小海棠又学了个新东西，叫做车前草。车前草在地里经常见，并不算是什么名贵的药草。葛大夫就让小海棠出去挖一株车前草回来，小海棠就开开心心的跟秋霞一起到门外去挖车前草了。葛大夫说外面遍地都是的，我们怎么一颗都找不到？说完之后没人回应，他连忙回头去找小海棠，猛然发现小海棠不见了。他着急的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的跑，来来回回的找，始终没找到小海棠的影子。他又急急忙忙的跑回家去，到处找小海棠。哦，这娃真乖，不用药，捂着嘴就不吭声了。这会儿不用捂嘴也不吭声了。这要是放在前2年，一准能卖个好价钱。小海棠的脸总是会被杂草给刮到，好不舒服。爸爸，你不怕我？爸爸，你不要叫，我就抱着你，带你去找爹爹。哦，爸爸。那人就把小海棠给抱了起来，小海棠就双手搂住他脖子，把脸埋在他肩膀上。那人闻到他身上的香味儿，心里有些异样的感觉，不过他还是赶紧抱着他赶路。到了坡上岗，这人一脚踩在了一团软乎乎的东西上，他下意识的挪开脚，不挪开他还不会被蛇给咬了，一挪开可算是倒霉透顶了，那条蛇一口咬在他小腿上。这人反应过来被蛇给咬了，连忙把小海棠给放下来查看伤势，担心有毒，他把裤脚给扁了起来，低头去吸血，然后再吐出来，然而用处不大。他吸血这会儿功夫腿就肿了，心跳也加速了，而且还开始怕冷。他不能走路了，小海棠就站在他旁边，也不到处乱跑。他看着他腿上的伤，好可怜哦。小姑娘，你不要到处跑，跟紧了我。你要是在这山里跑丢了，就回不了家了。你快死了。我要死了，你就活不成了。好可怜哦。他说着就从旁边抓起2把草放在手里揉，揉完了之后对那个人说：啊！那人看出他的意图来，是让他吃了这团被他揉了半天的青草，他哪里敢随便张嘴吃啊？小海棠叹了口气，在一旁坐了下来。那人不一会儿就意识模糊了。小海棠看到他意识模糊，想了想，又抓了一些草过来，捏开他的嘴，把青草汁给挤到他嘴里。何大夫说这黄蒿是清凉解毒的，就是味儿太难闻了。算了，不管能不能解毒，试试就知道了。他哪儿也去不了，就坐在旁边看蚂蚁上树。这里的树林这么茂密，他根本就走不出去。也许等他醒来就能带他出去了。他就在这里等，等啊等，等的都瞌睡了，一头就倒在地上睡着了。小海棠被人给掳走的时候，被小狸给看到了，赶紧回去给他主人报信儿。小狸很快就把他带到了小海棠这里。小海棠躺在地上睡得很熟，小狸跑过去就在小海棠的身上蹭来蹭去。小狸喵呜喵呜的叫，看到叫不醒小海棠，着急的一巴掌拍在他脸上。小海棠本来睡着了的，一下子被他拍醒了。他一睁开眼睛看到周元正，
小海棠也从来没有见过眉眼长得如此俊秀的孩子，她咧嘴笑了起来。花花变成赢了。小黎喵呜了一声。咦？小海棠伸手去摸小黎，小黎乖乖的把脑袋伸过去让他摸。周元正哪里还不明白，小黎天天看不到猫，原来是跟着这个小姑娘鬼混去了。他别吃药哟。周元正明白了他的意思。坏莹莹，打坏莹莹。他起身拉着小海棠回家，他嫌他走得慢，就把他给背了起来。他是花花，你是花花，都是花花。周元正这才意识到他把他当成猫精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花花乖乖。我不是妖怪，我先带你回去，有人来救他，是你爹爹。不是，是坏莹。那你知道你家在哪里吗？小海棠两只手放在一起比划，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儿。圆圆。饿不饿？吃饭饭。你坐着，我给你煮饭。煮好之后，他拉着小海棠到了泉水的下游，帮他洗手洗脸。没想到这张小脸蛋也这么好看，他忍不住伸手摸了摸，光滑得很。小海棠还以为他是继续给他洗脸呢，乖乖地伸出手来让他摸。周元正看他这么乖巧，没忍住下嘴，在他脸蛋上亲了一下。小海棠咯咯咯地笑了起来，然后又站起来撅着小嘴儿去亲亲。周元正咧嘴笑了，把脸蛋放过去让他亲亲。小海棠亲完了他之后，开心的去啃手心。小海棠在家都是自己吃饭的，但是到了周元正这里就不用自己动手了，他只要乖乖的做好，饭就能自己到嘴里来了。周元正吹了吹饭，然后把饭喂给他。小海棠吃一口，还有啊呜一声。哥哥很厉害，哥哥会煮饭饭，哥哥煮饭饭好吃吃。周元正被他夸得心花怒放，他的心也在被他给打开照亮，他就没见过这么欢快的孩子。公子，人已经醒了。你能保住命是万幸，要是没有这草药，你的命是保不住了。那人面色复杂的看向小海棠。坏人，打！能给我一口吃的吗？他是什么人？我叫秦长春，是万众县人士。我们家乡那边遭受了严重的干旱，哎呦，寸草不生啊！整整8个月没有下过雨，河里的水也干了。我们一路南下逃荒，听说清河县这边有粮食，就逃了过来。本来啊，我们到了黑龙潭，那里有个黄老爷开仓放粮，哪知道竟然有人作乱，杀了黄老爷一家。此后再也没有人开仓放粮了。我们就流窜到此，各个村子里的人看到我们都撵我们走，我们也没有办法了。为了活命，我们的人都安置在了后山上。我下去找粮食，准备去偷一些回来填饱肚子。刚好遇到那富户家的姑娘出来，我就起了歹心，想把她给绑了来，跟他们换粮食。我绝对没有要害她性命的意思。你们一行还有多少人？老老少少还有53口。大家听完之后都久久的沉默了。小海棠也不说打坏人了，派几个人给他送些吃的过去。毛。等到李甲他们很快回来了，他们把秦长春一行人给带了回来。愿意加入我们的可以留下，不愿意的自行离开。加入你们需要什么条件？服从安排，听李甲和陈玉安排即可。他们表示都愿意留下来。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是去过大山家干活的，所以认得小海棠。一个少年人名叫赵奇瑞问：小海棠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小海棠看到他仔细看了看，好像在他们家吃过饭，他立刻伸出胳膊。哥哥抱抱。他是谁？她就是陈大山家的姑娘啊，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小福宝，他爹跟钟大哥是朋友。你要回家吗？回家。周元正有些舍不得，但也知道这是人家的孩子，得还回去。他决定亲自送他回家，于是让赵奇瑞、李甲跟他一起护送小海棠回家。
他已经3岁了，可以启蒙了。何大夫可以教他，而且还可以教他学医。要，好，要学要。路太远不方便。这些都可以克服，回头我找保长商量一番，看看兴办学堂之事。大山没好继续拒绝，回去就跟何大夫说这事儿。兴办学堂是好事啊，男孩女子都应该多读些书。如果他们需要我配合，我也可以把我毕生所学都教给他们。这让他大为震撼。他本来没觉得读书有多重要的，但是这会儿看到何大夫竟然也这么积极，心里寻思着他是不是应该支持小海棠读书呢？机会都是给有准备的人预备的，如果人没有准备好，就算是机会来了也抓不住。大山被他这么一说，顿时就下定了决心，送小海棠去读书，自己也要跟着10几个字儿。看到人家满腹经纶的，他心里很羡慕。小海棠去学堂了，大山一个上午都跟丢了魂似的，提不起来精神。姑娘还这么小，就离开我了吗？刘氏却非常信赖周元正，相信他一定能照顾好小海棠的。他们做好饭才一会儿，周元正就回来了。想爹爹了没有？小爹爹今天在学堂里干什么了？夫子叫什么了？还说一会儿吃了饭他就要教他。不过这会儿他肚子已经饿了，要吃饭了。刘氏心疼啊，一上午小海棠都没有喝奶。大家都吃完饭，小海棠把之前何大夫给他的书翻了好久，终于翻到了一个女，他指着女字，女娲补天。女娲补天。他又教他怎么写，夫子怎么教他就怎么教，等于他把夫子教过的东西又重新温习了一遍。他又翻了一会儿，终于发现了大，指着这个大字，大禹治水。大山也跟着念叨，娘亲，糖糖不喝奶了。为什么？糖糖是大人了，以后不喝奶了，喝奶是小宝宝。他说着还有些恋恋不舍，但是他现在已经是南山书院的学生了，不能再喝奶了。别的同学早早的就不喝奶了，他都3岁了还在喝奶，羞羞脸。其实刘氏的奶水几乎已经没有了，每天小海棠喝奶也都不过是心里的依恋，他完全可以断奶了。但是陈家的人都舍不得，刘氏心里是有些失落的。孩子不喝奶，这才算是真正的独立了。他感觉自己好像不被需要了。过了20来天，刘氏开始嗜睡了，每天都提不起精神来，就算是做针线的时候，他也挡不住困意，睡得昏天暗地的。大山看他这模样，觉得十分异常，让何大夫帮忙给看看。何大夫过来给他把脉，把了脉之后，连忙跟大山恭喜。大山，恭喜啊！他怎么了？有喜了，有喜了！大山惊喜地看向刘氏，刘氏听说自己又怀上了，也有些吃惊，这是他没有想到的，这么容易就怀上了吗？陈老太得知这个消息也喜出望外的，他等到小海棠回来就问他，姑娘呀，你希望你娘亲给你生个妹妹，还是生个弟弟呀？啊？想让娘亲给我生哥哥姐姐。陈老太哈哈大笑起来。哎呀，生不了哥哥姐姐了，只能生弟弟妹妹。那生弟弟。好，生几个？5个。陈老太笑得非常开心。你呀，你娘亲会给你生5个弟弟的。刘氏竟然这一胎生了5个。何大夫给诊断的说是多胞胎，但是没说是5个呀。而且7月怀的孩子2月就生了，孩子在娘亲的肚子里才待了7个多月。陈老太又是喜又是悲，这可咋整啊？能养得活吗？不管养得活养不活，咱们都得尽力而为。这哪有那么多奶呀？这么小的一个，喂米汤能行吗？我要喂米汤啊，喂牛奶羊奶也行。去买2只母羊或者是母牛，采他们的奶来喂孩子。我这就去。5个宝宝都包在了小包被里，一个挨着一个的摆放的整整齐齐的，小家伙们都在睡觉。小海棠看到弟弟们这么瘦弱，心疼坏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抚摸弟弟的小脸蛋儿，摸摸这个摸摸那个，好心疼。你在心疼啥呀？弟弟好小一只，还没有花花大，这么小小的一只，好可爱。可爱是可爱，能养得活吗？能养得活。小海棠，你弟弟能养得活吗？能。哪能养活几个？都能活。我娘亲真的好厉害，生了5个弟弟，你们都好可爱，这么小一点点。小海棠拉着周元正出去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他们要照顾弟弟，哥哥照顾我。可以，但是你得跟你爹说一声。两人跟着李甲、赵其瑞从后面的小道往坡上岗去。走到苏烈虎家那里的时候，小海棠突然要到他家的后面去。去那里干什么？到了苏户家的屋子后头，突然看到了不远处竟然有茂密的枸杞树，枸杞树里缠着了一头鹿，连忙招赵其瑞和李甲过去把鹿给抓出来。
小海棠发现了鹿蹄子被缠住了，就过去摸摸鹿的头。那鹿一开始是非常惊恐的，但是随着小海棠的抚摸，它渐渐的就不怎么害怕了。你可以回家了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小鹿却不肯走，哪知道这头鹿居然跟着小海棠来了。我们可以把它带回去吗？可以。于是他们就带着鹿来到了坡上岗。这鹿是带崽子的，他不愿意回家。他大概是逃避猛兽的时候误入到丛中去的，他的崽可是没能幸免呐。小海棠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了，他想到小崽崽可能被野兽吃了，好伤心呢。这野兽都是这样，如果老虎不吃鹿崽崽，猴崽崽就要饿死了。它们不能吃草吗？不能，若是能吃草，何必这么辛苦捕猎呢？在自己的虎穴中带崽崽玩不好吗？小海棠又苦着脸，他不想让鹿崽崽有事儿，也不想让虎宝宝饿死。这天下有许多不顺我们意的地方，所以有些事我们必须要学会接受，否则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。小海棠乖乖点头。既然是头母鹿，送到陈家不是正好？陈家婶子生了5胞胎，陈叔去寻找待崽的母牛和母羊喂果，现在有了母鹿，送去刚好。去通知许清扬，我们一同去。对不起，爹今天太着急了，忽略了你啊。弟弟不用着急了，我给弟弟们让奶娘回来啦。这是小海棠找回来给几位小少爷喂奶的。他连忙招呼秋霞到隔壁去请何大夫，让何大夫过来看看这只母鹿是否健康，他的奶能给孩子们吃吗？何大夫给母鹿检查完毕，用酒给它擦擦，然后再用温水擦干净，让孩子们直接对着吃吧。母鹿看起来也是奶胀的难受，擦干净之后，陈老太先抱了一个孩子过去。母鹿非常有灵性，看到了一个幼崽，也不管它是不是它的，就主动躺了下来。他们看到母鹿愿意喂奶，就轮换抱着孩子喂，小嘴裹着奶，嘬得很起劲儿。陈老太看着孩子会裹奶，心疼得快掉眼泪了。这么小的孩子，真让人心疼。他们在大山家坐了一会儿，就起身要走了。小海棠也要跟着周元正一起走。你们要照顾弟弟，哥哥照顾我。陈叔放心，我会照顾好他。到了坡上岗，许清扬想让小海棠住到他那里去，小海棠却不愿意，非要住在周元正这里，说早上哥哥能带他去书院，他们也只好随他了。小海棠倒是不客气，到了家就说饿，周元正也惯着他，给他做蛋炒饭吃，他饭都还没吃完就睡着了。周元正让秋霞把煨罐里的水倒了出来，他给小海棠洗了脸，洗了手和脚，又把他的棉袄给脱了下来，拉被子将他盖了起来。他闻到小海棠身上的花香味儿，这才意识到他身上的花香并非是熏香，而是他身上自带的。他仔细闻了闻，准备到外间去睡觉，哪知道秋霞已经上了外家的床。周元正只好回到里间，在小海棠身边躺了下来，也格外的安静美好。次日一早，周元正就起来给小海棠做早饭。秋霞在周元正起来的时候也起来了，他看到周公子竟然亲自动手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做好早饭，把他和小海棠的早饭都装在了食盒里，剩下秋霞的那份让他自己先吃。小海棠还在睡觉，周元正来喊他起来，他们要去书院，所以周元正帮他梳好了头，就抱着他下岗子去了。李甲和赵启瑞已经等在了树下了，赵启瑞就有些不明白了，上次他要抱小海棠，公子不让抱，说男女授受不亲，这会儿他让小海棠跟他一起睡，怎么也不说男女授受不亲了。不过他没敢问，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周元正把小海棠给抱到了马车里，他们就赶往青牛镇了。你干什么？给你吃。你也吃。小八笑得很开心，把麦芽糖上的糯米纸给剥开，递给小海棠。小海棠吃了他的糖，他开心的跟个傻子似的。你赶紧吃，一会儿父子就回来了。小八连忙把剩下的那颗给填到了嘴里，真甜呐！小八总是偷看小海棠，粉雕玉琢的小姑娘，再也没有比她更好看的了。看我干什么？以后你要是学什么都学不好，那可就得羞羞脸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顾廷安来了，他一来就看到小八坐在小海棠的身边，立刻怒气腾腾地说：“你让开！”小海棠拉着顾廷安：“吴哥哥，你坐这边。”顾廷安这才放过小八，他坐下来就让小海棠往他这边坐坐，不想让他挨着小八。他又把自己带来的糕点、核桃、话梅干、瓜子儿给掏了出来，摆在小海棠面前。小八看了眼，全都是好东西。他的那颗麦芽糖不值钱，他有些丧气，垂着脑袋很失落。他家里没有钱，不能给小海棠买更好吃的东西。妹妹，你吃。我吃饱了。那就放着，等你饿了再吃。夫子来了，教他们认字的是南山先生。第一个就是提问顾廷安。顾廷安学的这些在家里都已经学过了，一点都不难，对答如流。他又提问小海棠，小海棠聪明过人，也对答如流。他又提问小八，小八害怕，支支吾吾结结巴巴的，结果被先生给罚了，打了戒尺。
小八好委屈啊。等到新生下课走了之后，小海棠连忙问小八：“你还疼吗？”小八摇了摇头不说话。小海棠拿起他的手，看到他手心都肿了，连忙帮他呼呼：“不疼了呀？”“不疼了。”顾婷按鼻子哼了一下，随即摸出了一瓶药，丢给小八：“上吧。”“小八，你赶紧上药吧。”“谢谢。”中午散学的时候，周元正过来接小海棠回家。周元正问他今天学了什么，小海棠就说小八给他麦芽糖的事儿，又说小八挨打了。周元正当即就转回身去，买了一大包的麦芽糖。以后想吃麦芽糖吃我的，不要随便吃别人的东西。有些拍花子会在糖里下药，你吃了之后就会乖乖跟人家走了。跟他走了，是不是可以天天吃好吃的？跟他走了就会被卖掉，不给饭吃，还得天天去干活。小海棠吓得睁大了眼睛。不要跟拍花子走。那你还要不要随随便便吃别人的东西了？他们回家之后，小海棠又赶紧去看弟弟，见弟弟们都还乖巧的睡觉，又在这个额头上亲了一下，那个额头上亲了一下。弟弟，快点长大保护姐姐，打坏人。亲，弟弟要几天才会走路？他有些迫不及待的带着弟弟们去学堂了。白头黑头生下来就会走路了呢。这人跟狗不一样，你也是1岁之后才会走的呢。吃完饭之后，小海棠他们稍作休息，就又去了书院。哥哥，我们要去请2个人回来帮忙，娘亲和奶奶他们太辛苦了。你想买人回来，还是想请人回来？买吧，自己家的人照顾宝宝会用心一些。买人得到青州府去。那我们早点去。晚上他们又先回了陈家。这一次小海棠跑到暗室里，把自己的百宝箱给打开了。百宝箱里的银子多得跟石头似的，他捡了2块大的揣在了怀里。你拿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去买人啊。我有钱的。我也有钱，我要好多好多钱。这是你自己的钱？我的零花钱。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赶路，来不及做早饭，他们带了一些干粮和水。公子，现在就去人牙子市场吧。先去找地方吃饭。他们来到一家早餐铺子，他们要了馄饨和大肉包子。小海棠饿坏了，脸残云似的疯狂吸入。他们这边正在吃东西，突然听到后院里传来一阵声响，随即传来了一阵责骂声。真是晦气，这都第几次了，把他给丢到乱葬岗去。没断气儿，你给他找大夫看，你给我机灵一些，别被人给发现了，不许说出去，听到了没有？要不然的话，我就要打你了。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打人。我们店里发生的事儿，你们不许说出去，听到了没？要不然我就让你们走不出这个青州城。哼，是吗？陈玉和赵启瑞立刻都走到了掌柜的跟前儿，凶神恶煞似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可别轻举妄动，我跟知府大人有交情，你们要是敢……不是想打人吗？赶紧动手啊！我也想活动活动筋骨。掌柜的见他们不好惹，知府大人都吓唬不住他们，连连道歉。各位爷爷请饶命啊！我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，只是我怕我店里出了人命，我害怕会影响到我们生意，所以就叮嘱公子和小姐2句，并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陈玉抱着胳膊，没有其他的意思吗？我怎么听说你还要打人呢？啊，不是想让我们家公子走不出青州城啊？我那是吓唬小孩的，吓唬小孩的。你承认了是吓唬小孩的，那你吓着了我们家公子，这笔账怎么算？我今天早上这一顿早饭钱我免了，你们还想吃啥？我立即让厨子做。就这样，我们家公子就这一顿饭钱呢？10两银子给公子压压惊，也行吧。还有我也被吓到了，赔10两压压惊。小海棠捂着胸口，像是没有银子就压不了惊似的。掌柜的立刻让小厮去取20两银子来，他亲自将银子给了周元正和小海棠，小海棠这才放下手。哇，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暂且饶了你吧。多谢小姐，小姐是菩萨心肠，一定能长命百岁的。她好可怜哦。周元正看了钟离一眼，钟离立刻就知道他想干什么。这个女人你们不要了吗？各位爷，你们不知道我们掌柜的是好心人呐。这女人逃荒到我们这里来，掌柜的见她可怜就收留她，想着给她一口饭吃，她也能帮忙干点活，哪知道她就光顾着生病了，好2天干半天活，叫犯病。哎，干什么不行？你们看，洗个碗把碗都给打碎了，这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
所以我们掌柜的才说要将他给丢出去的。保不齐他真的死在我们这里，那多不吉利啊！掌柜的养他这么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那你把他给我吧。他天天生病，你要他干什么？掌柜的不是说我是菩萨心肠吗？我是在可怜他呀，菩萨是最会怜悯人的啦。我们只是好意的提醒你们，你们如果真的要，那就把他带走吧。掌柜的不要钱了吗？不要了。钟离立刻让陈玉和李甲上前来，把那女人给背到药铺去看大夫。怎么拖得这么久？还有没有救啊？就是有7成希望。敢问这位妇人是你们什么人呢？什么意思？救活她要花不少的钱呢，需要的药比较名贵。给我治。那就全力以赴吧。小海棠他们因为有事要办，就留下陈玉在这里照顾他，其他的人则是都去了人牙子市场了。小海棠看看这个也觉得好可怜，看看那个也觉得好可怜，所以他想这个也要那个也要。你就挑2个得了。不行，要多挑几个。你挑那么多人干什么？回家给秋阳哥哥他们当媳妇儿，奶奶说要给他们娶媳妇儿啦。你们都不要，那这些姐姐全都是我的啦。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你虽然善良，想要把他们全部带回去，但是我们现在实力不允许啊。为什么不允许？你们可以把他们安置在坡上岗啊，可以去开荒种地。小海棠拉着他的手摇啊摇。这哥哥，他们现在很便宜，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带回去了。你的钱不够，还有我呢。他说着要去掏他的那2个大银锭子，周元正连忙制止了他。公子可以听姑娘的话，把他们带回去开荒种地，休养生息，等待时机。所以110口人没花掉100两银子。满了人口，周元正就让钟离安排他们先去吃饭，他则是跟周元正、李甲和赵奇瑞一起往别处去了。小海棠，你还想买什么？我们要再买一辆大马车，要不然姐姐们回不了家了。周元正也随他爱买马车就买马车吧。于是他们买了一辆拉货的大马车。买了马车之后，他们就把老人和孩子给放在马车上，年轻的就跟在地上走。周元正就从人群里挑了一个看起来机灵一些的，让他好生照顾那妇人。等到妇人病好了，再到青牛镇的南山书院去找陈海棠。小海棠给那个姑娘起了个名字叫秋桃，其他的人都跟小海棠他们一起回去了。他们先去了坡上岗，小海棠从他们中间挑了6个机灵一些的带回去了。陈老太看到小海棠一下子买了这么多人回来，顿时就惊呆了。哟，你怎么一下子买了这么多人呢？弟弟太多了，糖糖心疼奶奶忙不过来，所以才买一些人回来帮忙的。糖糖真乖，知道心疼奶奶。糖糖也心疼娘亲和爹爹，心疼秋月姐姐。这可是咱们家也不需要养这么多人呢。奶奶不是说要给秋阳哥哥他们找媳妇儿吗？喏，我给买回来啦。他那天只是跟大山随口提提，秋阳他们渐渐长大了，到了要娶亲的年纪了，得给他们安排婚事才是。他们在商量是让他们搬到西南的郊野里造房子开荒种地，还是扩大他们家的住宅，把大家都养在家里。他们也只是商量商量而已，没想到小海棠竟然放在心上了。人已经买回来了，还能怎么办？暂时先养着吧。他把人交给秋月，让秋月来看着安排。这才不过7、8天的功夫，个个脸上都长得肉乎乎的了。陈老太不由得感叹：哎呀，这出生的婴儿就跟夏天的庄稼似的，一天一个样，长得特别快。不管是吃母乳的还是吃鹿奶的，那都长得跟气儿吹的似的。陈老太看着孩子一天一天的长大，心里也越来越踏实。转眼大山家的孩子们都要满月了，刘氏满月了，也梳妆打扮，满脸喜气的跟客人们打招呼，跟前来看望的夫人说话。有人逗小海棠：小海棠啊，你娘一下子生了5个弟弟，以后你娘就不要你喽，你跟大娘走好不好呀？我娘亲生了弟弟还要我，弟弟长大以后要保护姐姐的，你都是胡说的。大娘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还生气了呢？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，万一小海棠当真了怎么办？哟，你看你怎么一句玩笑都开不得了呀？嗨，我家姑娘还小，万一误会了爹娘有了弟弟就不要她了，她不伤心吗？伤害我姑娘的事我绝不允许，不管是生了5个还是生了10个，我姑娘始终都是我姑娘。娘亲，糖糖知道娘亲和爹爹是爱我的，是他们胡说的。陈家的人可真是死脑筋，老的少的都一样，不就是开了句玩笑吗？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你找谁？我们找陈海棠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是他买回来的人。你稍等一下，我进去禀报。姑娘，姑娘，外头来的人说是找你的，你们是谁？小姐，奴婢是秋桃。小海棠一听说是秋桃，立刻就想起来了，这是她留在青州城里照顾那个妇人的姑娘。多谢小姐救命之恩，老奴做牛做马在所不惜。
小海棠仔细地盯着他看，他脸上也长瘦了，比之前好看多了。他总觉得他看起来好熟悉啊，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样。他盯着他看，那女人也盯着他，眼神里有一些疑惑。陈老太听到外头的动静，从屋里出来。当他看到那女人的时候，惊讶的连忙喊：“哎呦，桂兰，桂兰，你出来！娘，怎么了？你看。”刘氏转身朝那个妇人看了去，他看了他第一眼，也充满了疑惑，有些面善呢。但那妇人看到了他，浑身都哆嗦了起来，他不受控制的上前走了2步。楠楠。刘氏听到他喊他楠楠，堂兄说这是他的乳名，他心里顿时就明白了，眼前这个妇人就是他的母亲。孩儿啊，这是你失散多年的娘亲。刘氏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，母女俩抱头痛哭。让你娘哭一会儿，不让她哭呀，恐怕会憋坏喽。哦，那是你姥姥，就是你的外祖母，你娘亲的娘亲。我的运气这么好吗？出去随便捡个人就捡到了外祖母。哼，我家大姑娘啊，运气一直都好。外祖母，你们不要再哭了，你们再哭我就忍不住了。是你救了外祖母一命。许夫人就说起她遇到小海棠的前后经过。人还是心善的好，虽无福至，祸已远行。姑娘是个有福的好孩子，好孩子。楠楠，你可还记得小时候？刘氏摇了摇头，也是，那时候你太小了，才2岁多。娘这些年过得好吗？许夫人就想起她被贩卖之后的经历，娘一定吃了很多苦头。她是万万没想到，女儿居然这么有出息，一胎生了5个。真好。她看着孩子们，看着看着就高兴的眼泪都掉了出来。看着这些孩子们，她真的好高兴，一会儿摸这个，一会儿摸那个，不知道要抱哪个才好了。外祖母，您抱抱他。小海棠随手点了一个，许夫人把孩子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。我弟弟很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这是大弟弟，叫陈书桓；这是二弟弟，叫陈玉锦；三弟弟陈运和；四弟弟陈林瑞；五弟弟陈奇轩。好名字，谁起的？我。小海棠真棒。小海棠嘿嘿笑着，让外祖母每个弟弟都抱抱，不能厚此薄彼。许夫人就照他说的，每个都抱抱。小海棠这才觉得心里舒服。刘氏也在一旁笑盈盈地看着他们，心里感到非常幸福。娘，您跟着秋月去歇息吧，行了1天的路了，想必也乏了。是啊，娘，你去休息吧，咱们来日方长。这么多孩子，你要怎么照顾？秋白他们会帮忙照顾的，娘你放心好了。喂奶呢？有喂奶的，你放心。有奶娘吗？这大夫说孩子得自己奶，这样对我身体好。青牛镇的百姓家家户户都欢喜。刚过这个年头，小海棠就5岁了，她总觉得自己是个小姐姐了。虽然弟弟们还小，但是不耽误她天天逼着他们叫姐姐。这几个孩子也倒是聪明，没有学会喊爹喊娘，倒是先学会了喊姐姐，以至于他们一看到小海棠就开始喊姐姐，可把小海棠给高兴坏了。他把好吃的好玩的全都让给他们，他越是这样懂事，刘氏他们越是心疼。陈老太亲手帮他做了衣服，刘氏也心灵手巧，亲手给他做了绒花，外头没有一模一样的，那绒花做出来十分的逼真，就跟真的似的。许夫人没有钱，只能帮他绣花，把他的鞋子也绣上，衣服上也都绣上花。小海棠大年初一穿着漂亮的衣服可拉风了，全村的小孩都羡慕的要哭了。杨小八远远的看着小海棠不敢过来，因为周公子曾经威胁过他，要是敢过来就扒了他的皮。还有顾家的那顾小五也不许他靠近小海棠，可是他们明明已经定了娃娃亲了，这是他未来的媳妇儿，他们凭什么不让他靠近呢？他知道这些都是他母亲告诉他的，他娘只告诉他请媒人去大山家了，但是没告诉他人家没同意，以至于这可怜的孩子到现在还以为小海棠就是他的未婚妻呢。我一定要发愤图强，好好读书，将来当大官，要出人头地，到时候就可以迎娶小海棠了。正月里都是走亲访友的时候，万金宝当然也来拜年了。他不仅送了份礼物给大山，也给破山岗和牛包长都各送了礼物。他来了之后，大山就带着小海棠去了他家，正好周元正他们也去，所以就一起去。在黑龙潭的路上，小海棠看到了路边有个小包袱。哪里有小孩在哭？这里有个包袱，里边有个小孩。快去把他给抱过来。小海棠不解地看着那个婴儿，婴儿看起来并不是很胖，比他弟弟生下来的时候大不了多少，看起来可怜兮兮的，皮肤下面的青筋都能够看得见，一副喂不活的样子。他爹娘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，把孩子给拉到这里来了。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吧，一会儿他爹娘要过来找他了。好可怜，他爹娘找不到他，该多着急。他爹娘是故意不要他的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娘生了5个弟弟，人家都说喂不活，我爹也舍不得给扔掉一个呢。能生在你们家是一种幸运，
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好运。你想，这么小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不小心弄丢的？你家5个弟弟还不满月的时候抱出来过吗？他好可怜哦。如果继续把他丢在这里的话，不被野兽给拉走吃了，也要被冻死了。那我们给他抱回去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刚刚路上捡了一个被人丢了的孩子。那赶紧抱进来，我让人请个奶孩子的过来给喂奶。可以吗？可以。还没满月，你不介意吗？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我没那个讲究。他好可怜哦，生下来就这么小一点点，比我弟弟生下来的时候大一点点。他娘亲和他爹爹怎么舍得把他给丢掉的呀？肯定是家里太穷了，养不起他，所以才把他丢到了路旁，让好心人给捡回去养。会不会不足月？有可能不足月。也不是不可能，不足月的话就更好理解了。他们可能觉得这孩子养不活，干脆就不养了，免得养出了感情，到时候心里难受。那我就把他给带回去养，不管能不能养得活，都要试试。我弟弟们在娘亲的肚子里也没有住够月份，都养活了。你家里还有5个弟弟，你抱回去不是给家里人添麻烦吗？那怎么办？回头我们再合计合计。最近我也为这事儿忧愁，去找过黑龙潭的保长，但是保长不管闲事，只管收钱。你不能做好事收养吗？不能，不是我不愿意，而是不能。我今天要是收养了一个，明天就会有更多的孩子被丢在我们家门口。1、2个我可以养，10个8个也不怕，就怕30、50、上百个。他们自己生了孩子不想养，就想送到我家来享福，这也不是个办法。黑龙潭弃婴很多吗？去年粮食减产，新生儿出生的多，丢孩子的人比较多，有些婴儿生下来直接腻了。周哥哥，你想个办法救救他们吧，他们好可怜啊，他们的爹娘都不爱他们，好可怜啊。我会想办法的。大家在讨论来讨论去，也没讨论出个什么所以然来。不过那个弃婴倒是被周元正给带回去安置了，说是坡上岗有人愿意给养大了当儿媳妇。你是想救这些孩子吗？他们好可怜啊，还那么小一点点，他们的爹娘就不要他们了，丢在路旁。要是没有人领养，那不是会被野兽给吃掉吗？不吃掉也要冻死了。周哥哥他们一会儿半会儿的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。我有个办法说给你听听。快说快说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咱们可以在青牛镇建造一个弃婴收容所，然后制造几个木箱子，把木箱子砌在墙头里，像抽屉一样，可以里外拉的。外面来丢孩子的人就可以把婴儿给放到这个木箱子，推到墙里面，里面的人听到婴儿哭了，就可以把木箱子拉开，把孩子抱出来抚养。这样谁也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，以后长大了也不需要人家来认。我们再从青牛镇招募几个养孩子有经验的妇人过来，每个月给他们工钱，养几头奶牛或者是几只母羊来喂养孩子们。这样可以吗？那小牛犊和小羊羔怎么办？只能顾此失彼了。小海棠又觉得这样对小羊羔好残忍呢。小孩把小羊羔的奶给喝了，小羊羔就要被饿死了。可是如果不给小孩吃奶，小孩又饿死了，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都好可怜。其实我未必一定要刚下小羊羔的母羊啊，我们可以找一些月份大了的小羊羔，母羊还有奶，但是小羊羔又可以吃草了。这样小羊羔虽然没有奶吃呢，但是它们可以吃草啊，这样不就不会被饿死了吗？而且还有一种牛叫做奶牛，这种奶牛可以长期产奶，得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才能够找得到。他们不用带小牛犊的，他们专门产奶给人喝的。那我这就去找周哥哥。周元正就让他派人去打听奶牛的事儿。钟离立刻去派人了，这边又在找人在青牛镇修建弃婴收容所。牛保长一听说专门收养弃婴的，立刻大方的给划了一片很宽敞的地，而且他又介绍人来帮忙修造。他们听说是盖弃婴收容所的，心里都感触颇深，所以他们也不要工钱了，管吃就行，也算是这桩善事有他们的份儿了。整个青牛镇的百姓也都听说了这事儿，大家都过来打听，得知是真事儿，就自发的前来帮忙。来帮忙的人太多了，空头没办法，只好给他们规定，按照村子来分，一个村子来1天。黑龙潭这边3个村子的人也听说了，他们当然也愿意出人了。老百姓都自发的前来帮助，不过半个月的功夫，房子就盖好了。到他们这边搞这么大的工程，消息早就传到各处去了。奇怪的是，这消息传出去之后，很长一段时间外面都没有丢弃婴儿。收庄稼前，这里开始正式投入使用了，
那一夜就丢过来6个孩子，大的3个多月，小的还没满月。毫无意外，全部都是女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收容所里收纳的孩子越来越多，从头一天夜里的6个，渐渐的变成8个、10个。孩子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忙。到冬天的时候，钟离手下的人才从漠北运回来5头奶牛。小海棠看到奶牛非常高兴，赶紧去请何大夫帮忙看看奶牛是否健康，能否给小宝宝们喂奶。何大夫检查之后说奶牛都是健康的，可以喂。于是5头奶牛就被专门的人饲养了起来。到过年的时候，青牛镇的几个大户都往收容所里捐钱，这事还是屈信德带的头呢。大山家紧接着就参与了，顾远征、刘承嗣、邓刘长他们都纷纷参加了。屈信德来给大山家送年货，又给小书桓他们掏压岁钱，当然也没少了小海棠的。小海棠领着5个弟弟站成一排，收到了钱就乖乖的喊爷爷。小书桓他们也口齿不清的跟着喊爷爷。屈信德越发的高兴了起来。屈信德顿时满面春风了，看来好事将近呢。春天要来了，他渴望已久的春天也要来了。年后他请大山喝酒，两人喝得晕晕乎乎的，他就厚着脸皮跟他说起来他跟陈老太之间的事儿。大山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，怎么不早说？早说他就不跟他喝酒了。喝一顿酒还得把娘给卖了吗？说屈信德这家伙对他们热情的过分，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在打他娘的主意。他一时半会儿也没想好要怎么回答他。他之所以要从大山这里下手，就是他们这里有规矩，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所以他想用成事必须要经过大山的同意。只是他肯同意，这事儿就稳了。但是对于大山来说，他从来就没想过要跟娘亲分开，他还打算给他奉养到老呢。现在他儿女双全，人生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，居然有人要来求娶他娘，他有些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，拿不定主意。把他娘给嫁出去他做不到，但眼前这人向来对他们都十分照顾，要不是有他照顾，那些年他们母子恐怕要饿死了。这份恩情他不能忘，要是换成旁人，他恐怕早就翻脸了。大山走了，屈信德心里七上八下的，不知道这事儿到底能不能成。爹，你回来啦！你先回家去，我跟何大夫有话要说。爹怎么了？哪里不舒服吗？我问你件事儿，你不许说出去。好。假如你奶奶要另嫁他人，你能接受吗？奶奶要当新娘了吗？小海棠连忙拍起手来，大山心里一梗，看得出他很兴奋。算了，我就随便问问，你别到处乱说啊！回去吧。何大夫见他眼睛红红的，知道他有事儿。我这里还有没有提纯的酒，要不要再尝尝看呢？借着酒劲儿，就开始跟他说了起来。我还倒是发生了什么大事呢？原来是这事儿啊！东家对你娘有意思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自从我跟你们家打交道以来，他都是暗戳戳的藏着掖着。你想想，以他的身份和地位，他要想续房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吗？别说是娶一个寡妇了，就是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也完全不在话下呀。可是东家却没有娶年轻貌美的，他执意想娶你娘，完全不在意你家里是穷是富啊。依我看，他对你娘是真心的，至少6年了吧。小海棠都6岁了，而且我想应该6年不止。能默默的喜欢一个不相干的人6年，不是真爱是什么？理儿我都知道，可是让我点头把我娘给嫁出去，我做不到啊。你换个角度想想，你娘其实还很年轻啊，她为了你守了30多年的寡，难道对你付出还不够多吗？你不应该支持她去寻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吗？可是她现在是当奶奶的人了，人家不笑话吗？人家会戳我的脊梁骨，也会戳她的脊梁骨的。当奶奶又怎么了？她不也才是40、50岁吗？他要是能活100岁，还有50年呢。人生刚过半呢，难不成你还想让他继续受孤独吗？你自己难道不知道孤独的滋味吗？大山被他说得哑口无言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才好。那我怎么说？这件事还得你娘自己点头答应才行。你就跟东家说，只要你娘点头，你就没意见，这不就是完事了吗？多大点事儿，人家不讨我的脊梁骨，不讨我娘的脊梁骨吗？何必在意那些人呢？你做的再好，都会有人说坏话的。咱们要在意的是跟咱们交好的人，而不是因为那些跟我们不好的人影响心情。再说了，你娘是那种害怕到脊梁骨的人吗？她要是软弱的动不动就哭，恐怕早就被何欢阳的人给生吞活剥了吧。那行，我就这么回答。爷爷，你是来找奶奶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来找你呢？你们不是要成亲了吗？奶奶要当新娘了。这话你敢在你奶奶跟前说吗？何海棠的眼珠子咕噜咕噜一转，抿着嘴笑。屈信德连忙摸出了一把碎银来塞给他。回头我再给你送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在奶奶跟前说话有什么难的？我敢说。行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你跟你奶奶说，我是谁？爷爷，我是亲爷爷吗？亲爷爷，呸！你可真不要脸，竟然利用大姑娘！
我是看着你这些年辛辛苦苦过来的，我早就想去遮风避雨，可是你不愿意，我又等了这么多年，是个石头是该我了，再等几个秋霞都老了，所以我才厚着脸皮来的。奶奶，爹爹和娘亲相亲相爱，奶奶就一个人，跟爷爷一起相亲相爱不好吗？糖糖想看奶奶当新娘子。闭嘴！小海棠乖乖闭嘴了。大山都点头了，只要你点头，我就八抬假轿来娶你。大山和大婶媳妇，我们都尊重我的意思，咱们离这么大的随机不好吗？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我这都一大把年纪了。奶奶没有一大把年纪，奶奶没。对，一听大姑娘的，这事儿还得我儿点头。大山没有意见，只要你点头就好。大山和大山媳妇都是好孩子，他们都想让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我会让你幸福的。我这心里呀，其实也多多少少有些别扭。但是东家的心意，我确实忽略不了。我们另外在后头重新再起个院子，跟你们分开住，这样我们不住在一个院子里，也不用尴尬了。这倒不用，你们可以住在这院子里。不了，分开呀，我们自在一些。现在你也不是离开我就活不了了，张家全得交给桂兰。她向来被我们保护的太过于柔弱，将来这家业越来越大，恐怕她管不好家。趁着你岳母在呀，也能多少指点一二。你岳母是大户人家的，知道规矩，我就不管事了。娘，哎呀，又不是见不到了，不就是住到后院去吗？我俩过我俩的，你们过你们的。不过你放心啊，这边有什么事儿需要我该怎么帮就怎么帮，又不是真的一丁点都不管你们了。东家说了，这边商量好，这场没开大轿。得，这事儿不需要张扬，一把年纪了，又不是小年轻的。别姐，不让大办怎么行？这是我们的大婚呐，那我聘礼多给一些，家里的丫鬟和小厮再挑几个给带过来，这样总没问题了吧？还有，后院要起房子，包在我身上来造。随你。屈信德送过来的衣服、鞋子、金银首饰、米面粮油、鸡鸭猪羊，样样都没少。不仅这样，他还偷偷打了金钗，给他做了嫁衣。聘礼下来之后，两人的关系就算正式定了下来，只等着房子造好了看期了。这一天，大山家老宅来了2个人，这2个人以讨水喝为由进了院子。秋阳他们听说是行远路来投奔亲戚的，就给他们水喝，还给他们弄了一些饼吃。他们吃了喝了，要给秋阳钱，秋阳拒绝了。路人开始跟他们打听主人家的消息，秋阳也没想那么多，就把大山家的概况说给路人听了。以后我们投奔了亲戚，会回来感谢你们的。他们辞别秋阳就走了，一路回去见他们主子，把打听到的消息都汇报给他们主子。晚上大山他们刚吃完饭，屋子里的火炉子烧得旺旺的，很暖和，但是几个小崽子老想往外跑，大山训斥他们也不行，气得不得了。姐姐都没有跟你们一样调皮啊？这小子不就是皮一些吗？姑娘听话一些，好马不卧，好孩不坐，小子越皮越结实。是这样的吗？他记得他小时候也会挨训的，娘怎么搞双标啊？娘，就别怪着他们，外头那么冷，出去容易着凉。他过去让弟弟们一排排的都坐在草垫子上，把脚给伸出来，几个小家伙都照做了。小海棠挨个的踢脚，青菱角、红菱角、菱角熟、掰包谷、包谷长、包谷圆、包谷收完种荞麦。小海棠踢到他们脚上，他们就咯咯的笑起来。带个狗头门楼。他说着把小玉锦和小运河的脚给拿起来，左脚搭在右脚上，其他的几个也照样把脚给搭了起来。我要开始找啦！他说着把小林瑞的脚给踢了下来，小林瑞咯咯的笑了起来。大山他们一旁看着他们玩，脸上也挂满了笑意。突然大山家的门被叩响了，黑将军汪汪叫个不停，长了一双黑眼睛的小白也跟着叫唤，叫得可凶了。我去问问是谁。秋霞说着就跑开了。是谁？找谁？找宋莲。找错门了，我们家没有这个人。门外的人却一直没走，继续拍门。我说你找错门了，我们家没有宋莲这个人。秋霞，找谁呀？老夫人，他说找宋莲，我跟他说了找错了。陈老太已经朝外走了去。大山见陈老太脸色不对，也连忙跟了过去。陈老太把门一开，陈月就站在门外，他旁边跟着2个护卫。他离开的时候才20多岁，现在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，两人都已经不是当初的模样了，但是他们却都一眼认出了彼此。陈老太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一个已经死了30多年的人，突然又活生生的站在他面前。他就是大山。进来说话。这女娃粉雕玉琢的，想必就是传说中的福娃娃了。谁泄露出去的？那你呢？你是谁？
我是你爷爷。大山顿时瞠目结舌地看向陈月，爹不是早就死了吗？陈月跟萧海棠大眼瞪小眼的对视了好大一会儿，萧海棠的5个弟弟都站了起来，把萧海棠给护在了身后，他们自己还都是小屁孩一个，就下意识的要保护姐姐了。陈月看向5胞胎，脸上的笑容扩大了。这就是那5胞胎？陈老太听到他问这话，知道他这是早把他们家的情况给打听清楚了，点头了一声。时候不早了，让秋白他们带着他们去睡吧。难道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此事说来话长的，我慢慢说给你听。长话短说，我现在需要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陈月把离开后的事儿说给陈老太听，说他的无奈，说他好不容易把相国给斗下去了，这才能脱身来找他，说他是他的发妻，地位谁也别想撼动之类的，又说他只要跟他回去，大山就是王储，将来继承他的王位，萧海棠就是他们楚国的小郡主，会受到全国百姓的爱戴之类的。陈老太一直没说话，等到陈月把话都给说完了。那你走的时候为什么不留下只字片语啊？为什么要特意营造出意外的假象？这么些年过去了，你又为什么不给我送一封信？走的时候前途未知，我并不知小孩能不能回来，我留给你了万贯家财。打住，别跟我提万贯家财，你30年了不曾记过只字片语，别跟我说你害怕连累我们，相国再怎么厉害也不能把手给伸到大梁来，说到底是你并未重视我。莲儿，打住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猜你一准是现在年纪大了，想起从前来了，或者你又想打其他的主意才找的我。我告诉你，以前的情分在你走了衣冠冢立起来之后就已经没了。莲儿，你怎么不知道体谅我一下？我体谅你？我什么都体谅你，谁来体谅我呀？你说什么为了我着想，不想连累我，你分明就是嫌我碍事，怕我耽误了你的大事。哼，你拿什么争取相国的帮助啊？不就是夫人的地位吗？啊，你敢说你回去之后没有娶妻？你敢说你娶的不是相国之女吗？陈月哑口无言，他说的对，但是他离开之时并未曾想到以后会迫不得已娶了相国之女。哼，你还想着等你平定天下之后再来找我，你就没想过我会改嫁吗？想过，我想着你若是另嫁他人，我看着你平安康乐就好，若是没有，我便接你回去。哼，你怕是打听清楚了，我儿媳妇一胎生了5个吧？啊，你认为这是吉兆，所以想要把我们给接回去吧？哼！陈月诧异地看向他，记忆里的他是那样的温柔善解人意，如今他怎么跟浑身都带刺儿似的？莲儿，你是我的发妻。停，别再来拿发妻说事行不行？你敢说你们楚国上上下下有人知道你还有个发妻吗？所有的人不都当相国之女是你的发妻，是你的夫人吗？你明明有机会可以拒绝，但是你没有。你想让相国帮你争夺王位，你现在想接我们回去干什么啊？到你的后宫里勾心斗角吗？我是什么样的性格和脾气？相国之女身居后宫30年，我能斗得过她吗？弄不好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难道你真的不顾我们之间的情分了吗？我怎么顾啊？我怎么顾？你衣食无忧，美人环绕的时候，我带着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过了今天不知道能不能过了明天。我好不容易翻身了，你还想拉着我往火坑里跳吗？你还当我是30年前你稍微胡2句就什么都依你的人吗？我说过，我过得并不轻松，而且我走的时候明明给你留了那么多的家产，你就算是坐吃山空吃1辈子也吃不完，2辈子也吃不完呢。你留下万贯家财，你觉得你留下万贯家财就能理所当然的对我说没有亏负我吗？是，你是留下了万贯家财，但是你考虑过打仗吗？你考虑过旱灾吗？你考虑过蝗灾，考虑过水灾吗？你根本就没有考虑过。你知道几千斤种子撒到地里不出苗是怎样的绝望吗？你知道眼睁睁地看着刀嘴的粮食因为下雨而发霉是怎样的绝望吗？
你知道齐齐整整的庄稼被蝗虫啃得一点青的都不剩，是怎样的绝望吗？你知道打仗的时候缺衣少食是怎样的绝望吗？你没有考虑过，你没有考虑过，你一切的想法都是基于太平盛世，可这天下才有几年的太平盛世？他手下的人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，附近的人都认为萧海棠是福宝，他想把他给带回楚国去，让他跟他回去望国。而且他也眼热大山家的那5胞胎，5胞胎呢绝对是上天的赐福，这些孩子将来也一定都能成大器。哎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念旧情吗？我该表的态度已经表了，该说的也说了。念在你是大山亲爹的份上，今夜让你在这儿住上一夜，明早你赶紧离开，莫要拖累我们。莫不是你真的对那姓屈的动了心？哼，是又怎样？你还想杀了他吗？你今天杀了一个姓屈的，明天我就找一个姓王的，你杀了姓王的，我就再找个姓李的。我就想看看你有没有能耐把世上所有男人都杀了。倘若你真的要嫁给他，也不是不可。你让大山跟我走。哼，做梦！他是我儿子，必须要跟我走。哼，养他的时候不见你，现在你口口声声要带走他，你问过他的意见吗？那就问问他。山，他确实是你爹，你愿不愿意跟他走？我是楚国的国君，你跟我走，以后国君之位就是你的。我没那本事当国君。大山呐，我知道你同我并无多少父子之情，然而血浓于水，你毕竟是我陈家的血亲。30多年了，我都没有爹。小时候跟娘相依为命的时候，别的孩子都有爹在外头遮风挡雨，而我却没有。现在我们好不容易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了，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是我爹，让我跟着我爹走，那我娘呢？这些年的辛苦都顶不过一个血浓于水吗？我会弥补你。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了，你拿什么弥补我？用你所谓的国君之位吗？大山心里生气，觉得他这个爹简直了，一点都不知道尊重别人的意见，独断独行。男人志在四方。我没有远大的志向，我只希望我娘和我的妻儿都能安好。另外，我们家不欢迎你，还请你们速速离开。什么天打雷劈，忤逆子他不怕，他不愿意娘亲受到伤害。陈月万万没想到大山竟然要赶他走，他面色不好看了起来。你是被那个姓曲的感动了吗？他多年来照顾你们母子，你因此感动了？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，你好好想想，当我娘背着发烧的我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时候，我爹在哪里？当我们吃了这一顿没有下一顿的时候，我爹在哪里？现在我们过得好了，儿女双全，家庭美满了，我娘马上也可以追求属于她自己的幸福了。突然冒出来一个爹，一个毫无愧疚之心的爹，你以为你看中的别人都会看中吗？储君之位，你爱给谁给谁，别再来打扰我们，你们立刻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成亲吗？我倒是要看看那个姓曲的到底能不能像你们母子一样坚定。他说完便起身往外走。等等！陈月以为他服转了，便顿住了脚步。陈老太快速到了屋里去，很快就把之前从当铺赎回来的玉镯子、玉佩全部拿了出来。他将东西一股脑地塞到了陈月的怀里。这些东西还给你。陈月看着那玉镯子和玉佩，面色越发难看了起来。这是他送给他的定情之物，他竟然还给他了，当真要跟他恩断义绝了吗？曾经他是那么爱他，不问前途，跟着他一起逃到大梁来，那些事儿他都还记得。可如今物是人非了，他也不再多说，快步出去了。娘，咱不理他们，要是再敢来，咱们就把他们撵出去。就怕他不会善罢甘休啊！娘不用担心，一切都有我呢。陈老太也不想让大山太担心，干脆不再多说。陈月确实没有主动放弃，毕竟萧海棠的传说对他的吸引力非常大，而且那5个孩子也确实惹人眼热。第二天一早，他就派属下吴姓去屈新德家。不知阁下是？你管我是谁？我找东家有一事，请说。吴姓拿出了一沓银票放在了桌子上。你这是干什么？你中之去宋濂，这些银票都是你的，我娶谁关阁下什么事？到底是谁让你来的？这个你无需知晓。这是1000两银票。1000两的银票呀，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诱惑，比他现在身价都高。但是他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吗？他们家又不缺吃又不缺喝，要那么多银两做什么？于是他又拿了一把出来。这里有2000两。然而屈新德看都不看一眼，却见吴姓伸手又往怀里掏，连忙制止了他。你不要觉得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呢，麻烦你回去告诉你背后的主子，我在乎的是人不是钱，请他以后不要再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打坏人家的好事。
俗话说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呢，让他好好的做个人吧，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积点福。曲某这边还忙着，恕不奉陪，还请自便吧。你不要太贪心，适可而止，慢走不送，把你的钱也带走。吴兴见他是真的不想要，就把钱又重新给揣在了怀里，回去如实的禀报了他的主人。属下还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属下到陈大生家里去偷一个孩子，能行得通吗？可以一试。那你去，今夜我们就行动。主子先行，到黑龙潭镇碰面。这一天过小年夜，家家户户都在家里准备过小年儿。刘氏不让孩子们到外面到处乱跑，小海棠就在家里领着弟弟们玩。他不好了，走水了！突然外面有人喊了起来，大山他们连忙提着东西出去了。小海棠一听说走水了，还以为他们的房子着火了，连忙带着弟弟们从屋里出来，还让黑将军、小白眼他们全都跟上。于是黑将军、小白眼、小黎、小鹿全都跟着跑了出来。到了外头，小海棠才发现原来是前面着火了，他还以为是他们大房子着了火。他也不忘教导弟弟们，让他们不要玩火，万一着火了就把家里全部给烧光光了，如果跑不出去的话还会被烧死。弟弟们就开始问什么是烧死了，死了以后就是再也见不到爹爹，见不到娘亲，也见不到姐姐了。不要见不到爹爹，不要见不到娘亲，不要见不到姐姐。海棠把他拉过来抱了抱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一个人从墙头上蹦了下来，那人穿着一身黑衣，戴着黑色的斗笠。小海棠一眼就认出了他，他不就是跟那个莫名其妙的爷爷一起来的那位吗？他连忙把弟弟们给护在身后，但是弟弟们却有自己的想法，明明都很害怕，却还是鼓足勇气站到了姐姐的前头。小树皇一边往他前头钻，一边还拽着旁边的兄弟一起过来壮壮胆子，要保护姐姐。小海棠的心里非常感动，弟弟们还小就要保护他了，他知道他们根本就不是眼前人的对手，所以他要想办法拖延时间，就对着他笑了起来。你怎么回来了？还蒙得这么严实？你认出我了？我们不是昨天才见过吗？你这么快就忘记了？看你脑瓜不怎么灵光哦。吴兴当时还以为他是骗他的，万万没想到他真的认出他来了。他都包成这样了，还是被他给认出来了。既然已经被认出来，那他就不能把他给留下，必须得一起带走，否则被大山他们知道了是谁把孩子给偷走了，那还能行？于是他也不多说话，当机立断，一手抓住小海棠，另外一手随便抓了个孩子，回头就跳上墙头往后山翻了去。他的动作极其快，几个孩子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还是黑将军最先开始狂吠的。小海棠也大声的呼喊，这下院子里剩下的几个孩子才乱叫了起来。黑将军叫了2声就往大门口跑了去，他得去把小主人给追回来。黑将军得从大门出去转了一圈再追，所以慢了许多。不过他的狗鼻子很灵，嗅着气味去追，眼看黑将军就要追上他了，然而他刚到树下，后腿一下子就被绳子给套住了，黑将军就被拉到了树上，气得他对着吴兴大骂了起来。人呢？有一个蒙着脸的黑人跳进来，把小姐和齐宣少爷抱走了。黑将军撵了出去，我害怕有人来抱走他们几个，不敢丢下他们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大山就追了出去。陈老太听说小海棠和小齐宣被人给偷走了，连忙让秋阳跑去送信给李正，让李正赶紧通知人帮忙找人。可是有消息了，前2天到你们家来的是什么人？他便如实相告。周元正听了他的话，越发的觉得这事就是陈月干的，所以他的嫌疑很大。他让他放心，小海棠和小齐宣没有性命之忧。他说完便出去追人了。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给偷走？我是你爷爷。爷爷会做出你这样的事吗？爷爷会把我们从家里给偷出来吗？爷爷会忍心看着我年幼的弟弟跟娘亲分别吗？爷爷带你们去爷爷家，以后等你弟弟长大了，就让他当国君好不好啊？弟弟现在根本就不喜欢当国君，他只想要娘亲。我劝你还是把我们给送回去吧。你现在可以假装救了我们，把坏人给赶走了，我奶奶还能感激你呢。要不然的话，你今天指定是走不了了。此话怎讲啊？这还不简单呀！我奶奶说，上一次县太爷派人来抓我们，那些人都断了胳膊瘸了腿。又有一次县太爷来干坏事，他差点就回不去了。那你奶奶还跟你们说了什么？你爱信不信吧，我也懒得跟你说了。夏启轩不害怕哦，上天会保佑我们的，月保护姐姐。等轩轩长大了就保护姐姐。陈月当然也不相信小海棠的话，他拿出一碟吃的来。来，这是楚国的牛肉干，你们尝尝。小海棠把脸给扭到一旁去，不看他的吃的。可是那牛肉干的香味总是往他们鼻子里钻。
小海棠又回头看了陈月一眼，随后将牛肉给拉了过来。他害我们没饭吃，我们吃他的东西是应该的。俩孩子吃起了牛肉干，这牛肉干很难嚼，但是不妨碍它很香。等回头到了青州城啊，我让你们吃点热乎的啊！我倒别说吧。他还要吃东西呢，别跟他说话。陈月就让苗枪赶紧走，吴兴又翻身上马，苗枪则是赶马车走。他们得连夜离开这个地方，恐怕夜长梦多。哪知道苗枪赶的马车，马却在雪地里转圈，他连忙又将马往旁边赶，马车又往另外一边转。这种情况只有在泥巴窝里才会出现，这个时候不应该有啊。马车左右晃了2下，怎么回事？我正在查看。一切都是好着的，并无不妥呀。他又上了马车继续赶马，马也很使劲的拉扯，可是车子就在原地转圈圈，有个轱辘不转圈。苗枪又下来亲自拉马离开那个地方，他下来拉着马车就能往前走，他一上马车，马车就不走了，这就奇怪了。马车走了几步停下来，然后又开始转圈。苗枪骑得满头大汗，赶车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又下来检查马车。这会儿吴兴已经从前方探路回来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你来帮我看看。小海棠则是回头看向陈月，眉头挑了挑。吴越也看着他，心思在翻腾着。莫非他说的是真的？这么灵验？江和吴兴两人在马车底下仔细检查，并没有什么问题。倘若真的是马车有问题，不应该赶着不走。两人都不由得往鬼神那方面去想了。马车出了问题，您看要不要骑马？骑马？他们不冷吗？他舍不得让孩子受冻，马车里暖和。他们的人已经集结完毕了，再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。他纠结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不忍心两个孩子跟着受冻。苗枪，你下去牵着走。苗枪只好去牵马，马才缓缓地往前走了去，马车也不再转圈圈了。陈月看向小海棠，小海棠依旧拍着小齐轩。反正也走不了，我让你把我们送回去，你还不乐意，非要多受损失才行。那我就拭目以待，看看我是怎么受损失的。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，平平坦坦的路，马车不知道为什么颠簸了一下，油灯里的油泼了出来，刚好泼到了炭火中，哗的一下就着了火。陈月一看着了火，连忙拿东西去扑，但是那火却顺着烧了起来。他赶紧起身带着两个孩子下车，他自己的衣服都被烧着了，可他关心两个孩子，连忙检查他们有没有事儿。吴兴见他衣摆上着火，连忙给踩灭了。陈月见两个孩子都完好无损的，这才舒了一口气。不要害怕，有爷爷在。小海棠仰头看了看，心里觉得他也不是那么坏，可是他把他们给偷了出来，这就是他的不对。他们这边马车着了火，而且火势非常凶，恰巧就被旁边万家村的村民看到了。有人看到这边突然着火了，不好了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！于是村民们都出来了，都拿着铁锹出来救火。在这种荒郊野外，四处都没有水，要灭火还是直接用土方便，所以拿着铁锹来是帮忙灭火的。热心的村民过来之后，你一锹我一锹的往那马车上填土，看起来就跟玩篝火似的。万金宝也来了，小海棠看到他，哥哥！万金宝听到小海棠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竟然是他，他立刻朝他奔了过来。陈渊一头黑线，他怎么到处都有哥哥？小海棠领着小齐轩朝万金宝跑了去，吴兴却一把把他们给抱住了。小海棠生气了，你放开我们！不放。吴兴看情况不妙，抱着孩子先走。苗枪则是在那里拦住了万金宝。万金宝哪里看不出他们有问题呀？大家给我拦住他！村民们听说要拦住那个抱孩子的人，立刻都拿着铁锹跑上前去了。苗枪吓得赶紧护住陈月，放开他们！吴兴不予理会，但小海棠非常生气。你放开我们！不能放，他们都是坏人。我看你才是坏人，你到底放不放？你要是再不放，你就有祸了。吴兴压根就没准备放，但是听到小海棠的话，心里一慌，不知道脚下踩到了什么东西，一下子就摔了个仰巴叉。像他这样习武之人，一般平衡力都非常好，是不会摔倒的。但他这会儿就感觉很奇怪，双腿好像被什么东西给啃住了一样，双脚也迈不开了。若不是怀里抱着两个孩子，他还可以用手摁在地上挡一下，不至于摔得这么狼狈。可是这俩孩子都是他的小主子，他再怎么着也不能把俩孩子给摔了吧。所以摔下去的时候，他自己当了肉垫，直直地摔了下去。小海棠和小齐轩都没有问题，而他自己却摔岔气儿了，不能动，动一动，胸口像是被针扎了一般。不仅如此，他小心翼翼地呼吸着，还是觉得有一口气上不来，他们就立刻拿着大铁锹上去给他给打死。但是小海棠却拦住了他们。你们不要打他，要活的。众人立刻将他给控制住了。跑啊，你继续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不是很有能耐吗？怎么不跑了？
不幸哪里受过这个屈辱，他气得胸口更疼了，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！我们没有事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小海棠就把事情的经过给说了一遍。好大的胆子啊，竟然敢偷小孩！那个人是我亲爷爷。你说什么？他是我亲爷爷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是真的。汪金宝就知道其中一定有事儿，还是先把人给留住，然后再派人往合欢阳送信。汪金宝让人先把他们给带回去，等到合欢阳的人来了再说。村民们吆五喝六的训斥这三人，让他们老实一些。陈月，你个狗东西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儿啊？你放着君子不当，却干起了小人的勾当。你爹娘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吗？你看看你这德行，你配做人吗你？你说说你怎么还有脸回来见我呀？奶奶不要生气了，我已经狠狠地教训过他们了。你是怎么狠狠教训他们的？我心里一直念叨让他们破财，然后他们的马车就失火了。他虽然想把我和轩轩给偷走，但是他不算一点良心都没有，他担心我们冷，所以不肯带我们骑马走。后来马车着火了，他自己身上都着火了，却顾不上灭火，来看我跟轩轩有没有事。他应该不算是坏到无可救药吧？真的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不过他们这样对待我们，一定不能轻易的饶了他们。那你想怎么惩治他们？让他们多赔钱，下次他们再敢来干坏事，就要好好想想能不能赔得起钱。不仅要赔钱，还得签下协议，以后不许再来打扰你们的生活。其实我可以给你一些赔偿，但是你不要禁止我跟孩子们来往。这几个孩子我都很喜欢，就算你们不让我把他们带走，也请你们不要禁止我来看他们。倘若他们愿意与你亲近，那便与你亲近；若是不愿意，我们也绝不会有一个人去勉强，包括你也不能勉强他们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征求孩子们的意见。糖糖，你可还记恨爷爷？要怎么说呢？反正昨天我和齐轩都被吓得不轻，还没人给我们押金呢。陈月把银票都塞给他们，小海棠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6000两呀，就这么到手了。押金的够了，但是偷小孩的事以后可不能再犯了哦。浪子回头金不换，我们就原谅你了。以后爷爷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来瞧你们了，就不需要再偷小孩了。爷爷也想邀请你们去楚国做客你们愿意吗？等我们长大了再说吧。那你们小的时候爷爷来看你们，等你们长大了之后，爷爷老了经不起长途跋涉了，你们去看爷爷好不好？这些都等我们长大了再说吧，也得顾及奶奶的感受呀，总不能一口答应了，然后让奶奶心里不舒服吧。那就这样定了吧，我还能来回奔跑，我来看他们，等到我年迈体衰之后，就让他们自愿去瞧我。就这么办，不过你最好少来，免得被探子探听到了消息连累我们。我自然会小心行事，我不想连累你，自然也不想连累他们。我也有自己的考量，就像是之前跟顾家交好的时候一样。那时候我想着跟着顾家能给小海棠一些庇护。陈月虽然对不住我，可他总归是小海棠的亲爷爷，这将来万一有人要对小海棠不利，他总不会坐视不理，不是吗？周公子他们不是很厉害吗？那万一周公子对小海棠不利呢？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抗衡？这一天夜里，他做了个梦，梦境里的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。他这回梦见了后山上有宝贝，怎么上山怎么走都记得清清楚楚。第二天，他没有带几个弟弟一起玩，而是让秋霞跟他一起出去一下。秋霞姐姐，就是这里了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来的？这个是个秘密。小姐，你看那里是不是有一个山洞？看起来很像，我们进去看看。小海棠打量这个山洞，总觉得有些似曾相识。两人在山洞里转了一会儿，小海棠从地上捡起了一块石头来，想要往山洞深处再砸一砸，但是石头捡起来之后，他总感觉有些不一样，越跌越觉得这石头就是他要找的东西，可是他仔细看也看不出来这石头有什么蹊跷之处。这石头有什么古怪吗？我怎么觉得它就是我要找的宝贝呢？这石头丑死了，哪里像宝贝了？不就是随处可见的石头吗？算了，带回去再说。小姐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去波上港找周哥哥。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？小海棠就把他带过来的石头给他拿了出来。这石头有什么不一样吗？我总觉得它是个宝贝。宝贝？周哥哥，你要不找人看看，
快上岗的人来自天南海北，说不定有人能认出这个东西呢。周元正觉得有道理，就让李甲拿着石头去打听打听。你可认得此物？老朽得恭喜公子，贺喜公子啊！此乃铁矿石，若是找到此石的来源，公子便可着人开采，他可炼铁。你确定能炼得出铁来？自然呢，我叫刘传胜，原先就是炼铁的，只因年纪大了才被放逐出来。年轻的时候在山里干了一辈子，倘若公子用得着老朽，老朽出不了力也能出经验呢。太好了，好，那就多多拜托您老人家了。你在哪里找到的？就在后面的山里，过去还有一段路呢。好，你带我去。行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那行吧，我就是心疼你跑2趟，累得慌。明天去也行，我们还没吃午饭。我有。小海棠说着拿出了补力丸。这是何物？补力丸，没有力气了就来一颗，这是我最近跟何大夫学着做的呢。他舔了一颗在嘴里，果然感觉好像补充了力气一般。好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！那当然啦。看完了铁矿之后，周元正回去就洗手做羹汤，亲自给他做饭。两人吃得饱饱的，他突然带萧海棠到他屋里，把床板给掀开。萧海棠看到他床板下头全都是银子。周哥哥，你这么多钱啊？其他地方放的还有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哼，真的，除了这些银子，还有很多金子，还有玉器、珠宝。那你带我去看看。那些都是留着给我未来媳妇儿的。哈，媳妇儿？就像你爹的东西要给你娘一样。那我当你媳妇儿不就好了吗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当你媳妇儿呀，然后你的宝贝全都要给我。你若是我媳妇儿，我的东西自然全都是你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萧海棠伸手跟他拉钩，周元正伸手跟他拉钩，两人契约算是签订完成了。周元正从他的宝贝里扒拉出一个盒子，从盒子里拿出了一块玉佩，这是一块同心佩，合在一起是一块，分开是2块，造型奇特。他把同心佩给放在怀里，这才送给萧海棠回家。周元正也没隐瞒，直接跟陈老太和大山他们说起矿山的事儿来了。这矿山毕竟是萧海棠发现的，他不能独占了。所有的矿全部都是归朝廷所有，他们发现铁矿理应向朝廷汇报，可若这矿报告朝廷，朝廷肯定会派军队驻扎。如果这样，那他们青牛镇的秘密恐怕就保不住了。万一小福宝的传说泄露了出去，到时候大良造那边会出什么歪主意，一切都很难预料，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儿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害怕朝廷会祸害青牛镇，他们好不容易得来的安宁，谁也不想打破，所以大家心里的想法都一样，小福宝的事儿一定要捂紧了，发现铁矿的事儿也不能让朝廷知道，因此不管铁矿归谁开采，朝廷必须排除在外。按照你的意思，准备怎么办？我想过把矿给开采出来，我们炼制兵器、农具。那你就去开采吧，只要我们家需要镰刀、斧头什么东西，你给我们一些铁就行了。这不行，这样对你们太不公平了。我们何必还要分彼此呢？不如我给出个主意，两边都不吃亏也不占便宜，如何？什么主意？你们家姑娘跟我们公子自幼相识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不如让他们结为连理，两下便不再分彼此，如何？这话一出，可把大山跟陈老太惊讶住了。他们都还没有考虑萧海棠出嫁的时候，方过这个年头才7岁啊，还小着呢。他们还要养他7、8年呢，他怎么打他的主意了？朱莉，你提的是什么破主意啊？还说两下都满意，分明是好处都被你给占完了。你们得了矿还不满意，还要把我姑娘给弄走，什么好处都让你占了，你还说什么两下都满意了？我提出的这个主意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，从此你我就不再分彼此了。我们公子的身份也不低，想必你们都已经看出来了，他乃是鲁国国君之子，国中叛乱，我带着他逃命到此。我们家公子还是周公的后人，乃是天子的血脉，配你们家姑娘也算配得上。若是我们公子才配不上你们姑娘，这天下能配得上姑娘的也没有几个人了。陈老太听完他的话，也是惊讶的目瞪口呆的。他确实没想到周元正居然是周公的后人，周文王的后裔。曾经他也想过周元正可能大有来头，非富即贵，没想到他的身份居然这般的高贵，竟然是天子的族人。按照身份来说，他们倒是配不上他了。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，看向大山。大山哪里舍得小海棠这样早早的定亲呢？他就这么一个姑娘，他准备把姑娘养在身边，养到18岁呢，这么早就提亲，那哪行呢？那不行，以后我姑娘长大了，她自己喜欢谁就挑谁，我可不会随意的给她安排婚事的。你们可以再考虑考量，如果这事儿能成，以后我们便不再分彼此，矿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。
你们公子是要做大事的人，前途坎坷，是要回去报仇雪恨，前途坎坷。奶奶，弟弟，我要当周哥哥的媳妇儿。你知道当他媳妇儿是啥意思吗？就像爹爹跟娘亲一样，爹爹的东西全都是娘亲的。我要是当了周哥哥的媳妇儿，周哥哥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。这件事情暂且搁置不谈。至于铁矿，你们去开采吧。我们就算有心，也吃不下这么大的矿，更守不住。我们心里有数。至于周公子跟小海棠的事，暂且不提，等到你们都到了适婚年龄再说吧。我们公子身份特殊，还请保密啊。那是自然，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我们心里有数。到了2月初8黄昏的时候，屈信德派人给送来了嫁衣。陈老太看到那大红的嫁衣，脸红的不得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，不需要大操大办的，他怎么就是不听呢？这是我们老爷重视夫人，还请夫人明日务必要穿上嫁衣，莫要辜负了我们老爷的一番心意。新房就在他们仓库的后院，这里张灯结彩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王家宝已经杀了猪拉了过来，邓厨子正在炸小酥肉，香味飘得到处都是。村民们也都过来帮忙。次日，陈老太和屈信德大喜，迎亲的队伍从青牛镇出发，一路吹吹打打的来到了合欢阳。合欢阳的人都出来看热闹，等到吉时，有人搀扶着陈老太上了花轿，花轿一起轿，便顺着合欢阳转到了王家村，又转到了坡上岗。我出去敬酒去，你若是饿了，可以先吃一些东西。啊，你去吧。次日，小海棠带着弟弟们前来问安。陈老太眉宇之间都是幸福。我想进去看看你们是怎么采矿、怎么炼铁的，我很好奇。这里危险，大姑娘当真要看吗？我想看。大姑娘，请随我来。柳先生就带他进去了。他一边走一边叮嘱的小心脚下。小海棠想象不出来这里到底有多危险，跟着柳传胜小心翼翼的往里走。走着走着，小海棠感觉有些不对劲儿。柳爷爷，地怎么在动？你说什么？我怎么感觉地在动？柳传胜立刻趴在地上，听到了大地的沉吟声，顿时面色骤变。撤退，全部都撤退！柳传胜也顾不上小海棠了，立刻回到自己住的地方，拿出鼓敲了起来。大家听到鼓声，都纷纷丢下手里的活计跑了出来。他们都跑到了空旷一些的地方，大家全都跑了出来。突然一阵地动山摇。秋霞想都没想，立刻上前去把小海棠给护在了身下，以身来挡飞石。不过是刹那间，只听到轰轰巨响，随即众人便被淹没在了灰尘中。大家都掩了口鼻，所有的人都吓得浑身发抖，半晌都没敢挪动地方。过了许久，灰尘渐渐散去，众人这才起身，发现原先他们开采的那座山塌了下来。秋霞也把小海棠给从地上拉起来。姑娘，你可有事？我没事，你受伤了没？让我看看。没有。众人都还在惊吓中，半天都没回过神来。快，我们赶紧换个地方，这里太呛了。今天我们大家的性命都是陈家大姑娘救的，救命之恩浩大，请大姑娘受我一拜。都快起来，快起来吧！正在这个时候，周元正骑着马匆匆忙忙赶了过来。周哥哥，我没事的，大家也都没事。柳爷爷，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事吗？你一敲鼓，大家都跑出来了，一定是之前有训练过吧？训练过。这是以前没遇到过地龙翻身，但那会儿矿上经常出事啊。都出什么事？有被石头砸的，有抬石头受伤的，也有走路扭到脚的，几乎每天都会出事。那时候的督工不把人当人看呢。不过也难怪，去采石场的都是被发配的犯人，死就死了，没人在意。那爷爷您以前是吃衙门饭的吗？对呀，以前我是吃衙门饭的。我当上督工之后，让大家严格按照要求来，事故减少了许多。你管的全都是被发配的犯人啊？全都是被发配的犯人。那你知不知道许世安这个人？你怎么知道他？他是我外祖父呀。此话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他就是我外祖父，你一定认得他，对不对？他在哪里？我知道他在哪里，他就在莫干山矿场，但是你们不一定能见到他，他在那地方见不到外人。莫干山在什么地方？永宁府莫干山，那里全都是犯人，有军队把守。为了防止犯人外逃，把守得很严，外人根本进不去。那你知道他怎么样了吗？是不是天天被人用鞭子抽打？是不是天天喝米汤？是不是饿得骨瘦嶙峋的？这倒没有，因为许大人为官清廉，深受百姓爱戴，就是采石场中大家都十分的尊重爱戴的，官民对他也是甚是恭敬。他在那里做记录，拿笔杆子的，跟一般百姓比起来，算不上受苦。有些像是衙门口的师爷，但同他从前位极人臣的时候比起来，确实受苦了。许大人这样的经世之才，不应该沦落到这种地步啊！谢谢你，柳爷爷。
周哥哥，我得赶紧回家去，我要给我娘还有我外祖母报信。我送你。不用，你只管忙你的就好了。是真的，在坡上岗负责采石的那位柳爷爷说的，他以前就是采石场负责的人。你要是不相信，明天你可以跟我去问问他。柳叔，你当真知道许世安的下落？我说的许世安乃是大梁名臣呐，你打听的可是他？正是他。柳传胜便将许世安的消息都告诉了他，许夫人这才确信她丈夫还活着，只要活着就有再见面的希望。周元正同他们回去，一起商量如何把许世安给救出来。要不我去找我干爹，看看我干爹有没有什么人脉。也行。于是夏海棠就同大山一起去找顾远征。顾远征听说是有了许世安的下落，也有一些诧异。他得到的消息说是许世安已经被相国给害死了。你们确定人在莫干山？听柳叔说是的，他们还打过交道。永宁知府侯文瑜同我有几分交情，不如我修书一封，你们前去找他。于是顾远征给侯文瑜写了一封信交给大山，他在信中说一个故友大山要去永宁府，请他多多照顾。他自然是不能说明，让侯文瑜直接把许山给放了，因此话还得大山他们见了面再说。反正在明面上许山已经死了，偷偷放走他也没人在意，毕竟许家的事儿过去这么多年了，相国大人也不会再盯着这件事儿不放了。但是行事还得小心谨慎才行，莫要自己获罪再连累旁人。他们拿着信回去商量要去永宁侯府。我跟爹爹一起去，路上好有个照应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爹爹，他们不都说我是福娃娃吗？我跟着你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一定能逢凶化吉的。可是娘，你放心，我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你们要是不放心，到后院去问问我奶奶去。大山说起了许世安的事来。果真有了下落。有了下落，我们已经请顾大将军写了信给永宁府的知府，准备去接人。那太好了，这样桂兰娘和桂兰爹就能团聚了。可是现在有一个难题啊，我要陪同爹爹去，爹爹拿不定主意。你去干啥？你爹拿的有信，知府放一个人走，那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吗？我不放心爹爹一个人去啊，我要跟着爹爹才行。他们不都说我是小福宝吗？我要用我的福气福佑我的爹爹，使我爹爹一路平平安安，办事顺顺利利。大姑娘所言极是。爷爷真有眼光。你是这个。奶奶，你看爷爷都说我应该跟着去了，你还在担心什么呢？路途遥远，而且是从未走过的路，一路上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凶险，真的要让他去吗？只是不去，桂兰的爹娘又不能团聚。奶奶，难道我不是有福气的吗？你为什么还在犹豫？奶奶担心你们也是人之常情。此事明日再说。当夜，陈老太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小海棠他们把许世安给带回来了。这一梦十分祥和。次日，刘氏来见陈老太。娘，昨夜我梦见小海棠他们把我爹给带回来了。哦，你梦见了？那你看到你爹长什么样子没？没看清楚。我看到他穿着蓝色的衣服，脚上穿的是黑布白颜的僧侣鞋。这穿着倒是跟陈老太梦见的一样，难不成是仙人托梦了？这是吉兆。于是他就把自己昨夜做的梦告诉了他。刘氏十分诧异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就让大山带着大姑娘一起去吧。不瞒你说，我昨晚也梦见了大姑娘带着亲家公回来了，衣着同桂兰说的一般无二，这定是吉兆。那我们就准备马车，赶紧出发。马车跑得太慢了，爹爹不如带我骑马。不行，这天太冷，骑马怎么能行啊？就是啊。反正找到了你的外祖父，我们还是要赶马车的，我们索性赶着马车去就好了。也行。两人到了青州城，时候已经不早了。大山不想让小海棠太辛苦，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，顺便想打听打听去永宁府的路应该怎么走。他们下去吃饭的时候，恰巧遇到了钟离。大山兄弟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怎么也在？我们有事，公子在上头，我们上去说话。周哥哥，我们往永宁府去拜访一个旧友。这么巧，我们也去永宁府。这么巧吗？怎么看怎么不像是巧合。他们得到了外祖父的消息，肯定是要去永宁府接人的呀。周元正他们这个时候出远门，怎么看怎么像是故意跟过来的。不过他可什么都没说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可以结伴而行，这样路上也有个照应。那再好不过了，我们还正在发愁不知道去永宁府的路呢。去永宁府的路我知道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你们急着去永宁府，还到你们要等年后再去呢。打底要趁热。嘿，菜来喽！大山见他们要吃饭了，起身准备走。坐下来一起吃，不过是多2双筷子。爹爹，坐下来一起吃吧。于是他们坐下来吃饭。小海棠吃饭的时候不需要秋霞照顾，她喜欢自己动手。
秋霞妹子，我带你去吃饭吧。李甲这边跟秋霞下去吃饭。这客栈里也供应饭食，但是李甲说客栈里的饭食不是很好吃，不如到外头吃。小姐还在楼上。你们大爷和我们公子都在，哪里需要我们操心？秋霞想想也对，就跟他出去了。两人出去在一个面摊上吃了面。我们回去吧。遇到卖糖葫芦的，李甲就给他买了一串。谢谢李甲哥，你买一串还不够啊，再买一串给小姐带回去。哦，他又去买了一串。秋霞拿着糖葫芦一边走一边闻，哪知道到了黑咕隆咚的巷子口，突然窜出来几个人。秋霞走在前头被吓了一大跳，手里的糖葫芦都掉了。她非常生气，一把抓住那个人。你给我站住，赔我的糖葫芦！放手！李甲立刻上前去。站住！赔！那人看了李甲一眼，看得出他不好惹，只好甩了一把碎银子。够了吗？秋霞看到这一把碎银子也没说什么，接过了银子放在兜里。那人同他的几个伙伴急匆匆的离开了，隐隐约约还能听到赶紧找不到，他们脑袋都别想要了的话。秋霞把掉在地上的糖葫芦给捡了起来，上头沾了灰。要不我再给你买一根，这根不要了。不用，这根还能要。秋霞吹了吹，又把糯米纸给揭掉，剩下的就能吃了。他也不等回去再吃，现在就吃。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在外头转一会儿？说不定还会有哪个不长眼的出来撞了我又可以要银子了。跟小海棠在一起久了，习惯都这么想了吗？小姐，这是李甲哥买的。你的呢？有没有你的？有，我的已经吃掉了。小海棠接过糖葫芦来，秋霞又开始巴拉巴拉的跟他说起刚才的事儿来了，并且还把他给讹来的银子拿给小海棠看。小海棠笑得眼睛都眯在了一起。那你们怎么不在外头多转一会儿？说不定还会有人不长眼撞上你呢。我也是这么说的，但是李甲哥说明早还要赶路，让我们早些歇息。之前秋霞撞见的那伙人一夜都没睡，他们在满城里给主子找宠物，急得满头大汗。此刻他们这些人寻找宠物，正卧在小海棠的身侧，一身火红色红的毛发四蹄朝上，脑袋靠在小海棠这边，贪婪地闻着他身上的香味儿。小海棠睡得很香，根本就不知道身边竟然多了一只动物。他能感觉到这边很暖和，所以往他这边靠。靠着靠着，小海棠的脑袋就跟小狐狸的脑袋凑在了一起。睡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小狐狸睁开眼睛，看了看小海棠，闻了闻他的鼻子和脸，又伸头看看睡在一旁的秋霞。他又竖起耳朵听了听，随即从床上跳了下来，蹑手蹑脚地离开了。也对地形摸得很熟，他不仅知道该往哪儿走，还知道走哪条道最近，而且路线他都规划好了，在何处歇息，在何处住宿他都有规划。偶尔他们也会在山林中歇息，中里他们就会生火做饭。大山看到他们生火做饭，这才感觉自己准备的不足，他只知道买干粮，却不知道带锅灶。李甲他们把打来的猎物一半用来烤，一半用来煮汤。小海棠倒是非常开心，不仅有肉吃，还有肉汤喝。周元正总是用刀将烤熟的肉给切割得方方正正的放在盘子里，然后又撒上辣椒面和碎盐。小海棠只需要吃，不需要动。有时候烤鱼，周元正会将鱼刺给挑干净；有时候煮虾，他会把虾壳给剥干净。大山一个大男人都感动了。还真不如把小海棠嫁给他呢，他是个会照顾人的，心思也细腻。回去就跟娘和桂兰说这事儿去。大山还是焦急，暗暗的跟钟离商量，让他快点赶路。不是我打击你啊，你想在年前回家是不可能的。过年的时候咱们那里肯定要下大雪，到时候大雪封山，我们怎么回得来呀？我们可以快马加鞭，早去早回啊。那你可考虑过快马加鞭人受得了吗？万一赶路太急，人病倒了可如何是好？再说了，就算是快马加鞭也赶不回来了，到永宁府起码也得跑20多天，你算算现在都几月了，万一中间再有什么事给耽搁了，更回不来了。他们走走停停，走了将近2个月的时间才到永宁府。只不过永宁府这地方竟然热得跟青州府的夏天一样，他们也未曾到这里来过，没想到这边竟然这么热，弄得好像不是一个天下一般。还是先找一家客栈住下来，再做打算。这边刚住下来，大山就花钱请客栈的伙计往知府大人的府上送拜帖。很快知府大人府上的小厮就出来传话了，说知府很忙，顾不上会客。我不是提了顾远征的名字吗？为何不愿意会客？这样我去见大人，你跟秋霞乖乖在客栈里等着，不要到处乱跑。那爹爹要快去快回，不要太勉强，不要跟人发生争执。去了知府大人府上，他给守门的人塞了一些钱，让他们把信送给知府大人。两人语言不通，那小厮看到银子和信，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便收了钱，帮忙把信给送了进去。新任知府见有人给他送了信，将信拆开看了之后，又把信还给了他。人家是来找侯大人的，你去把话跟他说清楚。你也真是的，你来找人也不打听清楚了，里面是不是你要找的人呢？
侯大人已经回京述职了，新任的知府大人不是你的亲戚。大神这会是真傻了眼了，他是万万没想到郭元正的旧友居然新任走了，新任的知府他根本就不认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也不要着急，我们去吃好吃的。夫子说船到桥头自然直，车到山前必有路。而且奶奶和娘亲都做了吉兆的梦，所以这件事最后一定能成就的。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和不顺利，以后肯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的。我们先该吃饭吃饭，该睡觉睡觉，等待转机。万一我们接不回你的外祖父，我回去怎么跟你娘和你外祖母交代呀？这还不到最后呢，现在下定论都太早了哦。回头我们再找周哥哥他们商量商量，看看事情应当怎么办才好。秋霞姐姐，你陪我一起下去如厕吧。头有些黑，你要去吗？去，肚子有些不舒服。秋霞就陪他一起下去。小海棠从茅房出来，突然冲过来一只狗，在他脚前不住的转悠，还将他的爪子给搭在他身上。小海棠仔细看了这只狗。小狗狗，你好漂亮呀，你的毛都是红的哟。那狗立刻躺在地上，四蹄朝天，还眯着眼对着他笑，那样子魅惑极了。你是谁家的狗？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小红狗叽叽的叫唤，似乎是在回答小海棠。小海棠摸了摸它的尾巴，你的尾巴长得也好看。秋霞还在茅房里，听到小海棠在外头自言自语，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正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有几个人翻墙进来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随即门被撞开了，闯进来一大队的人，他们都拿着剑指着小海棠。那小红狗吓得立刻要走，小海棠连忙站到前头。不许你们伤害红红！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偷我们公司的灵狐，带走！随即有人过来把小海棠给抱了起来，另外一个人要去抓灵狐，灵狐顿时就把那人给抓伤了。不许伤害他，我跟你们走！那人把他给放下来，本来要逃走的灵狐顿时又回到小海棠的身边。小海棠摸了摸他的脑袋，不要害怕哦，我会保护你的。小海棠到了屋里，发现了眼前这人居然坐在轮椅上。公子银听说抓到了偷他灵狐的贼，正想看看是何方神圣，未料到眼前的竟然是个小孩。正在这时候，跟在小海棠身边的小灵狐立刻摇头摆尾的朝那人跑了过去，对着他吱吱的叫唤。公子银摸了摸小灵狐，原来红红是你的呀。他一开口，那小灵狐又朝小海棠跑了过来，他围着他转了，把身体靠在他身上，还用脑袋拱他。这个人真的是你的主人吗？小火狐又跑到了公子银的身边，对着他撒娇。公子银看出来了，这小女孩不可能有这个能耐逃走他的小狐狸，大概是小狐狸自己跟着他走的。他从大良灶到永宁府来，一路上他走丢好几回，每次都是他自己回来的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问：是你偷走了我的灵狐吗？小海棠听他的口音像他们家乡那边的，也感觉有些亲切。没有，我只是在院子里遇到了他，然后你的人就把我给抓起来了，莫名其妙的就被你的人给抓来了，我连院子都没出。公子银见小姑娘一脸委屈的模样，扫脸一旁的薛飞：当时情况紧急，属下一时不察。你一时不察，为什么不好好查查呀？是不是我偷了你们的小狐狸？你稍微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吗？你什么都不查，还不是因为你随随便便认个错，你主人就会原谅你，你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，反倒是被你们诬陷的人倒霉也就倒霉了。你是在责怪我治下不严吗？我可没说，这话是你说的。公子，这小姑娘来的蹊跷啊！灵狐向来不与人亲近，却如此亲近这姑娘。况且这小姑娘说话口音也是北方人。公子银沉思了一下：你是哪里人？说话口音同当地不一样。我家是青州府的，到这里来投奔亲戚来了，今天才刚到。你投奔是什么人啊？侯温瑜侯大人，可惜今天我爹爹才得知他被调走了。难怪他不怯不惧的，原来是侯大人的亲戚。看他这一身的穿着打扮，也能知道他家境不一般。他半天没说话。所以你多问2句话，就把刚刚的事给掀过去了吗？公子银这回没憋住，笑了出来。你还是执意要惩罚薛飞吗？做错事了，难道不应该道歉吗？他看向薛飞，薛飞见公子笑了，还在诧异，又接到公子的眼神，连忙对着小海棠抱拳作揖。对不起，是在下唐突了姑娘，还请姑娘大人大量，莫有同在下一般计较。这样很没有诚信啊。薛飞愣了一下。我家姐姐在青州府的时候被人给撞掉了糖葫芦，然后人家赔了她银子呢。薛飞立刻瞪大了眼睛，在青州府赔人银子的正是他的手下，没想到撞到的竟然是他姐姐。你家姐姐几岁啊？过了这个年就11岁了。那就对上了，还真巧。
连忙掏出一些银两来送给他。这些银子给姑娘压压惊。你这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呀，搞得我好像是专门跟你要银子似的。不过看在你这么有诚心的份上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，勉为其难的收下银子吧。我也原谅你了，这件事就翻篇了。下回你可要弄清楚了再说哦，可不能因为对方手无寸铁就随意对待。公子银越发觉得小海棠有意思了。不知道谁家的姑娘竟然养得这般有趣。姑娘教训的是。他们都叫你公子，那我是叫你公子好呢，还是叫你叔叔好呢？为何不是哥哥呢？叫我哥哥可好？好呀，那哥哥，你的腿是怎么回事？薛飞的面色骤变，公子银的面色也顿时不对了。公子的腿是他们都不敢提的逆鳞。小海棠见他们都紧张成这样，知道自己怕是问错话了。哥哥，你心里别难过，我是学医的，问你的腿是想帮你看看还能不能治好的。我没什么本事，但是我师傅很厉害的。我不是故意要打听哥哥的私密事，我只是想知道哥哥的腿还有没有救，你相信我好不好？我这腿是陈年旧疾，无药可医。未必呀，要不我给你把把脉怎么样啊？反正我又不收你钱。你会把脉？会呀。他说着就靠近了公子银。薛飞面上带着警惕，公子银闻到他身上的花香味儿，又使劲嗅了嗅，是蔷薇花香，香气中带着甜味儿。他闻到他身上的花香味儿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了起来。小海棠还当然默认了，上去就按住了他的脉。只会一点点哦，我不一定能把你给治好。公子银只觉得他有些好玩，盯着他看，见他一脸认真，这模样活脱脱的像个神棍。你做什么？我想掐你一下，看看你腿上还有知觉没有啊？干嘛这么紧张？我又不会下死手。我不仅要掐你一下，还得摸摸你的小腿和大腿，我得确认你的肌肉都萎缩了没有。只是男女有别，他的腿能让他摸吗？他又意识到眼前的不过是个小姑娘而已，随他去了。可怜哦，腿上的肉都没有了，你是不是以前受了伤没有及时固定啊？你看看你的骨头都是错位的，虽然长到了一起去，可是再也支撑不起你的身体了。然后你一直坐着，腿部使不上力气，再加上营养跟不上，你腿上的肌肉都被身体给分解了。相反，你经常用胳膊，所以胳膊上的肌肉比较发达。受伤之后要及时固定的哦，要不然的话就会像你这样，看起来好可怜啊。我知道你这样的病要怎么治，但是我没有经验，给你治腿还得让我的师傅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我听我师傅说过，像类似的情况要把骨头重新给打断，然后再给扶正。等到骨头长好了之后，就得拉筋，拉筋是很痛的哦。但是不拉不行，你的筋都萎缩了，得慢慢的把筋给拉开。拉筋的时候还得配合针灸，刺激你腿上的肌肉，得锻炼。肌肉是必须要长起来的，没有肌肉就没有力量，没有力量就支撑不起来整个人。你师傅是何人？我师傅是何大夫呀，在我们青牛镇很有名气的，很多人都排队找我师傅看病呢。不过我师傅现在很少亲自动手去看病，都交给他的学生。我师傅带了很多学生，那么多学生中只有我最聪明了。这小姑娘夸起自己来倒是一点都不含糊。不好了，小姐被人给抓走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姐要下去如厕，我同她一起下去，小姐就在外头等我。我听到小姐自言自语的说什么小狗，然后就有人喊着说找到了，有人破门而入，说小姐偷了他们主子的宠物。我急急忙忙的出来，小姐就被人给带走了。我悄悄的追上去，看到他们进了一家大宅院，就赶紧回来报信儿。大半夜的敲什么敲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我们是来找人的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找谁？今天你们抓来了一个小姑娘，我们是来找她的。你们当我们南梁王府是谁想来就来的吗？赶紧滚！他话还没说完，大山突然抬脚朝门踹了过去，门发出咚咚一声巨响。来人了！有人夜闯王府了！大山力大如牛，他们这么一踹，直接把门栓给踹折了。秋霞知道自己跟进去只能拖累他们，赶快找了个地方把自己给藏了起来。快叫你们主子出来，否则我今天就要拆了你们的王府！好大的口气！领头的人哼了一声，指挥众人上。他们这些人围上来，准备把这4人给绑了。大山已经一拳打倒一个，砸倒2个的，一脚踢飞一个，再压倒3个，把他们打得七零八落的。他们被撒在地上，都嗷嗷的叫唤，挨打的人直接晕了过去。领头的人一看这一个人的战斗力就这么强，快把人给我交出来，否则我拆了你们王府！薛飞这边到了前院，看到大山一行人，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闯我们南梁王府！看招！眼前的大山和薛飞2人打在了一起。薛飞的招式更加厉害一些，看得出他是从小被培养出来当侍卫的。但大山力大无穷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所有的招式都像是花架子一样。薛飞的招式再厉害，也抵挡不住猛如虎的大山。
不一会儿，他就被他打趴下了，甚至一点还手之力都没有。他所学的那些刁钻的招式居然都使不出来。大山出手又快，力量又大，不管他拿哪套，都会被他的力量碾压。恐怕是我爹爹来找我了，我们快去看看。正好是大山骑在薛飞的身上，提着领子胖揍他。爹爹！大山听到小海棠的声音，回头看他，连忙丢开了薛飞，跑到了小海棠跟前儿，查看他身上可有受伤。爹爹，我没有受伤，你放心。大山这才舒了口气。小灵狐也跑了过来，他摇头摆尾的跑到大山跟前儿，哼哼唧唧的拿爪子朝他腿上搭，尾巴不住的摇来摇去。是你吗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那小灵狐当然不可能回答他的话，只是对着他笑，跟见到主人一样，也躺在地上，四脚朝上，这是臣服的标志。大山连忙伸手抚摸。这妇女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这小灵狐可是我从小养到大的，她怎么能认得他们的？小狐狸是你的？啊，是的。他不是被送到王宫里给太后娘娘吗？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你是怎么得到他的？这小灵狐是你送的？对啊，是我送出去的。我是在我们家后山上遇到他的，他还抱了我一下，差点把我从山上绊下来摔死。他一路跟我回家，我还把他给送回去，可他又跟着回来了。那时候我家养不起他，所以就把他送给了一个大户人家去了。那大户人家就把他给送到了王宫里去，说是给太后娘娘祝寿的。他怎么会到你的手里了？太后娘娘是我祖母，这小灵狐到了王宫里不肯吃也不肯喝，太后娘娘一筹莫展，恰巧我在花园里遇见了她，她便主动的跟着我走了。太后娘娘心善，见她与我有缘，便将她赐给了我，我便养着她了。大山一听他说太后娘娘是他祖母，顿时就知道他的身份非同寻常。我就奇怪了，这小狐狸怎么会认识我？他看到我的时候也像小狗一样躺在地上，让我去抚摸它。他认得你，他到咱们家的时候就小心翼翼的讨好你。那时候你刚生下来还不满月，他就趴在床边上看着你，那模样可好看了。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留下来啊？那会儿咱家里没东西吃，这小狐狸要吃肉的，喂它素食他不肯吃，爹怕他被饿死了，所以就把它送给了你干爹了。红红，你可真挑食，一个好狐狸可是什么都吃的哟。小狐狸咧着嘴笑，摇头摆尾，哼哼唧唧。你们是因为小灵狐认得我姑娘，才把我姑娘抓来的吧？误会一场，灵狐走丢，我的属下误以为是姑娘偷走的，所以请他来问话。他们已经给我赔过礼道过歉了。如果不嫌弃，还请屋里坐。天色已晚，我们也不打扰了。哦，那改日我亲自登门道歉。哥哥，我们回家了哦。他从李涛手里拿了一些银子，拿，送给你，赔礼道歉。这样多不好意思呢。收下吧。小海棠把银子给揣在了怀里。我会让我师傅来帮你看腿的。吓死我了。秋霞姐姐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秋霞看到银子，眼睛顿时亮晶晶的。银子，你从哪儿弄来的银子？就是抓走我的人给我赔礼道歉的。明天我们还到外头去逛，说不定还能弄上一笔。果然是主仆，说话的方式都一样。吃完饭之后，他们准备租个院子先住下来再说。客栈里人多眼杂的，办什么事儿都不方便。他们看中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宅子，便租了下来。他们回客栈取东西的时候，见李涛来了。我家公子有请。公子可是有事？公子请诸位过去吃饭。他是不是想要拜托我，请我师傅来给他治腿啊？大山把陪大门的银子搁在了桌子上。昨晚我弄坏了你们的大门，这是我给你们赔罪的。昨晚是误会一场。一码归一码，你们吓到我姑娘了，给我姑娘压惊是天经地义的。我弄坏了你们的大门，赔你银子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堂堂认为爹爹有理，那哥哥便收下了。吃完饭后，哥哥，你请我们吃饭，是不是想让我把师傅给请过来呀？公子银愣了一下，他并没有想这个事儿，他只是单纯的请他们一起吃个饭。我的腿药石无医，我把我师傅给请过来，万一他能治好你，那不是最好不过了。到时候你给他一大笔银子就好了。如果他治不好你，大不了你付他一些盘缠不就好了吗？这小姑娘可真有意思。山高路远，你师父既然是一代名医，岂肯跑这么远的路？那得看谁叫他来了。旁人叫不动，我还能叫不动吗？我叫他，他肯定会来的。我师父最疼爱我了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呀。我就是想赚你的钱，等我师父把你的腿给治好了，你不仅得给我师父一大笔钱，你也得给我一大笔钱。公子银再一次被噎住了，他莫名的觉得这姑娘只认钱。小海棠他们在南梁王府逗留了一会儿，就告辞了。小海棠让周元正给飞哥传书回去。哥哥，我师父来了。见过公子。免礼。师父，你快点帮银哥哥把脉，看看他的腿还能不能治。何大夫给他诊了脉，他诊出的结果跟小海棠诊出的一样。
公子的病情确实是被耽误了，时隔多年，想要恢复如初甚难呐。这怎么可能？公子受伤之后，太后娘娘命人访遍天下名医，都说无药可救，他怎么说是被耽误了？当时那些大夫都说公子这一辈子也站不起来了，可这位何大夫跟小海棠却说他的腿是被耽误了的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公子吟的面色越来越难看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还能不知道他的腿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这背后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原本他才是王位的继承人，但是他再也站不起来了，王位就不属于他了，他成了摊子，谁获利最大？恢复不到从前，可否能站起？有机会站起来，我不敢打包票，但能尽力一试。那你快些。公子且等我把话说完。何大夫就把他的治疗方案说给公子一听，他说的治疗方案跟萧海棠说的一模一样，分毫不差。不知道先生有几成把握？5成，而且这过程非常痛苦，公子可得想好了。给公子2天时间考虑考虑再说吧，别急着下决定，我这边也得回去好好的准备准备。公子考虑好了之后，派人给我传个话即可。银哥哥，不要害怕，要勇敢尝试，你还年轻，恢复的会更快，而且我会做很多药丸，让哥哥不必天天喝汤药。过程是痛苦了一些，但是为了以后能站起来，受点痛苦也值得。到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，不用再担心会连累旁人了。退1万步来说，如果治不好，哥哥也已经努力过了，就不会留下遗憾了。你现在不咬紧牙关挺过去，以后肯定会觉得自己是错失了一个良机的。公子吟点了点头，何大夫回去当真准备了起来。小海棠也买了蜂蜜和很多药回来，到时候何大夫开什么药，他就用现成的药来做药丸，这样银哥哥就不用喝苦苦的药汤了。何大夫上前摸了摸公子吟的腿骨，2条腿都有伤，这里和这里，给公子吟塞了干净的布让他咬着。公子得罪了。公子吟还没反应过来，钟离就提起板凳砸在了他这条腿上，他的脸顿时就白了，牙齿把布咬得紧紧的。钟离敲完这条腿还不算，还得敲另外一条腿，咔的一声，另外一条腿也断了。公子吟痛得大汗淋漓，何大夫立刻给他吃了一颗药丸，这是小海棠做的止痛的药丸。公子吟痛得几乎要昏厥过去。银哥哥，真是万幸啊，你的骨头还有知觉呢，万一你的骨头没有知觉了，恐怕再难医好了，这还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。好在何大夫的手法娴熟，很快就把腿骨给复位了。腿复位之后，何大夫用他专用的纱布拿出来缠在了公子吟的腿上，2条腿都缠裹好了之后，何大夫这才给开了药。这腿得疼几天了，是正常的，他需要卧床休息，给他多煮一些大骨汤喝。公子你也要多吃饭，要多吃东西，才能恢复得更快。公子吟已经痛到不想说话了，还请何大夫住在王府，方便回诊。何大夫觉得可以，就住在了王府。我回去给银哥哥做药丸，他就不用再喝苦苦的药了。有劳姑娘了。从这一天开始，他每天都要到王府来陪公子吟，有时候给他读书，有时候给他讲故事。嘿嘿，你的腿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，不疼了。我们就要进行康复训练了，康复训练会很辛苦的，但是我相信哥哥可以的。我会咬牙坚持的。复得不错，到底还是年轻啊，比较容易恢复。每次都是痛得满身大汗，小海棠看到他痛成这样，都心疼哭了。他不敢看，就在门口暗暗地抹泪。李涛看到他抹泪，回头就告诉了公子吟。公子吟听说后，心里特别的暖。但为了小海棠，他也会咬牙坚持。过了将近1个月的康复，也出了正月，他的腿已经有了一些知觉了，虽然还不能动，但是他心里却充满了期待。公子吟心里有些担心，害怕小海棠他们要启程回家了。小海棠这边一直等着公子吟的腿有起色，然后他们就可以趁机提出救出启世安的要求来了。如今他的腿有了一些知觉，这就是好兆头，找人的事可以提上日程了。这一天，小海棠又来看望他，面上带着愁容。你有什么心事？我们来投亲，亲戚却卸任走了，找亲人，亲人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你们是要找侯大人吗？我知道侯大人去哪里了，等我腿好了之后，我带你们去找，好不好？公子吟的意思是想把他们给留下来。我们来投奔是投奔他，但是要找的人不是他，我们要找的是我外公。你外公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？我娘说我外公以前在一个大户人家当差，那大户人家不知道为何被大王给抄家了，所有的男丁都发配到了天南地北去了。好不容易打听到我外公被发配到了永宁府的莫干山来，我们来找侯大人，就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我外公。莫干山？你外公叫什么名字？我好像听到我娘跟我爹说我外公叫什么严武，
哎，对了，哥哥，你不是管很多人吗？你能不能派个人带我去找我外公呀？你们找着他就要回乡了吗？不啊，不是还要给你治腿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也得把腿给你治好了才能回去吧。我们只是想早些同外公团聚而已，不想让外公在采石场受罪。公子莹听他这样说，才放下心。只是回不回，也不是他一个小姑娘说了算。尽管这样，他还是让李涛拿上他的令牌，带着小海棠去莫干山找人。到了莫干山的采石场，不知大人到此有何事啊？找个人。大人找谁？演武。你还记得囡囡吗？囡囡是我娘亲。许世安一听他说囡囡，眼眶里顿时蓄满了眼泪。他怎样了？你还记得囡囡的大名吗？青曲。那囡囡的娘亲长得有什么特点呀？她的眼尾有一颗粉色的痣。小海棠想到外婆的眼尾上确实有一颗痣，不过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粉色的，年纪大了痣的颜色也变深了。他确定他就是他要找的人。他就是我外公。那这位我们带走了。是，姑娘，这是……爹爹，这是我外祖父呀，我把外祖父给找回来了。我验证过了，确实是我外祖父。他知道我娘亲的乳名，也知道我娘亲的大名，还知道我外婆的眼尾上有一颗痣，所以错不了。大山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又亲自问了问，问清楚了这才请他坐在上座。岳父大人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免礼，免礼。爹爹，有什么话回头再说吧，先给外公换件衣服，我们出去吃饭吧，肚子都饿了。他不动筷子，想让大山把许夫人和刘氏的事儿都说给他听。大山刚刚在屋里已经跟他说了一会儿了，他还想了解更多更详细一些。小海棠喝了一口汤，知道外公现在见家人心切，就劝他：外公，来日方长呢，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说话，而且到时候你要跟外婆面对面说话呢，所以你要好好吃饭，把身体给养胖一些，免得外婆看到心疼。待会儿我们吃完饭之后，你就写一封短书，我让人飞鸽传书传回去，先给家里人报一个平安。周哥哥他们估计要回去，你可以先跟他们一起回去，我们还有一些事要继续在这里逗留一段时间。许世安听到小海棠这么说，不由得多看他两眼。这姑娘是真聪明。姑娘说的有理，岳父大人还请先吃饭，养好身体再说，莫让岳母和桂兰担心你。小海棠体贴的为外公夹菜，让他多吃一些，还说他受苦了之类的话。真是个好姑娘啊，贴心。女儿是不是也这般贴心呢？可惜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了。大山给他安排了地方，让他好好休息。小海棠跟秋霞两人认为还得给他买2套衣服鞋子，他想把外公给弄得香香的，跟爹爹一样。秦哥哥给我们帮了这么大的忙，我是不是也应该给他送一些礼物？不如我们也送衣服吧。于是两人又给公子银选了衣服，他又觉得该给周元正买一套。那我是不是也要给李甲买一套？他之前还请我吃饭了。买，大家都有了，要不要给钟离买一套？买。于是他们买，本来只是想给许世安买2套衣服的，但是买着就买多了，他们又拿不动，只好让店家给送回家去。哥哥，我还以为你有事出去忙了呢，要知道你来找银哥哥，我就同你一起来了。我来陪公子下棋，怕你无聊打瞌睡。银哥哥，我帮你买了1套衣服，您快看看喜不喜欢？银哥哥，我觉得你穿上这样颜色的衣服一定很好看，配上这条玉带，还有这块青玉佩，人家看到你一定会说你是个玉公子。这套衣服很好看，我很喜欢。那你赶紧去换上，我想看看银哥哥穿上好不好看。快去！周公子，失陪一会儿。周哥哥，你每天都来陪银哥哥下棋吗？你们谁更厉害？他厉害。不可能的吧？上次你们不都没有分出胜负来吗？你知不知道我外公找回来了？是吗？咦，你怎么了？不高兴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一会儿拜托你跟公子银说一声，我有事先走了。他说完，不等小海棠反应过来，就匆匆离开了。他是不是生气了？我看着也像，不过应该不是生咱们的气，肯定不是我们惹他了。我今天到现在才看到他呢。银哥哥，你长得可真好看。你很有眼光，怎么突然想起送我礼物了？你帮我找回了外公，我当然要感谢你了。你什么东西都不缺，我也不知道送什么礼物好。趁着给我外公买衣服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也买了1套。谢谢你，我很喜欢。我父亲和外祖父明天会过来跟你道谢，我今天算是私人谢你。不用，这对我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是对我来说那是救命之恩呢。那为了感谢你送我衣服，晚上留下来一起吃饭。周哥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先回去吧，我们跟周哥哥一起回家。周哥哥，是不是公子银惹你生气了？没有。
那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出去办事不顺？没有。那你为啥不高兴？没有不高兴。我看出你不高兴了，你跟我说说你到底为什么不高兴吧，让我来帮你排忧解难。你很喜欢公子吟吗？对呀，我很喜欢他，他帮我找到了我外公，所以我很感激他呀。只是这样。他长得也好看，他还很有钱。他也很有钱，尤其是说通了那3位富商之后，他更有钱了。那，你以后长大要当他媳妇儿吗？啊？你说啥？没什么。你说我长大当他媳妇儿？他长得好看，又有钱又有权，你不想当他媳妇儿吗？没有啊，我长大要当你媳妇儿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周元正听他说要当他媳妇儿，堵在胸口的石头瞬间就滚落了，胸口不堵了，呼吸也顺畅了。你可要记得你说的话哦，不许反悔。不反悔，你只要一直对我好，对我家里人好，我就一直当你媳妇儿。你要是对我不好，对我家里人不好，我就不当你媳妇儿了。我要把你所有的钱全部都拿走，让你一个子儿都不剩。当我媳妇儿是要当一辈子的，不允许半路上就不当我媳妇儿了。那你对我好，也要对我好一辈子，不许半路上对我不好。那是自然。你不是回去睡觉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我床头的衣服你看到了，喜不喜欢？我特意给你挑的，送给我的。大家都有啊，不过你的东西是最多的啦，这一套最好看，我就留给你啦，嘿嘿。去睡觉吧。你也早些睡哦，明天你要换上新衣服哦。小海棠回去睡觉了，周元正却开心了半天都没睡着，为自己的拈酸吃醋感觉好笑。哼，太幼稚了，貌似还不曾给他买过衣服。第二天，他穿上小海棠送给他的新衣服出来，小海棠看了连忙拍手称赞。昨天我们才买了衣服，怎么又要做衣服？我们自己定做的衣裳，没有同款的。也没那个必要。你送了我一套衣服，我也要送你一套，有来有往。那行吧。周元正定下了一套跟他身上同款的衣服，另外还订了其他色系的，黄色系的、秋香色系、姜黄色、青色系的等，都给他各订了一套。哥哥，我们买这么多衣服做什么？我们有衣服穿，又不是没有衣服穿。我觉得他们家做衣服很有水平，因此要多买几套。哦，让钟离送许世安回去跟家里人团聚，李甲、周元正、大山、小海棠、秋霞、何大夫他们都留在永宁府。外公，你一路多保重。好孩子，外公会保重的。钟叔，你一路上可要好好照顾我外公啊。我以身家性命保证，一定会将他平安的护送回去。一路平安。殷哥哥，最近感觉怎么样？好多了。你的衣服新做的？好看吗？好看。还正想多问上两句，周元正进来了。殷哥哥，你看周哥哥也买了一样的衣服，这是特意做的，好看吗？好看。我也觉得好看。他能不知道周公子的小心思吗？他的小心思恐怕除了小海棠之外，所有的人都知道。现在情侣装都穿上了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是在宣示主权吗？到了秋天，他的腿能抬起来了，何大夫就让他伸腿、缩腿、抬腿，每天训练。此事一定要保密。你会走了，这是一件好事啊，为什么还要保密？我的腿变成这样，是有人故意而为之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谁也不知道背后害我的人还会不会继续害我，所以我腿能走路的事情必须得保密，不要说出去。放心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不过我相信坏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。殷哥哥，你先把身体养好了，腿也养好了，以后一定要亲手报仇。公子吟把那随身携带的玉佩送给了小海棠。这块玉佩你先拿着，到了你们青州府可以到青州府的钱庄里取钱，有多少你可以取多少。这个宝贝应该能值不少钱，你就不怕我把你所有的钱都给取走，然后再卖了你的玉佩吗？你高兴就好了，随你。我开玩笑的呀，殷哥哥送给我玉佩，我怎么能卖掉呢？倘若以后有人欺负你，可别忘了还有我这个哥哥。皇后，我也会想你的，你要记得想我哦。小灵狐对他也是依依不舍。糖糖，你喜欢的话就送你了。周元正紧张地看着小海棠，小海棠看看小灵狐，又看了看公子吟。不行，我不能带他走。他说着，又跟公子吟挥手，跟着周元正一起上了马车。糖糖，你不是很喜欢小灵狐吗？怎么不把他留下来？他对我来说跟小白、黑将军、小黎他们一样，但是对银哥哥来说，那就是他最亲密的伙伴。我当然不能这么自私的把他带走了。姐姐，你回来了！姐姐，海棠看到5个弟弟十分开心。乖乖儿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来，娘看看
是瘦了一些，长高了。外公外婆，哎，小海棠回来了，快到屋里坐着歇息，让秋白他们再去做些饭。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，想死我了，秋月姐姐。你奶奶可揪心坏了，天天在神像前祷告，让你们父女平安归来。奶奶，你可不知道永宁府那地方，冬天不下雪，也不用穿棉衣服。他开始跟他说起永宁府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，几个弟弟都伸长了脑袋听着他说，弟弟们开始叽叽喳喳的跟他说起家乡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儿，又说他们学堂里发生的事儿。说着说着就到了顾家，说顾家的小六也很厉害，说小五极其聪明。又有人看上顾家大哥想嫁给他，所以天天在大哥必经的路上去等他。也有人看上了顾家二哥，放出话来非二哥不嫁。小海棠算了算，顾家大哥和二哥都已经过了弱冠之年了，是该说亲了。秋阳和秋风他们是不是也该成亲了？要不要问问秋月姐姐他们，要不要嫁给秋阳哥？自家人嫁自家人，这样放心啊，不担心他们会被欺负。周元正他们吃好了饭，起身先告辞了。你们的姐姐一路舟车劳顿，有什么话以后再说，早些吃了饭，让你们的姐姐去歇息。那姐姐先去休息吧，明天再说。那你回去也好好歇息。小黎不知道从哪里跳了出来，不住的用脑袋拱他。小海棠摸了摸小黎，小黎就厚着脸皮躺在他怀里，不一会儿就睡过去了。周元正这边回坡上岗去了，他离开太久了，回去就叫了钟离和莫燕过来。莫燕把坡上岗的人口情况说给他听。柳传胜这边捷报频传，他们现在不需要采矿的工人，因此冶炼的工人和制作武器的工人就多了起来。他们现在有长矛2万，战戟1万，短剑1万，长剑1万，挠钩5000，枪1万，还有匕首不计其数。冬天的时候，他们让坡上岗的人用藤条编织盾牌，这种藤条相当结实。另外还在做弓箭等。做工这件事儿是由青阳在负责的，目前有2000多把弓。艾莫则是表示，他收集到了很多消息，包括鲁王和梁王的消息，又收到了他们清河县的事儿。小海棠带着秋霞去顾府，秋阳赶车。大郎和二郎都已经长成成年男子了，早过了弱冠之年，虚岁都20了。三郎和四郎已经15、16岁了，也都长得高高大大的。他们自然不会再像从前一样，看到小海棠就把他给举起来抱高高了。哥哥，妹妹回来了，回来了，给你们带了好吃的。姑娘还是偏心呐，方才都没说给干爹干娘烧好吃的呢。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个是椰果糖，这个是椰果干，还有这个是椰果，得用刀给砍下来，里头的汁水可好喝了。六郎顾廷浩连忙去拿刀，当场要砍椰子。五郎则是非要拉着他去看雪球生的小狗。不知道雪球是咋回事，生出的小狗一个比一个潦草。明明雪球颜值很高，黑将军也很帅气，但是这小狗生的吧一眼难见，一只脑袋上长的黑毛。雪球跟黑将军的孩子都很有特色，是外头的狗生不出来的。是。小海棠无语的看了顾廷安，没好意思说雪球的孩子真丑。是挺特别的。那这只中分送给你吧。那我勉强收下吧。他总感觉要是不收下的话，顾廷安会很伤心。这个暖心的五哥哥可不能伤他的心呢。小海棠回头又送礼物给顾远征夫妇，给老夫人送的是茶。顾远征还是把小海棠给叫到了书房，单独跟他谈话。他问他永宁府那边的情况，小海棠就把永宁府那边的情况跟他说了。他们那里的人大多数都是在海里打鱼的，还有航行到海外去做生意的，也有种水稻的，但是那些水稻长得不怎么样，不如咱们这里的庄稼。看来只有我们这边比外面强一些，恐怕现在的平静很快就要被打破了。为什么呀？县太爷被人弹劾了，上头在追查此事，恐怕会有新的县太爷被调过来。新的县太爷是什么样，谁也不知道啊。所以干爹是害怕换了县太爷会影响到我们吗？现在那位很贪心，但好歹被牛保长给哄住了，所以我们青牛镇这些年才能太平。新来的县太爷未必好哄，倘若他来针对青牛镇，恐怕青牛镇又要回到10年前的模样了。回头我跟周哥哥商量商量，看看要怎么办才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先保住粮食。听他们说，10年前的青牛镇因为没有粮食吃，所以小孩生下来就会被阴死。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了。我们也在讨论这事儿。你们已经听说了吗？对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周哥哥一定能保护好我们的吧？我会尽力而为。你一定行的，那你们商量吧，我先回家去了。我得让我爹爹赶紧去山里挖个山洞，要把我们家的粮食给藏到山里去，要不然新任县太爷来搜刮粮食，我们就没得吃了。他这话顿时就给周元正开启了新的思路。
他们决定要把牛保长找过来商量仓粮食的事儿，对接各个村庄的事儿。另外，他们还要加快招兵买马的步伐。今年的粮食除了供应燕子山之外，不能再往外卖了。其实他们现在已经很强了。周元正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许清扬和陈玉他们不断的招兵买马。这一次永宁府一行又解决了军费的问题，所以他们不再有后顾之忧了。只不过为了不引起朝廷的注意，他们的人马并没有养在一处，而是下放到各个地方各个村镇，有做屠夫杀猪的，有做镖局押运的，还有做武馆收徒的。但是他们暗地里都有联络，不仅是在青州府，就是挨着的永州府也有，甚至还有人在大良造。所以这一年大家都非常的忙碌。当然燕子山不属于他们的附属，如果能把燕子山给争取过来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燕子山现在的精兵良将至少有5000人，只是对于他们要如何争取呢？他心里不住的谋划这事儿。小海棠回家就跟大山说要到山里去挖山洞藏粮食的事儿，大山十分不解，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就把从顾远征那里得来的消息告诉了他，并且说新任县太爷应该不像前任的那么好对付，趁着现在他们还顾不着青牛镇，他们应该早些动手才是。要怎么做才好？我也没有什么经验呢。那我们就选一个会做机关的工匠过来。咱们家的暗室不是做得很好吗？我们可以把他请过来，让他帮我们出主意。行，我明天就去黑龙潭跑一趟。于是家家户户都开始带着工具上山去了。小海棠来到坡上岗，想知道周元正这边怎么样了。我这里没事，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了，不用太害怕，有我们呢。我倒是没有为自己担心，大不了我们一家人搬到我爷爷那里就好了。我只是担心这些老百姓，万一真的要打仗，那受累的不都是老百姓吗？天下之事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，这个也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保护自己，在保护好自己之外，有能力了再保护他人，凡事量力而行。两人正在说话，钟礼来了，说有人求见周元正。什么人？叫花村来的人。他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村子。周公子，还请你们收留我们，给我们一条活路。怎么回事？我们是翻山越岭而来的，我们祖上的人因为躲避战乱而到山谷中居住，从坡上岗过去要翻好几座山头，那里人迹罕见，鲜少有人能够到那里去。这200年来，我们村子的人也很少往外来，现在我们实在是走投无路了，所以出来寻找庇护，还请周公子收留。你们躲在山谷里，与世隔绝，已经居住了200年。是，我们叫花村在山谷里已经存在了200余年了。既然都已经在里面住了200多年了，想必已经能够自给自足，为何又想着要出来呢？公子有所不知，我们山谷很大，土地也甚多，而且肥沃。我们先祖选择那居住地的时候，正是看准了那地的土地肥沃，有山有水，适合生存。我们如今来投奔公子，并非因为没粮，而是因为我们的村子眼看着要凋落了。我们村子的人口越来越少，每年死的人比生的人多，女人怀孕困难，且总是流产，好不容易生下一个孩子，生下来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但是活不过3天就夭折了。你看这3个孩子，从他们往后去呀，再没有孩子生出来了，前5、6千人的大村子逐渐的凋落了，这人越来越少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等这仨孩子老了，村里就没人了。那你们那里的男子是娶不到媳妇儿吗？并非，也有人家里妻妾成群，但是呢，就是没有孩子出生。那你们吃的不好吗？并非，我们叫花村地多人少，可就是没有孩子。我们族人也都是忧心忡忡，不得已选拔几个人出山去求神。出来之后，我们才听到有关小福宝的传说，又打听到小福宝就在坡上岗，我们又打听到坡上岗当家的是周公子，所以才回去商量了一番，前来拜见公子。我们山谷一共就187口人。我们到这里来看看，看看这里的地可有什么不妥之处。
你们一路翻山越岭而来，甚是辛苦，不如在山谷里住上一夜，到明天我陪你们到山谷各处去走走看看。要说我们这地方风水不好，那也是不能的。先前我们村里也是人丁兴旺，衣食无忧的，尤其是我小时候，那时候大家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若说这风水不好，应当从一开始就不好了，怎么会到后来不好了呢？你说的有理。村子里转了一圈，他们又到村外去看，这里果然跟钟里说的一样，人少地广，这里的气候同坡上岗稍微有些不同。牵牛镇那边秋季庄稼已经长得很高了，但是这里的庄稼应该是刚种下不久，不过长势还是挺旺的。周元正和小矮堂都相信他们这里的人的确不缺吃喝，至于为什么没有生出孩子来，这个确实有些令人费解。不过周元正确实看中了这地方，想着招兵买马，就把人囤到这里来。他们的人可以一边练兵一边种地，在这里完全可以做到粮食的自给自足。这地方地势确实不错，也没见哪里不好，只是为何你们村里的人越来越少，确实有些蹊跷。我们看了一圈，也没看到哪里有什么不好之处。我想这也是，我们的祖先到这里来避难，倘若风水不好，估计这里早就没人了。但是我们却繁荣过，只是后来才凋落的。这会不会是你们的先祖跟神明许过愿？没听说呀。那你们愿意离开这里，搬到坡上岗去吗？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但是你们村里的人是否愿意？回头商量商量。村长回来了。发生了什么事儿？二蛋家的今早吃了饭，肚子就开始疼了，这都疼半天了，还想着他的肚子长到6、7个月了，这回能生下来了，谁知道还是这样。小矮堂连忙上前去，掀开帐子看孕妇。孕妇已经痛到头发都被汗水浸湿了，她无疑是正在经历极大的痛苦，而她肚子里的孩子也像是正在经受极大的痛苦一样，正在挣扎，所以肚子会出现很大的动静。小矮堂看到，连忙伸手抚摸孕妇的肚子，隔着肚皮对肚子里的孩子说：“宝宝，坚持住。”他刚说完，本来正折腾的厉害的肚子渐渐的安静了下来，肚子里的孩子像是睡着了一样，孕妇的疼痛感也渐渐消失。小矮堂就坐下来给他把脉，那脉象甚是奇怪，让他的眉头也紧紧皱了起来。现在这症状何大夫似乎从来没说过，他的脉象像是在发洪水一样，都朝宫内冲击过去，似乎是铁了心要把这个婴儿给冲出来，不冲出来不罢休。婴儿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，在肚子里一个劲儿的闹腾，似乎是在向自己的母亲求救，求母亲不要杀了他。这样的血脉来势汹汹，为何会是这样？小矮堂也不清楚，他都只能先把这股不正常的血脉给压下去再说。他立刻将腰间围着的针包给解开，他拿出一根长银针，将银针扎在他左胸口的位置，然后又在脚腕和手腕上都扎了针。扎完了针，他又掰开孕妇的嘴，给她吃了一颗药丸。孕妇自己也睁开眼睛，她看到小矮堂在她跟前儿，好半天才认出他就是坡上岗来的人。正要说话，小矮堂连忙制止了他：“你不要说话，你想说的我都知道。你想让我救救你的孩子，我知道，我给你的药你赶紧吃了。你的孩子现在很危险，你不要动，话也不要说。”那孕妇立刻就不敢说话了，她看着小海棠，眼泪止不住的顺着眼角流下去。你要坚强，你不坚强，没有人替你坚强。小海棠做完这些事儿，又摸了摸她的脉。他暂时没事了，你们先回去休息吧，我留在这里守着。到了晚上，小海棠才让他下地，在屋里走一走。他告诉二蛋家的人说，今天晚上能在屋里走走，明天才能到院子里走走，后天没事了就能到处走了。而周元正看到他这么疲惫，满心都是心疼。回去之后，小海棠第一时间找到了何大夫，他又让何大夫过去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何大夫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十分意外，小海棠就把他诊断出来的情况都告诉了他。何大夫又跟小海棠、钟礼一起去了教化村。你们这里的风水没问题，水质和土质都没问题，你们的身体也没有问题，可如今你们面临的困境依旧存在，这只能是另外一种可能。这怎么可能？就是你们这里的磁场不对呀。磁场是什么？磁场就是南海观音跟昆仑王母通信的时候发出的信号影响到了你们，也有可能是你们本地的土地影响到了你们。那要怎么办才好？有什么破解的方法吗？这毕竟是神仙的事儿，我们想要神仙彼此之间不通信有些困难，所以最好的破解方法就是全村人都搬迁出去。好些年他们没有来往，自然不会影响到你们，现在他们有了来往，而且还来往密切，自然就影响到你们了。你们自己看要不要搬出去，
你们好好考虑考虑，要搬出去还得提前跟周公子说，让他给你们找地方住才行，要不然你们这100多口人没地方安排啊。周公子会给我们安排地方住吗？那是自然，你们既然投奔了他，他自然会负责的，只是你们给个准话才行。大家都纷纷提议，年纪大的留下来，年轻的搬出去。晚上，小海棠问何大夫：“村子里真的是因为神仙聊天影响到他们了吗？”我骗他们的。小海棠顿时瞪大了眼睛，没想到何大夫也会骗人。我不过是给他们一个心理安慰而已，好多时候他们都是心理暗示，所以就成真的了。小海棠不是很明白什么心理暗示，就是你总想着以后会怎样，他就很奇妙的照你所想的去发展，这个有些悬，无法解释的清楚啊。他们要是天天心里想着他们子孙兴旺，那是不是就能真的兴旺了？何大夫突然想起从前跟大山说心理暗示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的反应。果然是亲父女，这不就叫心想事成吗？就这个意思吧。那没这么简单吧？如果人人都想当大王，可大王的位子只有一个，又怎么能实现呢？我还是相信是神仙影响到了凡人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是神仙的错。影响到凡人的神仙都不是好神仙，他们必须得改正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要是能离开这里，到坡上岗去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你没看到坡上岗是风水宝地吗？整个青牛镇就坡上岗生的孩子最多。小海棠想着他们搬出去也好，也就没多问了。此时公子竟然还给他们准备了新房子，等你们安顿下来，就可以开始开垦，来年好种庄稼。他们搬过来才1个多月，好几个夫人都怀了孕，他们立刻回去报信儿。教花村的人得到这个好消息都兴奋不已，他们顿时都认准了这个地方不适合居住了，所以都请周元正给他们安排地方，他们也要搬出去，老的少的全都搬走。我看秋月姐姐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，所以想问问她有没有喜欢的人。这日子过得是真快呀，秋月都要嫁人了。得了，把她叫过来，你问问她。秋月一切都听从老夫人的安排。你若是有心上人，可得吱一声，不能全凭我做主。我若是给你指了一个人你不喜欢，那不就是乱点鸳鸯谱了吗？老夫人，我甚是崇拜钟先生。秋月，你真的喜欢钟先生吗？可是钟先生年纪很大了呀，他可以当你爹了。我仰慕他的才华。秋月，你眼光不错呀，你真的愿意嫁给他吗？那回头我就让钟先生过来提亲。2年没见，你长大了不少。那爷爷是不是准备把去年、前年的礼物都给我补上？你倒是个贪心的，礼物太重了，我还是直接送银子吧。爷爷太好了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行了，长命百岁就不想要了。但是有一件事儿你得帮我。什么事？我让你弟弟带回去了很多书，那些书啊，给你爹看。爷爷，你是准备让我爹爹当王储吗？干嘛让他看？你果然聪明，你爹为人忠厚善良，他若是当了楚王，那是楚国百姓之福。我们在山谷里已经屯兵5万，许青阳在练兵，只是山谷中地广人稀，还是得有人治理才行。你觉得许先生能担此任吗？大材小用啊，他自然能担。那我明日便请他去。我同你一起去。次日，周元正和钟离就去找许世安，他也真有自己的想法。现在女儿已经是一家了，他们夫妻2人总是住在女儿家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他正准备跟大山商量要搬出去的事儿，周元正他们到了，2人说明了来意，许世安一口答应了下来。爹娘，你们就留在这里享清福不好吗？你爹呀是个闲不住的人，享不了清福，现在周公子能用得着他，这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你娘更了解我。大山也不好勉强，山谷里什么都不缺，情况堂堂恐怕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也觉得那地方有些蹊跷。不过他们夫妻都一大把年纪了，没有生育的需求了，哪里会在意这个？于是他又挑选了秋菊和秋桐，让他们一起过去。秋菊姐姐，秋桐姐姐，你们放心，等到你们到了出嫁的年龄，保准给你们找个好夫婿，也保准你们能生一大堆孩子。叔叔，这个你帮我送给爷爷，告诉他务必要带着。吴姓连忙接过礼物来，这可是小郡主头一回给主子送礼物呢。他带着礼物回去，陈月开心的不得了，真心果然是要拿真心来换的。小海棠终于算是被他给打动了，他非常开心，把小海棠送给他的戒指佩戴在手上。然而没几天，那戒指却变了色。他眼眸一沉，不动声色的叫宫里的大夫过来帮他诊脉。大王一切平安，身体无虞。寡人最近总觉得心力交瘁，十分疲惫。国事繁重，大王太累了。下去吧。陈月叫了吴姓过来。
附在他耳旁说了一番话。到了宫外，他又找了个地方乔装了一番，确定没有人跟踪他，才来到了一家医馆。他进去找大夫把了脉。你中毒了，可有办法能解？解毒倒是不难，但你吃饭用水得照付着。回去之后，陈月让心腹亲姑去办这事儿，很快就把大王宫里的叛徒给抓住了，说是王后指使。陈月也没有觉得意外，他处理了王后的母族，将王后软禁，又加强了宫中的守卫。从此他住的地方连个苍蝇都别想飞进来。闲暇无事之时，他搬弄小海棠送他的戒指，要不是他恐怕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，福宝还真是呢。陈月也渐渐地发现，他戴上小海棠送的戒指之后，在处理国事的时候，脑袋里的思路清晰多了。文武百官议事的时候，他甚至能一眼看穿他们朝堂风气也同从前大不相同。他知道小海棠向来都喜欢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看事情，他闲暇无事的时候也会穿上普通的衣服，装作富家老爷到田间去耕作的老百姓说话。他要了解老百姓心里到底怎么想的，老百姓对朝廷还有什么看法什么意见，他回来会认真的思考，跟大臣商量这些事儿。县太爷只好又公开派人过来请牛保长到县衙去一趟。牛保长还是以自己的身体不适不宜长途跋涉为由拒绝了。这些差人来请牛保长是假，打那消息是真。既然他们这么不识相，那我们也得想个办法啊，让他们不能安安生生的生活。你有什么好办法？他们这样不听话，那我们就勒令商人不许把盐给运到他们那里去。我就不相信，离了盐他们还能正常的过活。还得你脑瓜灵啊，这个主意好。拿住了盐，就等于拿住了他们的命脉。于是前眼就下令不许给青牛镇供盐，甚至按命令其他地方卖盐都要登记，何时卖的，卖了多少斤，买方家里几口人等都得登记，这样看他们青牛镇还怎么生活。很快消息就传到了周元正这里，这回确实把他们给难为住了，大家都纷纷去抢盐。大家不必紧张，最近是因为外头的官道被大水冲了，才导致盐运不过来，家里有盐的就先不要买，实在没有的先买一些回去，大家都匀一匀，水一退盐就运过来了。他这样说，但是老百姓就恐慌，害怕水一直不退，那怎么办？何况也有一些传言传过来，说并不是官道被水淹了，而是县太爷下令不许给青牛镇供盐了，因此来抢着买盐的人还是很多。有些人明明家里有，却还是要来买，屈原话只好把价格给提高也买。周元正也在一起商量这事儿要怎么解决。小海棠在坡上港溜达了一圈，带着小丽一起回去了。他晚上也吃不下饭了，早早的上楼去了。公子一定能想出办法来解决的。刚刚不是听说了吗？他们可以走私过来，虽然风险大了一些，但是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呀。咱们呀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啥也别往心里搁。你说的对，早些睡吧，这不是我们能操的心。秋霞就躺下睡着了，小海棠却怎么也睡不着，心里一直愁着要怎么办才好。迷迷糊糊中，他似睡非睡的，突然看到眼前腾起了白茫茫的雾气。老爷爷，是你来找我了吗？丫头，我不来找你，你就不会找我了吗？遇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叫我一声。老爷爷，跟我去一个地方。老爷爷的身边跟了一头鹿，小海棠看着这头鹿，怎么看怎么觉得跟他家以前养的鹿一样呢。弟弟们都是喝鹿奶长大的，后来这头鹿老死了，爹娘将它给葬在了山上。当时还有很多人想吃鹿肉呢，但是爹娘不许他们吃，这是弟弟们的奶娘，怎么能让他们吃呢？老爷爷，这鹿是我家的那只吗？是啊，是我送给你养你弟弟的呀。那谢谢老爷爷了。我送你的大山谷你喜欢吗？啥大山谷？你快要出生了，我就让那大山谷里不生孩子，是准备让他们给你们腾地方的。原来是你让他们生不出孩子的呀，你好坏啊。我一直在帮你护着你，我很坏吗？好像不坏啊。小海棠只觉得自己像是踩在云彩上一样，根本就没有挪动双腿，但是人却是往前直行的。到了山谷里，老爷爷掐指一算，随即从地上拔掉地面的草，捧起一捧土来闻了闻，然后把他拐杖给了他。挖什么？挖井。小海棠接过拐杖，就开始在地上挖井。他就跟不知道疲倦似的，一直挖了很深很深的井，身上的衣服都弄脏了。老爷爷不说停，他就不停。井里很快就有了水，水渐渐地没过他的脚，又没过他膝盖，到了他的腰，再到胸口。他甚至自己不能站立，在水里漂浮了起来。他明明挖的是井，但是飘起来之后，好像到了永宁府那边的大海一样。他在海水上漂浮着，甚是惬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海棠早早起来，带着秋霞就去昨天挖到的井的地方。到了井旁，发现里面有水，特别清澈。真的出水了！海棠盯着水看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挖井有什么用呢？倒是秋霞说她跑得太热了，就抽出帕子下去沾了点水擦脸。她擦完之后，小姐，我怎么觉得这水有点怪怪的？
什么怪？小海棠闻言也下去，抄了把水起来闻了闻，似乎闻到一股咸味儿。他连忙蘸了点水，放在舌头上尝了尝。这是卤水，小姐，真的是卤水，我们赶快回去报告给大爷。立刻挖井，准备晒盐。这是大姑娘发现的。于是他们准备合伙挖井晒盐，矿算是大山家的，他们家出人管理。周元正这边抽一些人出来帮忙挖井，顾元正和刘承嗣也到了。听说大山他们找到卤水矿了，都高兴得不得了。咱们兄弟们又不是外人，自然是有福同享，有财同发呀。这一批盐熬制出来之后，直接拿到屈家的永兴粮铺去卖。大家看到永兴粮铺来了盐，都忙着来买，唯恐下回没了。屈原花又劝大家不要买太多，有需要了就买，没需要就别买，后面的盐质量会更好。奈何大家不相信呢？第一天弄过来100来斤盐，一天就没了。第二天又弄过来100来斤，这次卖的没那么快了，但还是早早就卖完了。第三天又弄来了100斤，大家这才相信他们这里是真的不缺盐了。我住在铺上岗挺好。我们都给你盖好了，这是我们的心意，请公子收下。周元正不好辜负他们的好意，只好收下了。他带着小海棠去看新房子。你帮我布置吧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你得给我钱。可以，在哪里种花，在哪里种树，你说了算。行。小海棠从来没见过，木头中一根一根的像是金丝，看起来非常漂亮。小海棠好奇，又伸手摸了摸。这不是镶金的呀？这是木头。这木头好漂亮啊，跟金子似的，它是值不少钱吧？跟黄金同价。这个跟金子一样值钱啊。这一屋子全都是宝贝呀，这可比周元正床下的那些银子值钱多了。周哥哥，你长大了可不能让别人当你媳妇儿啊！不知道这丫头又看上了这一屋的金丝楠木了。她一个大活人，难道不比这些值钱吗？也不想想这些富商为何会花这么大的代价来给她送东西。不过她还是认真的点头。小海棠立刻就开始安排哪里需要挂帐子，哪里需要做被子，他们需要添置什么样的物件，她都一一交代，全都按照她喜欢的来摆设。周元正任由他安排，让李甲都记清楚了，他喜欢就好。以后他估计会住到这里来，他怎么喜欢就怎么安排，反正他喜欢的他就喜欢。但是周元正并没有搬进来，只是偶尔过来一趟。平时他还住在以前住的地方，虽然那个地方对他来说有些狭小了，可这对他来说是一种鞭策。他现在还不到享受的时候，他有家仇要报，所以他保持着刻苦的生活习惯。大家都在办年货，小海棠也没什么事儿。秋霞说叫他绣，将来好送给心上人。小海棠就乖乖的跟他一起绣香囊，但是他从小就不太喜欢做这些，所以绣个香囊也是绣了又拆，拆了又绣的。刘氏看到他最近安静了下来，像个大姑娘做绣楼一样，也有些不习惯了。他姑娘啊，你想学女工，可以让娘教你呀。小姐很聪明，一定能学会的。那也得有个好师傅，来，我教你们。刘氏坐下开始教他们了，他这才发现两个姑娘拿针的姿势都不对。刘氏告诉他们要怎么样拿针才不容易伤到自己，又告诉他们手要稳，要不然怎么能绣得好花样。秋霞是不是有心上人了？没有的，我眼光高，谁也看不上。那顾小五经常来找你，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？顾小五啊，他傻乎乎的呆呆的。再说了，我们还小，还不到谈婚论嫁的时候。要说谈婚论嫁，也得先把秋水他们给嫁出去，他们都比我大。你们都是在我眼前长大的，将来嫁人也要找个好人家。话是这样说，可我还没有想过要嫁人呢。我得陪着小姐，以后小姐长大了，要是嫁给周公子，我干脆就从周公子的身边挑一个，这样就能继续照顾她了。你想得很周到，我也不想跟姐姐分开。在楼上又绣了3天，终于绣好了香囊。周元正好几天都没有见着小海棠了，接送礼物的借口上门来找了。刘氏看到周元正来了，越看他越满意。他比小海棠就大了3-4岁，已经长成了大男人的身高了，眉宇之间见风雅又英气十足。小海棠在楼上呢，你直接上去吧。周哥哥，你来了。嗯，来送礼物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做香囊。香囊？他开窍了吗？这就懂得给我绣香囊了。我不会绣香囊，捣鼓了3天才绣出来这么个丑东西。你绣的这是野鸭子？看吧，你这么聪明都看不出来这是啥？怎么这么难？不是野鸭子，那是鸳鸯。你能看得出来这是鸳鸯吗？我刚刚是故意逗你的，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只鸳鸯。我就不应该自不量力，一开始就绣鸳鸯的。我奶奶跟我说了，先让我绣海棠花，还说要给我花样，我偏不，非要绣鸳鸯。结果这鸳鸯绣得太胖了。你为何想绣鸳鸯？秋霞姐姐说，人家送心上人都是绣鸳鸯的。周元正听到心上人这一词儿，心里突然紧张了起来。小海棠对着他坦坦荡荡，虽然嘴上说什么当他媳妇儿，其实他知道，他并不太了解当他媳妇儿是什么意思，他只是单纯的喜欢他的钱。现在外加上那些金丝楠木的家具，
但是他突然提到要送给心上人香囊，他能不紧张吗？是谁啊？杨天意、顾廷安，还是顾廷浩？那你准备送给谁？当然是送你啦，不是说好我长大之后要当你的媳妇儿的吗？我看这支香囊啊，很合我眼缘。那就送给你吧。我想了想，香料的香味都不如我身上的香味好闻，所以我要送你一些头发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拿出了一小撮头发来。你？怎么了？小海棠一边往香囊里塞头发，一边问。没什么。周元正看清楚了，这不是他从头上剪下来的，应该是平时梳头的时候收集的头发，也不知道收集了多久，收集到这么一小撮。小海棠把头发给放进去之后递给他。你闻闻，是不是很香？是很香，跟你身上的香味一样。其实我都闻不到我身上的香味。那是你习惯了，你真的很香。身上香香的，总比臭臭的好呀。到家他就把门给关了起来，散开自己的头发，拔了一些下来，把两人头发给编到了一起来。不管两人终究有没有夫妻之缘，他还是强行给自己增加缘分。这一次就算且饶过你们，如果再有下一次，你们就把命给留下来吧。这些人都吓得屁滚尿流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事实证明，这些人确实是欺软怕硬的。他们在这个村子里吃了亏，就跑到那个村子里去找场子，要不然他们能怎么办？县太爷跟他们要东西，他们之前都是自己垫付上了，垫付完了，他们不得再从老百姓的身上再给抠出来吗？其他村子都知道了他们挨打的事儿，所以大家伙也都齐心协力的来保卫自己的家园。他们的里正也都带着村民拿着锄头铁锹出来跟这些吸血鬼拼命。黑刚和之前怎样掠夺那几个村子的，他们都听说了。太过分了，一口粮食都不给人家留，而且把种子都给人家抢走了，这分明是不给人留活路。他们今天要是做出了让步，那么明天就没有了活路。黑刚鹤他们一到这个村子，就看到所有的村民都拿着家伙等着他们呢，他们都吓得不敢进村子，所以他们只好转向别的地方去。哪知道别的地方也一样，他哪里受得了这个气啊？你们既然敢造反，我这就去找县太爷，见县太爷发兵来灭了你们。他这边去请县太爷发兵，那些村民就一起开村民大会，大家伙一起商量应该要怎么应对才好。那我们到其他的村子去打听打听，看他们都怎么搞的。李正去了一打听，才打听到归顺青牛镇的事儿。这8个已经归顺的李正，见事情已经闹到了现在的地步，也不再向他们隐瞒什么了，实话实说了。这几个村子的李正就跟他们说起了自从他们归顺青牛镇之后的变化。从前他们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的，一年到头弄了一点粮食还不够上交的，谁家还不是勒紧了肚皮过日子，掺杂着野菜，勉勉强强的不会饿死。自从跟了青牛镇之后，他们粮食都增产，并且风调雨顺的，一些该交的税他们就交，不该交的也不交。今年这位黑龙潭的保长太过分了，他们直接连以前该交的税都不交了。你们怎么不早一些告诉我们呢？先前只听说你们这里风调雨顺的，还当是老天爷特意保佑你们，没想到你们居然私下里投奔了青牛镇。我们村和你们村不是中间隔了个黑龙潭镇吗？这相互之间来往啊就少了一些，要不是因为这事儿，咱们呢还是做不到一起来。这倒是真的，不知道我们想要归顺青牛镇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接收啊？那我带你们去见青牛镇的牛保长，那就有劳了。牛保长听他们说了事情的原委之后，我带你们去见周公子，请周公子帮忙想办法。可是我们中间还隔了一个黑龙潭镇呢，周公子会收纳我们吗？去问问不就知道了。你们的保长果真是去搬救兵了？他走的时候是放下这样狠话的，而且有人看到他确实是往清河县去了。说是这样，极有可能。那到底要怎么办才好呢？哎呀，我们只是被他欺负的太狠了，没有想要造反呢。就是啊，我们只不过是想活着而已，并没有想去造反呢。这可如何是好？莫要担心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造反就造反，我们也被他们逼着无路可走。他们来抢东西便罢了，连一粒粮食都不给我们留，这不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？对呀，官逼民反，民不得不反。可是人家是官，我们是民，自古以来民不与官斗，胳膊拧不过大腿啊。没有人想让你们涉险造反，不逼到一定程度不能走这条路，但是你们可以联合起来跟县太爷谈判，要求换掉保长。县太爷害怕他的治下出乱，必定会答应你们的要求。万一他不答应怎么办？不会，他的治下出乱，他的上峰会惩罚他。那具体要怎么办？具体让钟先生跟你们详谈。周元正说着，又拿起香囊来，放在鼻子前闻了闻。钟离发现，自从他挂上这个丑香囊之后，拿起香囊来闻闻，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性动作。他立刻把人给请了出去，到外头去详谈。公子是个明白人，我就不拐弯抹角的了。
我找你来呢，其实是为了小海棠的事儿。我知道你对小海棠很好，小海棠也很喜欢你，你们呀都是好孩子，都渐渐长大了。我自然不会当这个打鸳鸯的棒子，但是你也看到小海棠的光环，那是渐渐的都遮挡不住了，所以你要加倍努力，免得护不住她。奶奶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护得住她。我也相信你有这个能耐。不负所望。周元正离开之后，屈信德说：“这孩子是个好孩子。”确实无可挑剔，我只是担心小海棠将来会成为众人争夺的对象。倘若他能强大起来护得住小海棠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嘛，咱们呢就不要再多虑了。再说小海棠本身就是福宝，不会受到什么挫折的。他就是自幼太顺遂了，我才不得不胡思乱想。哪里有人生下来就这样顺顺当当的呀？啊，小时候过得太好，恐怕长大了之后会苦啊。奶奶说的没错，他的光环快要盖不住了。可是我如今还没有到羽翼丰满的地步。周哥哥，你来了。闲着无事，给你送茶叶来了。那我让人上炭火，我们来煮茶。好，水我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公子夜半取的梅花雪，午夜的梅香最浓。周哥哥，你怎么半夜里去采雪？冷不冷？不冷。踏雪寻梅什么的，我最喜欢了。太冷了，你不适合去。你都能去，为什么我不能去啊？我可以抱着小梨呀，不行的话可以抱着炉子呀。周哥哥，不如晚上你带着我去寻梅吧。不成，你是女子，万一着凉了，以后每个月都有你受的。我可以穿厚一点啊，不一定非得受凉啊。你就带我去吧，你要是不带我去的话，我就找别人跟我一起去。我带你去就是了。我就知道周哥哥最好了，我们可都说好了，今天晚上你过来接我。小海棠怀里抱着火篮子，很热乎，但是小手被周元正的大手给牵着，感觉更好。周哥哥，你的手好热乎呀。到了王家村，就隐隐约约的能闻到梅花的香味了。我好像闻到了梅花的香味。我也闻到了。好多花，好漂亮！你看，这些花隐藏在白雪中，好漂亮呀！梅林深处有凉亭，亭子并不大。两人刚坐下，李甲不知道带着秋霞去哪里搬来了炭火和酒坛子。这是什么？是李甲酿的梅子酒。李甲哥哥真棒！李甲尴尬地笑了笑，明明是公子自己酿的，不知道为啥要说是他。这么大的腿要烤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能切成块吗？对哦，这个少喝一些不会醉。李甲哥哥，你的手艺好好，这个很好喝。姑娘喜欢就好。明年结梅子的时候，你教我吧。成啊。周哥哥烤的肉真好吃。小心别烫着了。这肉就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堂堂拿的肉也很好吃。吃完喝完，李甲和秋霞连忙把东西给撤去。小海棠见他们去了不多会儿就回来了，显然是有人在外头接应。等他们把东西全部给撤走之后，周元正又牵着小海棠出了凉亭。周哥哥！小海棠激动地抓住他的胳膊，发现他后头也有人在放齐天灯，他兴奋地东看看西看看，然后看向周元正，满眼都是欢喜。这些灯都是你准备的？喜欢吗？喜欢。小海棠开心地把脑袋放在他的胸口拱，周元正把自己的斗篷给掀开，把他裹了进去。到了他怀里，小海棠感觉更加暖和了，两人就这么抱着，久久没有说话。过了好久，周哥哥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？周元正拿出了上次没有送出去的同心玉佩。糖糖，吾心甚悦于你。我也心悦你。周元正把玉佩一分为二。这是同心玉佩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我要送什么给你才好？你已经送过了。周元正摸索着自己身上的香囊，小海棠看到了。这个丑东西你一直带着呀，回头给你绣个漂亮的。你送的我都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小海棠眼珠子咕噜一转，突然回头去摘了一串花，那是一串盛开了的腊梅。你蹲下来一点点。小海棠拿着这一串盛开的梅花给插在了他的头上。周哥哥戴上花比女子都要好看一些，不许摘下来。周元正无奈，只好也摘了2枝花别在了他的头上。周哥哥背背。周元正立刻蹲下一些，小海棠一下子就窜了上去，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。周哥哥，我好喜欢你背着我呀。周元正抿嘴笑得开心。那你喜欢别人背你吗？我也喜欢我爹爹背我，但是我不好意思再让他背着我呀。弟弟们比我还小，我要是让爹爹背着会不好意思的。他还是太小了一些，还没开窍，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。今晚他使了一些小手段，两人算是私定终身了，可他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。他太优秀了，而他离起事也不远了，到时候他就不能这样守在他身边了，会不会有那些狼崽子对他虎视眈眈？他就担心他情窦初开，被人给截了胡，带着他吧显然不合适，陈家的人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的。想到这里，他有些焦虑。
周哥哥，我总觉得你最近心事重重的。没有。爷这次走了多久？风雨兼程20多天。那今年除夕你跟我们一起过吧。真的可以？那走吧，回家过年了。有事儿你就直说。那位跟着一起回来了，这既然他请他回来，必定有原因，且由着他，对他的恨早已消失，他来或不来都无所谓。小海棠在后院帮忙贴窗花的时候，由屈原化亲自过了街，去信德和宋濂2人到青牛镇去过年。叔叔，除夕安康。叔叔也安康，你怎么要把爷爷奶奶给接走了呢？小海棠知道他是因为爷爷的缘故才把人给接走的。这样也行，在哪里过年都一样的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得先回去了。叔叔再见。奶奶他们去镇上过年了，你给写吧，回头我让爹爹去贴。你说啥？车宋濂他们去了青牛镇，大山心里有些疙瘩了。早就不应该让他来。爹爹，我请他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再说了，他现在独自在异乡为异客，而且还是为了我和弟弟们的缘故，我们于情于理也应该请他一起过来过年。恐怕你奶奶心里不舒服。不会的，他们这几年都是在合欢阳过的年，回去陪曲叔叔过年也好，免得曲叔叔感觉我们把曲爷爷给抢走了。也是啊，往年都在合欢阳过年，曲原化心里一定是不好受的。罢了，他们去就去吧。奶奶并没有什么不开心的，能影响到她的人都是她关心的人，她现在都已经不关心爷爷了，爷爷影响不到她的心情了。饭后，陈月又开始发压岁钱，小海棠他们姐弟几个全都是吞金神兽，给钱给的再多，他们也不会嫌弃多的。别人都清高，不为这些黄白之物而左右，你们为何贪爱这些东西啊？爷爷，你问这话就不对了啊！我们也不是谁的钱都收的。是，有些人想拿钱巴结我们，我们还不乐意要呢。就是，爷爷，你问这话可就有些肤浅了啊！不能叫我们贪爱这些东西，贪爱是会毫无底线，但我们是有底线的，因此只能说是爱，不能说贪。再说了，你身在那个位子上，难道不知道这些东西的重要性吗？一个人没有钱会寸步难行，一个国家没有钱恐怕也会如此吧。你说的没错。所以我们喜欢这些东西并不是错，爷爷也很喜欢这些东西的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说的对。你们不是要出去拜年了吗？等一会儿你们的小伙伴要过来了吧？对啊，我们约好了要出去一起拜年的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们怀里揣着那么多钱，别出去弄丢了，拿过来娘帮你们收着。娘，以前我们的钱都是你收着呢，你还没给我们。年年的压岁钱你都说帮我们收着，到现在也没给我们，这不缺你们吃不缺你们穿的，你们要钱做什么？那你怎么不要姐姐的？你姐姐多乖多听话呀，她从小就能把自己东西收拾得好好的，哪跟你们一样，连鞋子都能丢得找不着，你们能跟你们姐姐比吗？兄弟几个听到这话，都乖乖的把钱全部都给交了上来。那以后我诚心了，你的钱可得给我。给我的钱都要给我媳妇儿。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人不大还天天惦记娶媳妇儿。姐姐不就是因为周公子的钱多才愿意给他当媳妇儿的吗？姐姐都这样，别的女孩不也是这样吗？我们没有钱，谁愿意嫁给我们呢？我可不想打光棍。行，你们的钱我不要，到时候全给你们。这水不一般。闻出来了，这是梅花上的雪。哦，难怪有一股淡淡的梅香。你尝尝，爹，你也尝尝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，不用这样拐弯抹角的。嗨，什么事都瞒不过爷爷呀！你看出来了吧？我爹愁的把茶都当酒喝了。我没有。哦，那你爹在愁什么？我们大良造有个驸马爷，人称安阳君顾远浩，你听说过没？啊，你说安阳君呢？听说是个纨绔子弟，跟齐敏公主向来是不和的，还闹出了许多笑话。那小子怎么了？他得罪了大梁王，然后逃到了我们这儿了。他的哥哥在我们这里，你说大梁王会善罢甘休吗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所以咯，你说我爹爹为什么会愁眉苦脸的？大山愣了一下，他愁眉苦脸的完全是因为陈月的缘故，让他有一种背叛了娘的感觉，跟顾远浩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他知道小海棠一定不会是随随便便说这些话，他当然不能拆他的台了。我说你今年怎么好端端的请我到家里来过年，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。你是我亲爷爷呀，就算是我不请你到家里来过年，我们遇到了难处，你肯定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呀。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说的对，我是被你拿捏了呀，啊！哪有的事儿啊，我们这一方都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想要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不如跟我去楚国。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想挪地方的。如果真的混不下去了的话，再说吧。
我奶奶说过，到楚国去肯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一家团聚、阖家欢乐的，那边也是暗波汹涌。我们要是去的话，还会给爷爷带来很大的麻烦。你奶奶真是这样说的？真的呀，我何必撒这个谎呢？你放心，你们的事儿啊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那到时候要有什么事，我怎么跟你联系？你朝廷大军来临，你再送信给我，是不是晚了一些啊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全看爷爷的运筹帷幄了。陈正接到了密报，说官兵来势汹汹，大约有1000来人，带着囚车到黑龙潭镇，并没有做停留，直接往青牛镇来了。这些人怕是冲着顾远征来的，他立刻派人给顾远征送信，立刻来到坡上岗研究对策。现在单凭顾府的力量根本不足以与朝廷对上，当然是要来跟周远征他们商量事情的。大家一起商量，准备研究出来一个最佳的办法，既能保护顾府，也能保全青牛镇和黑龙潭的百姓。所以最终他们还是觉得请燕子山的人出面最为妥当。事不宜迟，蒋默立刻亲自前往燕子山。燕子山的大当家的说什么都不肯管这个闲事儿了。是我考虑不周。前几次让他们出面帮忙又不是白忙的，这回动真格的他们不干了。我们另外再想办法。不如我们自己假借燕子山之名。我看行。那你们就多受一些委屈吧。这受一些委屈倒是没关系，只要能有万全之策就好啊。那你赶紧回去准备。顾远征回去了，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夫人和大娘子。百密一疏，倘若真的要这样做，不如把5郎和6郎给送到陈家去，让他们务必要照顾好他们。行，我去顾家一趟。爹，你不要去，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带上5哥和6弟，赶紧到山里去躲一躲。事情都准备妥当了，官兵当天晚上就到了青牛镇。他们到了青牛镇都没做休息，连夜把顾府给包围了。顾府上上下下都没有反抗，他们却把顾家的老老少少全都带走了，而且他手下的人也到顾家去抄家，把顾家所有的钱财全部都搜刮一遍。他们发现顾家并没有太多的钱财，挖地3尺，要把他家的钱财给挖出来，我就不信他们家没钱。之前的东西早就被顾远征给提前转移了，但是找到了很多粮食，干脆把粮食给搬到了囚车上，让人把粮食给带走。坡上岗的人早就埋伏在了燕子山附近。过了不多会儿，司马陈毅的大队人马过来了，周元正他们派出来了2-3千人，他们悄无声息的把司马陈毅的人给调换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突然一只手拍在了他的肩膀上，他顿时激动了起来，这是周元正给他的暗号。他立刻转过头去，这才发现身后的人早已被替换了。这些人的衣着和士兵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那人悄悄地割断顾远征手上的绳子，对他点点头，他也跟在后头充当人数，而他前头也不断有人上前来把人给带下去，然后替换成坡上岗的人。这波操作让顾远征看傻眼了，他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玩的，他见过埋伏的，见过硬拼的，见过单打独斗的，唯独没见过这种替换对方人的。不过这种不是那么好玩的，可操作性并不强。首先要有足够的人，至少比对方多1倍甚至2倍才能这样玩，其次还精准地预测到对方所经过的道，提前做好埋伏，再则天时地利都要占据优势。不过这种办法可以最低程度减少伤亡，而且胜利基本上有10成把握。他十分佩服周元正他们，前面的人越换越多，然而最前头的人却还浑然不知。直到只剩下100-200人了，司马陈毅才感觉有些不对劲儿来了，却见两旁的丛林中都吆喝了起来，个人拿着火把将他们给团团包围了。直到坡上岗天已经大亮了，好家伙，这一下子又俘虏了将近1000人。周元正听到钟礼的汇报，很是满意。周元正又坐下来跟钟礼商量事儿。这一次的冲突算是他们跟朝廷的第一次正面冲突，虽然大获全胜，但是来了1000人马却没有一个回去的，势必会引起朝廷的重视，所以以后再想太平恐怕难了。我们是来搜查朝廷逃犯的，你们可有见过这个人？他说着打开了一幅画像，那画像上画的是顾远浩。这难道是顾大将军？他就是顾大将军的弟弟顾远浩。哦，我说怎么这么熟悉呢？顾大将军府上在哪里？就是在西边啊。你顺着这条路过去就能看到顾府了。顾大将军得罪了。顾远征不敢当，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将军，但是也不是你们想揉就揉，想捏就捏的。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还请大将军海涵呢。顾远征看了看搜查令，这是官面上的，他自然不能反抗，只能站到一旁。苏护一招手，让人进去搜。莫要伤及无辜，损害物件。老夫人明知道他们是来搜顾远浩的。你们到底搜什么呀？我们好端端的安居在本地，有什么可搜的？苏护把顾远浩的画像给他看。搜他。老夫人一把夺过画像。
这是我的浩儿吗？浩儿他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位将军，求你看在我们顾家世代忠良的份上，告诉我们家浩儿他到底怎么了？苏护把公文上的话念给老夫人听，老夫人连连摇头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们家浩儿是驸马爷，他要什么有什么，怎么可能会去当什么江洋大盗？这一定是弄错了，一定是弄错了。苏护没有吭声，眼睛朝旁边斜了斜。同他一起站着的还有一个人，这人面相阴鸷，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。顾远征知道这人一定是大王派来监督苏护的。很快，搜查的人全部回来了，纷纷禀告没有搜到人。大将军得罪了，去别处搜。着什么急？再搜搜。张将军，大王说过，出门在外你得配合本将。苏将军，人都知道这里是你老家，还是再搜搜比较好，到时候大王问起来我也好交代呀，也可以免除苏将军徇私情的嫌疑，您说是不是啊？张顺手下的人又进去搜人，这些人跟苏护的那些人根本没法比，他们说是进去搜人，实际上是抢夺财物的。这些人到了各个屋里开始抢夺东西，他们是看到东西就拿。苏护瞥了顾远征一眼，顾远征接收到他的眼神，立刻朝大娘子他们使了个眼色，大娘子立刻张嘴就哭了起来。大郎，他们抢了我的东西，我的金钗子也都被抢走了，玉镯子也不见了，老夫人的玉观音也不见了，还有我的珊瑚手串也都被他们给抢走了，我的银子也被抢走了。让你手下的人把东西全都给交出来，要不然我让你有命拿没命花。苏将军救命！苏将军救命啊！顾远征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来搜人就搜人，搜人不成就搜刮我家的东西，我岂是软脚下让你们拿捏的？快把东西全都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我今天就杀了他！快拿出来，全部拿出来！他手下的人就把偷的东西全给拿出来，顾远征的手下稍微放松了一些。顾大将军，你们丢的东西已经找到了，现在可以把我们的人都放了吗？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把他还给你们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我绝不轻饶。那就多谢顾大将军。他们从顾家撤出去之后，又到附近的村子到处去搜人。这一次，苏护连同张顺的人一起警告：倘若再有人违背军令，趁机搜刮钱财，一律按军法处置。苏护见到了夏海棠，一别几年，没想到奶娃娃长成了大姑娘了。大山他们都站在院子里，他总觉得这位领头的将军有些眼熟，但是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是哪位了。一别数年，大家的变化还都挺大的。苏护也没有急着跟大山他们相认，他们在这里搜完之后，苏护又看了小海棠一眼，对大山抱了抱拳，又去别处搜了。爹，他是不是认识我们呀？我看着他是有些面熟，但是想不起来了。这人治军很严，如果他们的将军都是这样的人，周哥哥恐怕没什么胜算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你来了怎么不直接进来？我听说有人在，就在外头看了一会儿风景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事。突然来了，有事吗？刚刚搜查的人也去我家了，我看了他们治军很严，所有的人都进了屋子，并没有抢夺财物，这恐怕还有些棘手呢。你来了怎么不直接进来？我听说有人在，就在外头看了一会儿风景，反正我也没什么大事。突然来了，有事吗？刚刚搜查的人也去我家了，我看了他们治军很严，所有的人都进了屋子，并没有抢夺财物，这恐怕还有些棘手呢。这也是我想不通的。我干爹之前不就是大将军吗？我去跟他打听去。正说话呢，顾远征来了。干爹，我们正说你呢，你就到了。是吗？说我什么？刚好我有件想不通的事想要问你呢。你说说看。小海棠就把心里的疑惑给说了出来。你们所看的不过是表象而已。大梁王为了防止兵权落在武将的手中，竟然采取了制衡术。那张顺同苏护便是相互制衡的关系。嗨，这大梁造恐怕要被他给玩废了。我今天来找公子是有事相商。那我去弄一些茶点过来。你不用避开。他说着把捡虎的那封密报拿了出来给周元正看。这是你二叔拼死从大梁造带来的消息。你们所看的没错，大梁王害我们顾家军，故意害死我们顾家的人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从战场上回来。真是太过分了！你们在边疆拼命为他守护江山，守护大梁造的百姓，可是他却对你们满怀猜忌，甚至还借刀杀人，太过分了！他若不死，英雄死不瞑目。糖糖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干爹，此仇必报。我来找周公子就是为了这事儿。那你想和我们联手？上次的恩情，我顾某人毕生难忘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犹豫。我顾家世代忠良，倘若我要造反，恐怕祖宗九泉难安呢。但
不报此仇，我对不起那些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们。左思右想，我还是决定报仇雪恨。至于顾家的列祖列宗，还是等我下去之后再向他们请罪吧。若是这样，我当拜你为大将，我们挑良辰吉日行拜将之礼。不必这样麻烦，我同周公子合作，自当尽忠。公子是做大事的人，我顾某若是能够尽一些绵薄之力，再好不过。而我也需要借公子的势力来报仇。你们若是能联手，必定能所向披靡。你觉得我们联手好？那肯定的呀，周哥哥现在是人心所向，那就是天意啊，顺天而昌，逆天而亡。干爹这个道理都不懂吗？苏护这边带着人驻扎在青牛镇，每天到处去搜人。说是搜人，其实是打探青牛镇各处的情况以及司马陈毅的下落。找人的事儿他不着急，每天装作找人的样子，从这一家到那家，从那家到这一家，说是去搜查人，其实有时候只是到人家院子里站一站，屋里看一看，甚至床底下都懒得找。他心里能不明白吗？顾远浩肯定是来这里了，但也肯定是藏起来了，而且藏的地方极其隐秘，他们根本就找不到。他本来也没打算把顾远浩给找出来，来找人也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。他不着急，但是张顺着急的不得了，他就害怕人被苏护给找到了，那功劳就全成他的了。奈何有伤在身，顾远征就把苏护跟他的交情说给他听。周远征说完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苏护是从顾远征这里征兵出去的。至于他怎么爬到了今天这个位置，怎么受到朝廷的重用，他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难看出，苏护这个人还是很讲情义的。在这里搜人，搜了这么长时间，麦子已经开始收割了，家家户户都出去收割麦子。苏护也派人到田间地头去帮老百姓收麦子。张顺气得要炸了。苏将军，你来这里可不是为了帮人家收割的，跟老百姓搞好关系，方便套话。张顺听他这么说，觉得有道理，也派手下的人去帮忙收割。他一听说要跟大军会合，顿时就知道要出大事了。他又派了一个人去把牛包长给叫了过来。苏护见了他，立刻用严厉的话训斥他，让他赶紧帮忙找顾远浩，要不然的话，朝廷将会发兵过来，把他们这个地方给踏平了。牛包长连忙向他求饶，说自己会全力的配合他们找人。苏护这才把他给放了。牛包长回去就写了一封信，把信挂在狗脖子上，又让狗去找周元正。周元正接到了信，立刻把人给召集了起来。这一次他召集的人多，除了坡上岗的众将之外，还有大山、刘承嗣、顾远征、万金宝、黄油志。朝廷朝我们发兵呢，那我们还有几天可以准备？他们行军日夜兼程，怕是5、6日就能到了。那我们必须早些做准备。行，钟先生为军师，顾大将军领军出战，莫先生主管粮草供应，陈先生主管军医事宜。末将遵命。遵命。大家都领了命令，各自分头行动。钟先生，你们去打仗带我一个。前方打仗少不了伤亡，我这一身力气没有地方使，憋得怪难受的，每天折腾媳妇儿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他说完之后，发现自己说漏嘴了，连忙把红了的老脸给扭到一旁去。钟离呵呵笑了起来，然后变成爽朗的大笑。直到秋月瞟了他一眼，他这才勉强把笑声给憋了回去。成啊，你就暂且当先锋吧，你也经过训练，知道规矩吧？知道。郭大将军一定不会反对的，你回去准备准备吧。你们为什么全都瞒着我？什么？打仗啊！打仗向来都是男子的事啊。你们真是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们就不问问我有没有必要出兵？你什么意思？年前我们踏雪寻梅的时候，你不是说朝廷早晚会向我们动手吗？我特意把爷爷请回去过除夕，你以为是白过的吗？你的意思是？我们根本就没有必要出兵，我爷爷肯定会帮我们的。爷爷虽然愿意帮忙，但是我们相隔甚远，而且我们就算是现在给他送信，等待援军也需要一些时日，所以一场恶战在所难免。不会，过年的时候我已经跟爷爷说过了，他会密切关注这边的。而且我爷爷那么聪明，一定会运筹帷幄的。我们想到的事，他自然也想到了。他自己也说过，等着我们求助就来不及了，所以他一定会提前想办法的。我们再等等吧，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了。你如何能确定他们一定会退兵呢？一定能退。这可不是小孩的玩笑的，决策不对，伤及的乃是诸位兄弟的性命。我没有开玩笑。若是他们退兵，必定是京中有乱，或者是有强敌犯境。若是这样，他们定会疲惫不堪，慌忙撤去，不恋战。到时候我们可以抢他们的粮草军械。那你去安排。公子，周叔去吧，周哥哥金口玉言呢。钟离看了小海棠片刻，知道这事儿一定是小海棠给出的主意。虽然他不知道小海棠为何如此笃定，但是他觉得他一定有自己的道理，就让董胜和耿初阳2人来负责此事。周元正正在坡上观战，见他们临阵掉头，也是十分纳闷。他们是不走了，是不是？
周元正嗯了一声，嗨，我就说吧，干爹他们呢？怎么还不追啊？切莫着急，他们身经百战，定有自己的道理。出去的军队凯旋而归，大家都欢乐了起来。周元正激动地拉着小海棠的手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周哥哥，以后有什么事可不能再瞒着我了。不瞒着你。那燕子山那边必须得处理一下。燕子山？燕子山不肯听他们的话出兵的事儿。哼，那你想怎么处理？不许再卖粮食给他们了。他们对我有恩，不卖给他们合适吗？那你从前卖他们多少粮食，在那个基础上减少一些。现在你手下兵多了起来，还得养兵呢，可不能再卖那么多了。听你的。他对你有恩，但是他们对我们没有什么恩，所以我回去跟我爹说，不许再卖粮食给他们了。你还真是有仇必报啊。那肯定了，对我好的我会加倍的对他好，对我不好的我肯定不会对他好。那别人对我不好，你心里也不痛快吗？那肯定了，对周哥哥好的人就是对我好，因为周哥哥对我好。陈大姑娘，你爹呢？你们找我爹有什么事吗？我们是来买粮的，你赶紧差人去把你爹给叫回来。以后你们不要来我们家买粮食了，我们家不卖粮食给你们，你们惹我不高兴了，我不让我爹爹卖粮食给你们。大姑娘，我们燕子山什么时候得罪您了？这事儿吧，得好好说道说道。你们不当家，你们回去把你们当家的给我叫过来，他不来，你们以后就不要来买我们家的粮食了。还是把你爹给叫过来吧，这事儿你不当家。我爹爹宠我，自然会照顾我的情绪。你们手里有钱可以到别处买粮，我们手里有粮也可以卖到外头去，谁也难不住谁。咱们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了，那就不用再合作了。陈大姑娘，莫非你以为除了你们家，我们就真没有地方去买粮了吗？你们恐怕是有所不知吧？我们今年粮食产量都不行，我们今年打的粮食只能够我们自己家吃。你们不如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。我们今年的粮食产量不怎么好，产的粮食留下种粮之后，其他的只够我们自己吃的，实在没有多余的。不如你们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。黑龙潭那边两大富户分别是万金宝和黄有志，他们先到黄有志家里来。黄有志多聪明一个人，套出他们的话来，也是用同样的借口来打发他们。他们又到了万金宝家里，万金宝也是同样的借口打发他们。这时才觉得不对劲儿来。温姑娘说了，你们大当家的不来，你们来也见不到他。你们家大爷呢？我们不找你们家姑娘，我们想见见你们家大爷。这位大哥，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我们家大爷根本就管不了这事，你们怎么得罪了我们姑娘，事情还是要解决的。你们还是赶紧回去找你们几位当家的好好商量商量吧，这事你们真的做不了主。秋霞姑娘，真的只有这一种办法了吗？是。娘，你先别生气，等爹慢慢跟你说。陈大哥，先前我们来找过大姑娘，跟大姑娘聊了几句，说话冲撞了她，所以她才不开心的。都是自己人，姑娘，这人还是你救下来的呢。原来陈大姑娘就是当年救我的那小姑娘，多谢姑娘当年的救命之恩。爹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姑娘，这事儿说来话长。既然这样，那之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。只不过我提的建议，你们可有考虑过？什么建议？让他们加入坡上岗。那怎么不好呢？燕子山个个都是英雄好汉，窝在山上也太憋屈了。到坡上岗来，说不定以后还能建功立业，干一番大事呢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？这样，我们先回去，把兄弟们给召集起来，商量一番。愿意归顺的就归顺，倘若有不愿意的，那我们就打发他们各回各乡去。这种事情不宜勉强。成，回头你们商量好了再说吧，确实不能勉强。糖糖，陈叔。周哥哥，他们是燕子山的人，来投奔你们的。这位就是我们燕子山的大当家的，名叫萧远道。久仰久仰，公子大名如雷贯耳，今日遇见果然非同寻常。我接到了一个密报，觉得有必要告知你。什么消息？有一支约3000人的队伍，一路抢劫富户，朝楚国的方向去了。这么庞大的队伍，你怎么能让他们跑了呢？你的意思是？不管他们是去楚国投降还是作乱，我们都不能让他们跑了呀！3000人可不是小数目呢，赶紧派人去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来，让他们招安了。是这样想的？当然是这样想的啦。虽然我们现在的人数不少了，可还不够多呀。倘若我们只守在这一个地方是可以的，但并不是长久之计。将来天下肯定是要统一，你怎么还愣着呀？赶紧派人去啊！哦，那我这就让人飞鸽传书过去。小海棠回家之后就暗暗的祈福，祈求这地方能风调雨顺。当夜他做了个梦。梦见坡上岗举起了舟子大旗，100万雄师站在坡下，宣誓要效忠周公子，而周公子头戴金冠，像是战场上无傲不胜的大将军一般。他看了他一眼，你等我定会以江山为聘来娶你。说着打马就带着100万大军走了。他这个梦做的有些蹊跷，像是真的一样。醒来之后，他一度认为周元正真的已经带着人离开了坡上岗。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可有信传回来？什么信？周哥哥的信。周公子什么信？
姑娘，你是不是睡迷糊了，还是做噩梦了呀？你想周公子的话，直接去坡上岗见他不就好了吗？还有什么信啊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是说他还在坡上岗？你是不是睡迷糊了呀？公子不是一直都在坡上岗吗？姑娘，你怎么来的？我哥哥还忙吗？是，之前清河县作乱的那些义军前来投奔了，他们正在里面议事，要不我去禀报公子？不用了，我就在这里等着。怎么突然这个时候过来了？有什么事儿？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跟你有关。可入了你的梦啊！我跟你说正事呢，你别跟我打岔。那你梦见了什么？我梦见你在坡上岗举了大旗，旗上写着周字。你盯着我干什么？我说的是真的呀。我也做了同样的梦，我梦见自己头戴金冠，站在旗子下，看着将士们宣誓。我还梦见我对你说，我将以天下为聘来娶你。天哪，你居然和我做了同一个梦！这会不会……这一定是上天的指示。之前去找我外祖父的时候，我跟奶奶也做了同样的梦，然后外祖父果然是找回来了，虽然中间有一些波折，但都是有惊无险的。方才我们也讨论了此事。那你们讨论出什么结果来了没？众人都觉得是时候立大旗了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我还想往后再推推。为什么？他其实是想在吉吉里之后再走，吉吉里要到15周岁之后才行，还要再等1年。按照这天下形势，恐怕等不了1年了。你怎么还要退？抓住机会啊！那我们今晚就开始议论此事。等我。好，护心镜带了没？带着的。小海棠又给了他一些药丸，这个是补力丸，这个是解毒丸，这个是续命丸，这个是金创药，一定会等你。坡上岗这地方一下子走了10万人，感觉有些空荡荡的。前方打战虽然很重要，但是后方守卫更加重要。顾元征和大山被留了下来。姑娘，大事不好了，公子他受伤了，情况危急，请你快赶紧过去啊！怎么是你来传话？情况紧急，我们都分头来寻你。我恰巧打听到你在这里，你赶紧跟我走。现在怎么样了？听说大夫都束手无策，来人只是来传话，让你赶紧过去，说是用保命丸在吊着命啊。到了金魔城下，小海棠看到城门上飘的旗帜，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。你背叛我们！陈大姑娘，是你自己日夜兼程又往这里来了，我们可没有捆你，也没有绑你啊！你们这群忘恩负义的狗东西，你们忘了你们之前是怎么走投无路投奔过来的吗？吃了几天饱饭就忘记了自己原本的样子了吗？大姑娘，既然来了金魔城，为何不进城去坐坐？如果我说我不想去，你就会放我们走吗？当然不会。既然这样，那还啰嗦什么？姑娘，别吃了，这饭菜里不知道有没有毒。只管吃吧，他们不会杀我们的，他们还想利用我们来威胁周哥哥呢。姑娘，这个何大将军到底想干什么？又是给我们送好吃的，又是给我们送好玩的，现在又给我们送了这些小家伙们过来，到底是想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他把我们给抓过来，软禁在这个院子里，除了威胁周哥哥之外，我想不出他还能干什么。真是太卑鄙无耻了，居然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方法来对付我们。他们以为这样我们就能接受他们了吗？接不接受他们并不重要，他们想要的并非我们能接受他们，只是想要利用我们来威胁周哥哥而已。那你赶紧想办法制止他们呀！我们能想什么办法？出都出不去。既来之则安之，我相信周哥哥一定能好好的处理这件事的。那我们得想个什么办法能给公子送个信过去啊？我们不用想办法，他们肯定还会有下步动作。他这2天没有过来打扰我们，不过是让我们先缓一缓，免得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。这2天手下的事务繁忙，没来得及过来问候。陈大姑娘住在这里可还习惯？我若说不习惯，你会放我们走吗？陈大姑娘，我们好心好意请你过来做客，你何必夹枪带棒的？你们这地方请人做客的方式还真是别致啊！我觉得跟你们的行为比起来，夹枪带棒的已经算是轻的了。过程可能不算太美好，但我确实是好心好意。得了吧，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要在这里黄鼠狼给鸡拜年了。要说什么你就直接说吧。我只是想问问大姑娘在这里住的习惯不？倘若不习惯，我可以给你们换个地方。换个地方就算了吧，我害怕换个地方睡不着。陈大姑娘果然是快人快语，直爽的很呐。我看陈大姑娘腰间的玉佩挺别致的，不如给我看看。小海棠瞥了他一眼，把玉佩给写下来给了他。这玉佩质地不错，借我玩几天。大将军起身告辞。小海棠扫了他眼，看他走路的姿势不对劲儿。哼，你们大梁是无人可用的吗？都伤成这样了，还要出来打仗？要变天的时候格外酸爽吧？我猜应该是彻夜难眠。突然送了一块玉佩过来，是什么意思？大将军与公子明天在十里亭去会面，还请公子不要守约。劳烦你回去告诉你们大将军，明日我一定会亲自赴约。周元正只带着李甲和几个随从前来赴约。周公子果然好胆量。过奖。请。两人坐下，一人准备了酒和菜，不如我们畅饮一番。何大将军，你我不必如此寒暄，无关对错，
只是立场问题，还请大将军有话直说。周公子果然快人快语，诚如公子所说，你我二人无关，对错只是立场问题。如今我是大梁的大将军，自然要做忠君立国之事，因此我劝你归降，这样你我之间不必兵戎相见，老百姓也少遭点殃。你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我会禀明大王，让他尽量满足的。想要我们归降也倒不是不可以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只要大梁王在1年之内能使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衣食无忧即可。何大将军整个人都顿住了，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要求他们的大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。我们之所以冒这么大的险，是因我自己有什么缺乏吗？并非如此，天下有志之士不过都是想要解救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。忠君立国确实不错，但忠君先忠民，民为重，君为轻，社稷次之。天使君以命，乃为天下百姓之福，不为天下百姓之祸。天使君以命，乃为服侍天下百姓归顺上天，不为奴役天下百姓。如今百姓处于水火之中，大梁王在做什么？周公子年轻有为，令在下十分佩服。倘若有一日周公子到了大良造，还请公子善待我的家人。既然这样，大将军为何不顺天而为，另谋出路呢？受君所托，忠君之事。如此说来，你们的君实在该死。他们坐在亭子里，一边喝酒一边谈诗论道。周元正发现这位何大将军是个文武双全的人，更令人敬佩的是他的忠心。所以酒逢知己千杯少，两人谈着谈着就夕阳西下了。这个给你，你不怕死就吃吧。陈大姑娘还真是喜欢口是心非，那你告诉我，这药要怎么吃啊？早晚各一粒。大将军，要不要找个大夫来看一下？不必了。可是何种打断了他，当晚就吃了一颗。夏正吓坏了，第二天何种又吃了一颗药，感觉浑身都轻松了许多。借了陈海棠的禁足，让他在城里可以随意逛。姑娘，你身上有钱吗？本来有些碎银子，前天不是让张嬷嬷去买药了吗？现在没了，你呢？我的钱不是全都给你了吗？你不说我都给忘了。我们都没钱，出去转什么呢？也没什么好玩的。没钱出去看看也行。张嬷嬷也跟着一起去了。秋霞看着不顺眼，总觉得他是何种的爪牙，故意来监视他们的。老人家，这孩子怎么了？活菩萨，求求你救救我家孙儿吧！他已经发烧2天了，今天突然昏迷不醒，我背着他来看大夫，大夫说救他要花很多钱，我这家里就只剩下我们祖孙2人，没有钱再给他看病了，他还有气还有救呢，求求你救救他，我老婆子给你磕头了。我不过是因为周公子见不得人间疾苦，我才出手相救的。你回去不要着急给他吃东西，让他多喝温开水。伯娘，请留步，我是这永安堂的大夫，鄙人姓苗。方才林家嫂子带着她孙子就是到我们这里来的，老朽医术不精，没能救的。看姑娘医术精湛，想请教一二，不知姑娘可方便？苗爷爷，你有什么话就直接问吧。那孩子发烧已经昏迷了，为何要把衣服给扒掉，让他躺在青石上？青石那么凉，那不加重病情吗？他为何会烧成那样？因为体内起了热。对，他体内起了热，但是热发不出来，而寻常的闷和捂指定是没用，否则也不会烧成这样。他身体又不出汗，热排不出来，在身体里可不就作怪了吗？我把他放在青石上，并非是让寒气侵袭他，乃是让青石吸收他身体的热。青石吸热，他体内的热不就发出来了吗？实在惭愧，我向来只知道糖青石会寒气侵蚀身体，却未曾想过青石也能把身体里面的热气给吸出来。那你为何要拿布塞到他嘴里？万一气道堵塞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你没有看到他发烧，身上抽筋，牙齿咬得咯嘣咯嘣的响吗？若是不拿布塞到他嘴里，万一咬到自己的舌头可怎么办？姑娘考虑的甚是周全，难怪她能轻易的把孩子给救醒。苗爷爷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你能否答应？你说说看。我看这城中的人病了不少，我想要借你的地盘来做义诊，不知道爷爷你意下如何？求之不得呀。那我们就说好了，明天我要打着周公子的旗号在这里义诊，需要吃药的就让他们到你的药铺去拿药，不需要吃药的那岂不是更好？苗大夫连连说好，又好奇地问周公子是何许人也。小海棠瞥了秋霞一眼，秋霞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了周公子的事儿来了。每次他说起坡上岗，都觉得自豪无比。我就说他一个人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展的这么壮大呢？原来后面有个闲助手。大将军，我们要阻拦他们吗？不用，这是对老百姓有利的事，他愿意做就让他去做吧。小海棠看这人有些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是谁了。哪里不舒服？
前年除夕舞狮子扭到脖子了。问题不大，回头贴一贴膏药，药方说给你，你自己回去拿药。当归、金银花、穿山甲，磨碎之后自己敷上。多谢姑娘。姑娘说当归，我自觉不应该鲁莽动手。你做得很好，他让你先回来。你看，这金银花是清热泻火的，他是让我不要着急。这穿山甲应该是给我们的建议，就是我们先前商量的事儿。截断粮草。大良造再一次绷不住了，司马介让何种顶盔贯甲亲自上阵。他们准备开城门的时候，萧海棠来了。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这不是你应该待的地方。你不是要出去打仗吗？赵大黑勇猛无比，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，不想死就吃吧。何种接过药丸，二话不说直接填到了嘴里。姑娘，你为何要给他补力丸？他明明是公子的对头。他不是坏人，你帮他就等于跟公子作对啊。他虽然对我们也不错，可是你想想我们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，可不能被他给蒙蔽了双眼啊。公子才是对我们好的。我对他好是周哥哥的意思。什么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心有灵犀，你还记得吗？何种将药刚吃到肚子里，顿时感觉有一股暖流从胃里向四肢扩，他的手上有力了，腿也有力了。只是他有些不太明白，他明明是周公子那边的人，为何要帮他？这一次算是周元正他们吃了败仗。赵大黑垂着脑袋站在周元正的面前，像是做错事儿的孩子一样，心虚的要命。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赵将军不必过多自责。何种他们也回城，这算是他们这么长时间以来打的第一次胜仗。旁人都在欢呼老将出马一个顶俩，只有何种自己心里清楚，如果没有萧海棠给的那颗药丸，他今天也未必能从赵大黑的手里完好无损的回来。你为何要帮我？你若是大奸大恶之人，我定不会帮你。之所以帮你，那是因为你是个忠心的人。何种见他们围城多日却不攻，就知道事情恐怕不好了。果然探子来报说坡上岗的人占领了他们的粮道，现在的即墨城已经成为一个孤城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大良造派兵来救，要不然他们绝无胜算的可能。于是他们的人赶紧去往大良造送信，然而送信的使者都被许清扬的人给捉住了。萧海棠依旧在苗大夫那里坐诊，前来看病的百姓越发的少了。转眼间过去了1个月，天气渐渐的热了起来，城中粮食已经开始吃紧了。将士们没有粮吃，每天只能喝一些粥，百姓也没有粮吃，东家借一点，西家借一点。刚开始还能借得到粮食，但是到后来人家自己粮食都不够了，借也没有人给了。萧海棠和秋霞不再被允许到外头去，他们要在院子里待着。何种每天都派人给他们送饼子，刚开始的时候送过来的饼子还会带一些菜，后来送过来的没有菜，只有饼子，虽然吃不饱，但也饿不死。萧海棠从他们的伙食就能看出城中的情况不容乐观。到了7月，天气大旱，城里没了水，余剩的百姓都因为干旱而昏了眼，坐在阴凉处等待死亡的来临。你们可是有什么缺乏？没有，我只是想到城中各处去看看，看看城内的情况。他们出去看到大街上的百姓都有气无力地坐在屋檐下，还有一些人丧着脸把人给抬出去，被抬的人身上都有异味了，显然是死了有半天了。天气热，不赶紧把人给埋掉，恐怕城中要爆发瘟疫了。看到这种惨状，萧海棠的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捏住了一样。打仗这么久，他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。何大将军，城中到了如今的光景，不如直接投降算了。都这样了，你还坚持什么？你一直坚持不投降，城中的百姓就多一日的伤亡。你真的忍心看这么多无辜的百姓去死吗？并非我不联系百姓，只是我若联系这些百姓，谁来联系我的一家老小？原来何大将军在外头拼死杀敌，他一家老少都被人给软禁着，一旦他投降，那他一家老少必死无疑。他一时之间不知道要说什么才好。倘若城中百姓叛乱，而你又被众人践踏，他们还会对你的家人不利吗？有监军，一切交给我，你听我安排。我可以吗？你当然可以了，以你们杜家在即墨城的地位，一定是一呼百应。这事要是办不好了，恐怕我们一家老小就没命了。这事简单，你给一些吃的给那些穷苦的人，他们自然会去办。于是在即墨城的百姓中很快就传出这样的消息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地打开城门，到城外去投降，立刻就有吃的，他们家老的少的都能保住性命。只不过消息是在百姓中流传的。城中百姓，你们都听好了，你们的大梁王昏庸，荒淫无道，不顾百姓死活，上天都看不下去了，降下旱灾、饥荒、蝗灾，你们的大王依旧是不知悔改。如今我们主公周公子替天行道，伸张正义，为天下困苦百姓谋生路，是天命之所在，人心之所向。到即墨城数月，并未发动强行攻城，如今城中干旱、饥荒、炎热一齐来到，公子不忍众人白白丢了性命，现在将生路指给你们，
只要你们肯出来投降，就有活路；留在城里顽强抵抗，最终只有死路一条。就算我们不强行攻城，你们也必死在干旱、炎热、饥荒之中。现在你们都起来，打开城门，走上生路。周公子的喊话大家都听到了吗？难不成我们真的要坐在城中等死吗？我们只要能把城门给打开，就能有活路了。我已经闻到了他们营中的馒头的香味了，就是要死，我也要当一个饱死鬼，绝不做饿死鬼。众人都饥肠辘辘的，现在听说城外就有活路，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？杜兴泽和他的家丁数十人急匆匆地往城门口冲，老百姓们都跟着上去了。等他们到了城门，已经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了。他立刻上前去开城门，而城墙上的士兵看到这状况，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大将军吩咐过他们，不许屠杀无辜百姓。这几天你又瘦了，有事情直接吩咐人去做就好了，不用自己凡事亲力亲为。你知道我闲不住，我很快就平定天下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你以后就不会再这么辛苦了。好啊，我期待。等天下稳定，我们就成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呼吸不顺。你要慢慢的习惯。小海棠的脸火辣辣的。过些日子我们就要攻打大良造了，我让李甲送你和秋霞回去。那个张嬷嬷看着也是个能干的人，你就留下她吧。你要走了吗？天下还有许多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们要去拯救他们。前方不管发生何事，我都能应对，但是你绝对不能有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你忘了吗？我自幼就是有天相的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怕再发生被骗的事儿。不会的啦。第二天，小海棠就离开了即魔城。周元正让李甲护送他们回去。话说大良造这边，司马季得知即魔城失守，何种被百姓践踏而死，跟李斯的反应一样，完全不敢相信，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死了呢？你们不必多劝，我跟周公子有过约定，凡他所在的地方，我定要退避三舍。公子你怎么能这么单纯呢？他当然知道现在是个好机会，如果能一举成事，他将会是下一个大梁王。但是让他出兵对付周元正，他是做不到的。周元正曾经救过他，要不是他们治好了他的腿，然而他手下的人却一心想要为他成就大事，所以大家瞒着他开始调兵遣将。等到公子营发现的时候，大军已经走了7、8日了。你们这是害惨我了。小的是冀州府傅家的家丁，奉家主之命前来给公子通风报信。何事？南梁王公子银已经派兵前往青州府，边疆苏大将军已经被秘密调遣回来。如今司马老贼正派使者到冀州府，要我们家主出兵，三方联合起来攻打公子。国有此事？千真万确。我们家主不愿意跟司马老贼同流合污，所以派小的前来给公子报信，希望公子早做准备，只求公子成大业之后，纪念我们家主为公子通风报信之功。这一天，夏海棠晚上梦见青州府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大风刮得气温骤降，好多人都因为前一刻大汗淋漓，后一刻被冷风给刮了，受了风寒，高烧不止。醒来之后，他就去找徐长卿他们，让他们赶紧准备姜汤驱寒，也准备了大量草药。他这边安排下去之后，立刻就去见郭元忠，因为按照之前的惯例，公子营这边等到天大亮一定会前来叫阵的。郭元忠见他早早过来，有些诧异：怎么过来这么早？干爹，今天是不是降温了呀？怎么感觉好冷？今天的太阳不是很好，现在虽然到深秋了，天气有些凉，但还不到要穿棉衣的时候呢。干爹，趁着今天变天了，就把棉衣给将士们发下去吧，免得到时候措手不及。行，听你的。战鼓敲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打起了12分精神。今天一场恶战难以避免了。郭远章严严地叮嘱夏海棠不要过来，刀剑无眼，别伤着他了。夏海棠也十分听话，就在后面准备帮忙救治受伤的人。不一会儿，正在这个时候，原本一动不动的树梢开始轻轻地摆动了起来。再过了一会儿，就能听到狂风刮过树梢发出呼呼的声音，而且这风非常凉，大风还在刮，地上的灰尘也被刮了起来，大家眼睛都睁不开。城市没办法攻了，仗也没办法打了，于是公子营这边就让人撤军，大家撤了回去。郭远征这边的人也就撤了回去。他们这边因为早上就发放了棉衣，所以他们哆哆嗦嗦地回到自己的大营中，把棉衣拿出来穿了起来。随即又有人叫他们赶紧过去喝姜汤，说是军医已经熬了很多姜汤，让他们赶紧喝了驱寒。尽管这样，还是有一部分人打喷嚏了。小爱堂立刻把这些打喷嚏的人都给集中到一起去，跟其他的人隔开了。他梦见这波风寒会传染。这些人他们喝了药，大部分的人症状都好转了，但是极少部分的人晚上还是发烧了。小海棠他们也有针对的药。再说公子营那边，那天刮风的时候匆匆撤军，他们从青州城到大营还有30里路，其实他们出来的时候也是带了棉衣棉被的。
然而还是晚了。回到军营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开始发烧了，烧得呼吸变粗，面色通红，额头发烫。他们这边的军医带的药也是大部分都是治外伤的药，至于治风寒的也有，但是不多。但是怎么来得及？一夜的功夫，整个军营里大部分的人都咳嗽发热了，军医自己都被感染了，也咳到不行。公子，是我们害了你。我说过，有周公子的地方，我就要退避三舍。那依你们之见，现在应当如何是好？我们想请公子负荆请罪，或者陈大姑娘可以原谅我们。我没想到我们再相见竟然是这样的。退兵吧。公子吟点头了一声，去吧，回你主人那边去吧，他更需要你。他们把草药给配好之后送了过去，叮嘱他们每个人都要喝上，早上喝一碗，晚上喝一碗。这回咱们就有救了。公子吟让他们赶紧把药给煎了，大家喝下药之后，出了一身的痛汗，烧就退了。但是后遗症还在，不少人的身体虚弱，疲乏无力。他们在原地歇息了7、8日，就准备拔营回去了。公子吟自罚3杯，还是没有为自己辩解。在他看来，就算是门客自作主张，也是他治下不严。顾远征表示，只要他退兵，他们还能相安无事，并且明确表示了周公子并没有想要动永宁府，否则也不会在南下之后又北上。公子吟当即表示要割让接乡的2个县当赔罪礼，饭后他们就签下契约，事情完美收工。这场轰轰烈烈的仗还没打起来就结束了。爹，你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，我让你看过的那些书，让齐宣看的那些书，是一般人能看的吗？楚国现在朝堂不稳，爷爷的那些子嗣们都巴不得爷爷去死。爷爷虽然对不起奶奶，但是他不失为一位好君主。楚国的百姓能安居乐业，都是爷爷的功劳。倘若我们不去帮他一把，楚国定要大乱，爷爷也会在各种算计中丢掉性命。他自己算计了一辈子，何必来对我道德绑架？我只想过安安稳稳的日子。我和你娘都不是勾心斗角的人。爷爷再怎么会算计，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子孙后代都给杀了。他也在做两手准备，万一我们不去，他还要留下王家的血脉来继承王位啊。所以哪怕他知道谁想要他的命，也只是避着让着。吴信这一次等了这么久，不用多说，你也应该知道爷爷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一定是身体不好，坚持不了多久。倘若我们不去，估计也就1年半载的事。我还是要回去跟你奶奶商量商量。她让我去我就去，她说一个不，以后你就不用再劝我。你要遵从内心的选择，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就好。可是我一直犹豫啊。那你想想，如果你不去，他若是死了，你会不会后悔？娘，如果我真的去了，你怎么办？娘啊，年轻的时间都花在你身上了，总不至于老了还要跟着你奔波吧？啊？信德待我极好，你们也都能看得到。原话那孩子对我也很尊敬有加。有人给我颐养天年，你还担心什么呀？你只要以后能做个好的国君，为老百姓谋福利，就像大陈国现在这样，不再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再说了，你去弄不好也只是挂个名儿，未必忙得没时间回来。啥意思啊？娘看齐宣那孩子比你心思沉重，好像小海棠也是这么说的。看他们的意思是，他只是挂个名儿，其他的事儿交给齐宣去做，那他在不在都无所谓，以后还是能回来孝敬娘的。这样他松了口气，去把齐宣给叫过来，让娘好好跟他说说话才是。我就知道他是惯会算计的，这步棋怕是早就下了吧。齐宣有这个本事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也不能看着他往火坑里跳。有你跟着，奶奶也能放心。你父亲是个忠厚的人，他不适合做国君。我知道，但是他必须得站着那个位置，这样齐宣监国就理所当然了。确实是这样，齐宣这孩子从小心眼就比较多，人不容易看透他心思。加上有锦书他们兄弟几个的帮衬，虽然会遇到困难，但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呀。我就知道奶奶是有大局观的人。你还是嘴甜，跟奶奶说说，周公子那边怎么样了？他着急要下聘。不着急，让他直接去楚国，这样对你和齐宣以及他自己都好。小海棠知道那就是2国联姻，可不是双赢的局面。以后我们岂不是身份就不一样了？是。那是不是不能到处跑着玩了？是。那我不想去了。我也不想去了。兄弟几个都想说不去了。你们不去，把老五一个人丢在那里吗？那里可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。我就说老五自幼跟我们不一样，原来他才是天选之子。老五以后当大王了，咱们不都是王爷了？那岂不是可以在楚国横着走了？笑什么呢？我们要好好努力，把楚国给发扬壮大了。以后姓周的那小子敢欺负姐姐，我们就揍他。大山他们把家里的事儿给安排好了，一家人辞别了宋濂，踏上了前往楚国的路。娘，这要是被国君看到了，太婆魂儿都被勾跑了。
别胡说。哪里胡说了？我以后成亲也要穿漂亮的衣服，也要化漂亮的妆，我也要把李甲给迷死。姑娘，还是先吃点东西吧。国君说过，要是一点东西都不吃，估计会撑不住，程序很繁琐。册封陈海棠为王后，并且许诺此生只死一人，不再纳妾。小海棠所有的神经都紧绷了起来，不一会儿他就被捞到了他怀里。他身上的炽热让他感觉想要冒汗，滚烫滚烫的。周元正也觉得热。媳妇儿，夫君。他再也压抑不住了，低头亲了过去。这3天周元正哪里也没去，谁也没见，反正新婚3天不用早朝。他荒唐了3天，第4天终于去上朝了。他依依不舍地看着沉睡的小海棠，一刻都不想跟他分开。过年的时候，公子吟前来觐见，他送了一张狐狸皮过来，并且把南梁也双手奉上。周元正给他封了个贤王，让他留在上京城，南梁那边也归顺陈国了。小海棠看到狐狸皮，心里十分的不舒服。公子吟自然是不会杀了这只火狐，大概是他寿高年迈死了，所以他把他的皮毛给留下来当个念想。要说这是红狐狸，还是留给他自己做念想吧，毕竟他陪他的时间最长。狐狸皮最终回到了公子吟的手上，不过小海棠却没有见过他一面。转眼过去了7年，周元正的儿子姬长陵在何家庄读书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，只是书院里的奶团子梁妮妮天天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。妮妮才3岁多，可这姑娘谁也不馋，就喜欢缠着姬长陵。姬长陵向来不喜与人纠缠，唯独对着小奶团子能和颜悦色。陈海棠为多做评判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能做的无非就是尽量引导儿子走正道。姬长陵不辱使命，跟周元正一样优秀，一生也只娶1妻并未纳妾。然而等他儿子姬永泰长大之后就变了样，不仅娶妻又纳妾，后宫倒是充实了。小海棠眼不见心不烦，同周元正回到坡上岗养老去了。周元正和陈海棠都年纪老迈，烛火将灭的时候，陈海棠拉着他的手：周哥哥，我们没有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一定会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生同寝，死同穴。祈祷下辈子还能遇见你。后人将2人埋葬在坡上岗的半坡处，这是他们初次相遇的地方。恍恍惚惚间，时光又回到了那个午后，奶唧唧的小奶团子初见他，将他污染成猫变的。哇变成鱼啦！又仿佛一只小奶娃说，长大后要当他媳妇儿，他所有的金银都是他的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爱永不止息。